我都听到了，你能卖50万，我能卖30万，快！小姑娘刚刚说完，在地上摔了一跤，爬起来拉着弟弟继续跑。此时入口的地方，一个长相丑陋的女人被人牙子打得半死，扔在了草丛里。丑八怪居然敢来骗银子，真是胆子不小。马车上坐着不少孩子，全都是在附近村子里弄来的。今天他们可是大丰收，原本还想锦上添花，结果却是浪费了不少时间。马车正要离开，突然小团子一下滚到了草丛里，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泥，偷偷藏着，直到马车走远才抬起头来。大神，你还好吧？这小胖子眼瞎吗？穿越了。没错，别人穿越不是大小姐就是王妃，她却成了个丑得可怕、厉色狠毒的后娘。半个时辰之前，原身居然想把妓女和继子给卖掉。那2个孩子十分精明，偷偷跑掉。人牙子很生气，把原主给活活打死，扔到了草丛里。我能不能跟你回家？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好害怕那些人牙子。我家穷，养不了闲人。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我可以学的，只要您给我住的地方，哪怕一天吃1顿都行。娘，我以后是您的儿子，娘，您别不要我。哦吼，开局就捡了个儿子。九州媳妇儿，你这是上哪儿吃好吃的去了？怎么还带了个孩子回来？莫不是你跟别人生的野种吧？我哪能跟老跟嫂子比呀？那么小就住在老跟哥家里。你，王小夏，你这个丑八怪，虐待家里几个孩子不过瘾，还弄个回来，你个天杀狠心的，就不怕老天报应吗？原身屋子里之前倒是藏了些好东西，可这几个月全被他送给了那个小白脸。现在屋子里除了一床好的棉被，已经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可谓是家徒四壁，穷得叮当响。此时一个屋子里的几个孩子瑟瑟发抖，他们知道今天后娘没把2姐和3哥卖出去，肯定还会使坏。把粟米拿出来，在手里掂量了一番，估摸着也就5、6斤。原本家里6个孩子，如今变身成了7个，这点粮食不把人饿死才怪呢。唉，不管了，吃饱了才有力气想赚钱的法子。会烧火吗？他问了一声。王图图摇了摇头。娘，我不会，我可以学。叮！恭喜小主获得初级地图。声音过后，王小夏脑海里就出现了一幅地图。地图上标识了许多药草的名字，这些药草他认识。药材识别是以前的必学课程之一，这是不想让他饿死在这个鬼地方刻意给的金手指吗？而正当他筹划未来的时候，突然一阵吵闹声从外面传来，随后就见小团子害怕地钻到他身后。孙王氏，你这个不要脸的，居然敢卖我们孙家的孩子，你给我滚出来！他还带了个野种回来呢，看那野种长得跟他还有几分相似。看吧，我没骗你们。族长，这不干不净的人就该沉了塘。九州家的二娃，你说你后娘把你们卖了，这可是真的？李正爷爷，我们不敢说谎。九州家3娃，二娃说的可是真的？后娘说没银子买米了，就把我和2姐给卖了。
那孙老根的媳妇儿就开始在那儿落井下石。九州家的，平时你对这些孩子不好就算了，没想到还给九州戴绿帽子。你这样的女人就该死！哼，真是丢了我们村子的脸。他指了指在王小夏怀里的图图。图图一听这些人要弄死刚认的娘，跑到跟前，伸开双手将娘护在身后。王小夏惊讶小团子的举动，这才刚刚捡到的儿子居然就会护着他了。九州战死沙场，王小夏被九州娘撵了出来，结果作天作地，对孩子也不好。王氏怕九州媳妇儿到时候把那些良田也给败了，用九州得给他们养老的名义，把10亩良田要回去了8亩，就剩了2亩给九州媳妇儿。不过他知道王氏经常偷偷地接近那几个孩子，只不过九州还有3个弟弟，吃饭的嘴不少，也不可能一直接近。他看了九州媳妇儿一眼，卖孩子的事情终究很难相信，一脸期待地等着九州媳妇儿的答案。捡的？你骗谁呢？哎，你们看看，这孩子是不是跟他长得像？老根嫂子，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天生童养媳潜质。再说我今年也就18岁，这娃8岁，你看过哪个姑娘10岁能生孩子的？李正说，你应该知道我的年纪，当初嫁过来上族谱的时候，上面可是写的清清楚楚。没错，他今年刚刚满18，这孩子不可能是他生的。那他卖孩子的事情该怎么说呀？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卖孩子啊？孙老根媳妇儿给孙金香使了个眼色。老二虽然痛恨这后娘，但也不喜欢这爱嚼舌根的老根婶子。可老三是个憨憨，他记得二姐说过的话，便是在旁说道：后娘把我卖50文，卖二姐30文。你们可看到我收钱了？没有。那是你们聪明跑了，若是不跑呀，肯定被这黑心的后娘给卖了。孙老根媳妇儿见孙金香不开口，心里那是干着急。王小夏听完忍不住乐了。你这黑心肝的女人，笑什么？孙老根媳妇儿被这笑容弄得身上发毛。嘿呀，我笑老根嫂子似乎很想看到我把他们给卖了。我不过是吓唬吓唬他们，真要卖了，还能让他们听到讨价还价的声音。我又不是3岁孩子，做事如此不小心。王小夏说的那叫一个理直气壮，因为这事儿是原身做的，又不是他做的，他也没有必要承认什么。李正说，从我家的老孙家，这几个孩子就从未把我当作娘看待。第一天进门，在我被子里放了死老鼠、死虫子，对我没有半点尊敬。说是换做其他人，恐怕早被这些孩子们给整死了。我看到有人牙子路过，不过是想吓唬吓唬他们，没想到有些人呢，还真想我把这2个孩子给卖了。你就是想卖了我们，别不承认！孙老根媳妇儿见状，又得意地扯了扯嘴角，期待着这一出好戏的开场。既然你们都觉得我恶毒，那我就恶毒一回。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想必也不想看到九郎的孩子饿死在我这个恶毒后娘的手里。不如大家把这些孩子们领回家，要怎么教怎么伺候，我不会过问半句。李正叔啊，你也知道我们一家老小10来口，家里的孩子都快养不活，哪儿还有余粮养他们？可不是嘛，那么多嘴吃饭呢。可若是连王小夏都离开，这几个孩子根本就活不下来。原本还想看热闹的村民们，听到青毛家2个媳妇儿都这么说，就都闭上了嘴了。
孙老跟媳妇儿生怕吃亏，也不敢再吭声。不管如何，你都是九州过了门的媳妇，孩子们还得靠你。都散了吧，九州家2娃，你跟3娃跟李正爷爷回家一趟。九州媳妇，你也改变一下对孩子们的态度，谁若是把孩子给养死了，你也会落个不好的名声。王小夏摸摸小团子的脑袋，就冲着刚才这小子知道护着他，他就觉得把这孩子带回来是对的。别怕，娘以后护着你。他摸摸他胖嘟嘟的小脸，谢谢娘。此时，原本躲在旁边屋子里的另外3个孩子出来了，其中一个男娃手上抱着个小娃，小娃早就饿了，如今闻到米香味儿，哇哇大哭起来。王小夏回头看了一眼，记忆里的信息告诉他，这是双胞胎的老4孙金石，老5孙金开。老5手里抱着的是最小的老6孙金玉。想吃饭以后就好好干活，否则别想从我这里讨到一口吃的。哎，有没有野菜？有野菜分你们吃一口，说是没有就滚出去。有的。老5一听能吃一口，转身跑回了屋子，将破旧的背篓抱了过来。先喂老6，我们的还得等会儿。后娘，二姐和3哥能吃吗？老4有些害怕地问道。王小夏一个满含冷意的眼神扫过去，3个孩子身子一抖。后娘怎么这么可怕了？哼，找那么多外人来围攻我，还想吃我的东西，做梦！老4和老5听完不敢吭声，他叹了口气，放下碗，将锅里剩下的野菜粥分给了他们3个孩子。老4和老5看到这举动，满脸的不可思议。以前若是这个情况，后娘会把粥吃完，锅洗干净，连舔锅的机会都不会给他们。这么看来，后娘说的可能是真的，不是真要卖二姐和3哥，只是之前他们对她太不敬，给点教训罢了。你们在家待着，我出去找些吃的回来。娘，我跟你一起去。王小夏想着，小团子毕竟是个外来的，一会儿老2和老3回来，保不定还被欺负，那就带上好了。他们刚走没多久，老2和老3就回来了。老2手里拿着李正爷爷给的小半袋子的粟米，看着老4和老5都在厨房，他拿着袋子高兴地冲了进来。老4、老5，烧火做饭。老4和老5站在原地没有动弹，老3早就饿得腿脚发软，冲进去就要烧火，发现炉子里的火还燃着，锅和碗都没洗，他好奇地问道：老4、老5，你们这是吃过了？后娘给煮了吃的，说二姐和3哥不听话，不让给你们留。老2满脸吃惊，那个坏女人舍得给你们煮吃的？老3也愣在那儿。二姐，是不是我们真的搞错了？哼，老2才不会相信自己弄错了，拿着米袋子进去洗米煮粥，吃饱了再说。另一边，王小夏按照原主脑子里的记忆，拉着图图往上走。他们住在小山坡的半腰，这个村子都住在小土坡的这一边。翻过小土坡，后面就是大山，附近好几座大山。正对面的这一座是村子里经常去的，旁边那一座没几个人敢进去，听说里面有不少野兽，即便是村子里的猎户进山都要非常的小心。你可会爬树？爬得不高。没事，会爬就行。不行我帮你。王小夏找到棵大树，帮着小小团子爬上了树杈。娘，你们别走远了，我害怕。好啦，不怕，做娘的儿子必须勇敢。
在这等着就行。风很大，越是站在高处越会觉得冷。王小夏站在树下都能听到小小团子牙齿打架的咯咯声。走了没多久，他就闻到了兔子的味道。他找到兔子窝，在附近找到了一些药草，还发现了一个山洞，里面放着一些柴火，估计是平时猎户来的时候剩下的。做好之后点火，再将药草放在火堆上，他用手捏着鼻子，看着烟雾飘起来。今天运气不错，风是往兔子窝的方向吹的。等了差不多一盏茶的功夫，兔子窝有了动静了。2只灰色的大兔子摇摇晃晃地跑出来，窝里跑出来了一只白兔子。兔子窝没动静，他上前扒开草丛看了看，兔子窝里躺着3只小兔子，想着不带走也会成为别人的菜。他把这3只小兔子还有3只大兔子都用藤条绑起来带走。回到那棵树下的时候，他看到抱着树干快要冻僵的小小团子，放下兔子，他喊了一声：图图，跳下来，娘接住你。他知道自己胖，怕一会儿砸伤了娘，小心翼翼地往下挪。哎，想不到这小子还是一个小暖男呢。还能走吗？王小夏想着要不要找地方生火。娘，我没事，快回去吧。刚才我好像听到狼嚎声了。一手提着兔子，一手拉着小团子，赶紧往林子外面跑。对，是跑。一阵雷鸣之后，天上下起了小雨。王小夏他们回到家的时候，衣服都湿了。王小夏还好，屋子里有几身衣服可以换，图图只能裸奔。王小夏把他扒了个精光，塞到被子里。躺好，等着，娘给你弄些姜茶过来驱寒。他说完，从背篓里拿出2块野姜，拎着兔子去了厨房。老二带着几个孩子在忙着把柴挪到不漏雨的地方，听到声响，看向门口，看到恶毒后娘手里拎着3只大兔子进来，全都愣在那里，开始咽口水。老4老5，把这兔子收拾干净了。哼，不许去！昨晚二姐说了，这个恶毒后娘不会放过他们，迟早把他们都给卖了，可千万不要被她表面的示好给骗了。想到二姐的话，老4老5刚刚迈出去的脚又乖乖地缩了回去。终归恶人需要恶人磨，这2个小反派那么小都不是省油的灯，不给他们吃些苦头是不会低头的。这些柴火都是我们捡回来的，你若是要用，拿你的兔子来换。对了，这老5以后可是个大奸商，为了老3那个大奸臣上位，出了不少钱搞关系。不过让他想不到的是，老3小时候居然还挺老实，那可是玄武国最大的奸臣，实在是让人意想不到呀。至于这凶神恶煞的老2，长大后那是武艺高强，先是去做了女土匪，后来因为老3的关系成了玄武国的女将军，手握重兵，也成了个大反派。几兄弟里面最老实的其实是老4，还有老大，一个很护犊子的哥哥，也是个有名的书呆子。因为老2和老3树敌太多，最后被老2的敌人剜心挖肺，剁成肉酱喂了狗了。真正便宜的是女主，当今丞相的女儿罗兰西。把猎物找地方放下，他转身走到几个小崽子住的那间屋子的门口，脚步还没站稳，就听里面传来哭声。屋子里小六不安地翻滚着，扯着嗓子哇哇大哭，没一会儿就声音沙哑，像是喘不过气一样。二姐，小六快不行了，怎么办啊？快去把明灯爷爷请来，快去呀！没钱，他能来吗？老3打开房门，
看到恶毒后娘出现在门口，慌张的后退了几步，跌坐在地上。求求你，救小六吧！不，老四，别求他，他才不会帮我们。没钱，张婶是不会让明都爷爷来的。没一会儿，一颗小枣核从嘴里吐了出来。小六吐出了枣核，大哭了一声，一张发紫的小脸渐渐地缓和了下来。王小夏见状，又给小六做了一会儿按摩，看着小脸的脸色恢复过来，才把小六给放下来。枣核，这是枣核，小六怎么把这个吃了？这个恶毒后娘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厉害了？这东西不能吃，吃下去吐不出来就会要命的。现在没事了。哦，你们来2个人帮我做事，就算是救小六的报酬。王小夏说完起身离开。老四和老五对视一眼，站起来跟着王小夏出去。可那个恶毒的后娘为何会出手救小六？肯定是想把小六养大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而且或许他真的改过自新了，是他救活了小六。别忘了，他今天还想把我们卖掉。他救小六不过是想要把小六稍微养好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真的吗？老三一听慌了，今天若不是二姐发现的快，他们可能就被人牙子弄到那辆马车上去了。厨房里，2只大兔子砍成大块扔到大铁锅里，剩下的1只用藤条绑起来挂在灶台上。想到就剩了些粟米，这些半大的孩子根本就吃不饱。把这兔子拿去李正叔家里换些粮食回来。平日李正爷爷接济了我们不少粮食，若是把这只兔子拿过去，他那媳妇儿肯定以为是为了感谢他们送的。他仔细地在记忆中寻找，最后想到了村头的孙二虎家。孙二虎的爹孙清江跟孙九州的爹孙清毛是堂兄弟，排行老2，他还得跟着叫一声二叔。二叔的大儿子孙大虎在附近的长平县做衙役，孙二虎也算是个猎户，经常打些猎物拿到镇子上去卖，家里条件算是村子里比较好的。拿去孙二虎家，你们2个一起去，再问他们家借1碗盐回来。老四老五点点头。站住，有他们去就行了，你给我留下来整理厨房。王小夏随便找了个借口把老2留了下来，若是让老2去，肯定会把换来的米留下一部分，他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坑的。记住我说的话，从今天开始不干活没饭吃，饿死我也不会管。村里有牛车拉人去镇上，1个人2个铜板。原身虽然穷，几个铜板还是有的，让明天早上出发的时候叫他一声。王小夏从三屯叔家走出来没多久，感觉到身后有人跟着，他故意放慢了脚步。突然，一双大手从后面抱住了王小夏，那人恶心巴拉地说道：“哎呀，小夏，几天不见，是不是很想我呀？”王小夏一把拽住男人的手，用力往前一摔，摔得男人哇哇大叫。小夏，你这个……小夏，你别生气，我这2天是去镇上见几位同僚去了，等明年我考取功名，才好回来娶你啊。你答应给我筹5两银子的，现在如何了？我去，这人脸真大，原身真是个十足的蠢货。王小夏扶额看着天，仔细想想小说里的情节。小说里这张得意考了几次都名落孙山，后来自暴自弃，成了个骗吃骗喝吃软饭的家伙。村子里好几个搭子，原身就是其中的一个。最可恶的是，这畜生在原身这里骗了不少银子就算了，在孙九州回来的时候被抓到，还倒打一耙，说是原身勾引的他。那一晚之后，原身就开始疯疯癫癫，孙九州这才没有杀了他，
将他扔在村子里自生自灭，自己带着几个孩子离去。抬手一掌打下去，狠狠地把人收拾了一顿。看到人晕过去，他在身上搜了一番，居然找到了半两银子。哼，苍蝇小也是肉啊，更何况他现在身无分文。王小夏刚刚爬上牛车，就见老二钻了上来。三屯叔看是九州家的二娃，没说什么。可王小夏知道老头一大早赶车不容易，从身上拿出了2个铜板。哦，一个就行了。三屯叔知道九州家是什么样，不肯收那么多。老二上车之后，就一直盯着恶毒后娘的包袱。这包袱里面肯定有银子，这些银子都是爹留给他们的，绝对不能被恶毒后娘给卷走了。九州家二娃，你还敢跟着某人去镇上，就不怕被他给卖了吗？可不是嘛，毕竟不是亲生的，还那么多个，不养不也正常嘛？自己的孩子自己疼，别人的孩子……唉，越是这种犄角旮旯的地方，嚼舌根的越多。反正原身名声本来就不好，他做透明人更加合适。既然来了，就老老实实干活，不然一会儿你自己走回去。下车。都下车吧，中午的时候我会在这里等着，半个小时不见人，牛车就回去了。奇怪，怎么那么轻？里面难道不是放了衣服和银钱？别把东西给搞坏了，卖不了钱，我就把你卖了。王小夏扔下一句话，就走在了前面。再找不到能赚钱的门道，这个冬天就得被饿死。他若是没记错的话，今年应该是10年来最冷的一个寒冬。不仅如此，最近战事四起，他不知道会不会因为他的到来，局势发生变化。总之，现在第一任务就是挣钱，挣钱，多挣钱。你去问问药铺在什么地方。药铺？恶毒后娘不会是得了什么绝症，才会突然给他们吃饭，转变了对他们的态度吧？去不去？不去就滚蛋。若是连这个后娘都没了，他们的日子会更不好过。镇上有2间药铺，2间药铺就在一条街，相隔几个铺面。较大的宏远药铺门口站着的小二非常热情，小点的和康药铺门口连个小二都没有。去小的，大的你也没钱看呢。老二生怕恶毒后娘把爹留下的钱给花光了，在旁说了一句。王小夏没理会，又观察了一会儿，他背着背篓进了那间小点的药铺。药铺的掌柜的看到有客人，马上迎了上来。2位是要来抓止血药还是抓伤寒药的？若是止血药，我们店铺已经没有了。啊，您是这里的掌柜的吧？我挖了些药材，您看看收不收？他说着话，抬头看向这掌柜的。这位娘子在下姓胡，正是这家药铺的掌柜，可否让在下看看您挖的药材？夫人，您真打算卖给我们药铺吗？我不知道这些药材的价格，您说说看，若是价钱合适，就卖给您。您放心，在下给的跟隔壁价格是一样的。这些金疮药一起110文，这些伤寒药50文。为何这金疮药比伤寒药贵那么多？实不相瞒，最近边关不是很平静，药店里的那些金疮药全部都给军营的收走了，这价钱呢，比1个月之前可是要高出了好几成，估摸着过段时间还会再贵些。行，等下次挖到药材再给您送来。这是决定卖给在下了？对，卖给您，只要您做到价格公道，以后我挖到药都会卖给您。胡掌柜，我们卢掌柜说了，只要你把铺面卖给他，肯定给你最好的价格，若是不然，你收不到药材也照样得关门。这没底线的竞争，虽然哪个朝代都有，可偏偏遇到王小夏这种护犊子的，今天他要倒霉了。胡掌柜，
你这里怎么还有狗来着？你这个不长眼睛的村妇，我可是鸿运药铺的人，你……王小夏一个耳光抽在小二的脸上，小二被吓得连滚带爬的跑出了和康药铺。能结账了吗？当然。王小夏接过银钱，看着胡掌柜慌慌张张的模样，语气依旧平静的说道：“胡掌柜害怕他们吗？”若是怕，我早就妥协了。我不怕，就怕夫人惹上麻烦。他们的做事风格有些不堪入目，您还是带着孩子早些离开的好。老二做梦都没想过，恶毒后娘居然认识草药，还把草药卖了钱，一会儿还得买些米面回家。可就是这个丑八怪，他不仅卖药材给姓胡的，还动手打老子。人群中，一个穿着花布衣服的小姑娘从人群里钻进来，直冲冲地撞到王小夏的怀里，吓得大叫了一声，晕倒在地上。小姐，你这是怎么了？抬头想要骂上几句，看到那张脸的时候，也忍不住咽了咽口水，抱着孩子打算离开，手臂却被人突然拽住。别动他，他得缓口气，喘不上来，容易窒息。人群里，原本看热闹的卢有钱走了出来。他不仅是鸿运药铺在桑木镇上的掌柜，也是一名大夫。他接到上面的命令，要把和康药铺从这里在镇上排挤掉。已经3个月了，经过他多方面的打压，哪知那不识抬举的家伙居然还能坚持把店开下去。如今这丑八怪敢给和康药铺提供药材，就算今天被冤枉死，那也是命贱活该。看着那小姑娘脸色越发难看，他迈开大步走了过去。你这丑恶妇人什么都不懂，也敢在这儿危言耸听，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哎，这位公子，在下是鸿运药铺的卢有钱，若是不嫌弃，在下可以帮这小姑娘看看。王小夏回过神，伸手拿住了小姑娘的脉。滚！你是个什么玩意儿？我们卢掌柜在这儿，还不快滚开！哎，你这是不吓死这个小姑娘不甘心吗？仗势欺人的小二上前要推开王小夏，却被从后面钻出来的小身影用脑袋撞倒在地上。王小夏有些惊讶，老二会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这毒能克制？能克制？张导听到王小夏的话，看着他的眼神突然绽放出光彩。若是您可以克制我们家小姐身上的毒，我愿意出500两。恶毒后娘怎么可能会治病呢？王小夏认真的想了想，最后摇了摇头。暂时没办法。你长得这么丑，赶紧滚回去！没看到旁边的孩子都被你吓坏了吗？也不知道谁家男人瞎了眼，连这么丑的女人都看得上。王小夏没理会卢有钱，背上背篓，拉着满脸焦急的老二往前走。小集市里有个小屠宰场，收吗？收。妹子，这2只兔子挺肥，给100文可以吗？好。钱收好了，外面乱着呢。你们是不是要去买粮食？我带你们去，免得吃亏。张姐说完，走在了前面。王小夏不知道这妇人为何要帮自己，不过有个人带路终归是好些。张姐对集市很熟悉，带着他们直接来到一家米铺，终究还是给了张姐面子，上前招呼了他们。你为什么要帮我？看到你像看到我家妹子，下次需要什么来找我就是。我走了。经过鸿运药铺的时候，一阵打骂声传来，一个男人被轰了出来。男人背上还背着个孩子。大哥，你怎么了，大哥？老二冲过去，把手中的米袋子一扔，随后大哭的抱住被大虎叔背上的人。孙大虎听到哭声，回过头看清楚是九州家二娃，这才把背上的九州大娃给放了下来。小心点，别碰到你哥的伤口，他伤得很重。
他见二娃用力的去摇晃大娃，有些担心，这个是那男人的大儿子？现在家里的情况已经够难了，如果老大再受重伤，那岂不是……带回去吧，我已经尽力了。好。他没有赶着去马车，而是抱着他进了不远处的和康药铺。孙大虎愣了一下，九州媳妇儿自从被大伯家赶出来之后，性格大变，对谁都是骂骂咧咧的，怎么突然间变成了这样了？他们欺人太甚，掌柜的，要不我们去衙门告他们吧？关子2个口，哪这么容易呀？唉，胡掌柜，借您个地方，还得借点药，等下次来，我再用药材抵偿可行？好说好说，救人要紧。谢谢胡掌柜，您算一下多少银子，过几天我会拿药过来抵。啊，胡掌柜，今儿看到那个病情奇怪的小姑娘了吗？看到了，孙娘子能治？治不了，但是找齐了药可以克制住那病情。说是那个人来找你，你就照我说的这个话告诉他们，他们愿意等，那就3天后来这里。说是他们的人没来，那就算了。好，我记下了。老二擦了把眼泪，抱着米袋子追上去，几人脚步很快回到了镇子上。三团叔，该走了吧？是啊，都快过午了，我回家还有好些事情要做呢。二娃，这是怎么了？哎呦喂，这大娃咋伤得这么重啊？哎，大家先出来，让九州媳妇儿和孩子先上吧。凭什么呀？我们又不是没给银钱。就是，难不成他还能多给你一些啊？是给钱还是给什么呢？哼，我可听说九州媳妇儿在外面有人了。我呸！你们这些家里没孩子呢？九州老大都伤成这样了，照顾点怎么了？王小夏在看地图里显示的那些药材，全都是低等药材，也不知道这金手指会不会升级。若是能找到人参灵芝，发家致富可就容易多了。不过即便是地图上不显示，估计深山里也有这些东西，只是危险跟财富相伴。这具身体现在要对付一些猛兽还不太行。王小夏把人放下之后，开始给他检查伤口。伤得最重的那里又开始渗血了，不缝针恐怕不行了。不过他手上的药不够，还得去找些药回来。大哥怎么样了？不会死对不对？你个不检点的婆娘，九州就这几个孩子，金衣，你睁开眼睛看看奶奶呀！是啊，你怎么能这样？他还是个孩子，可怜的金衣呀，你真是黑了心肝呐！孙八州媳妇儿马氏指着王小夏的鼻子一顿骂。王小夏发现唯独后面那个妇人什么也没说，只是满脸难过的站在那儿。平时怎么没见你们多心疼你们这些侄子侄女，现在出事了就来数落我，又不是我把他打成这样的。给买药治伤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们既然那么心疼这个侄儿，每人拿2两银子给他看病，或者把他接回老宅养着也行。你钻到钱眼里了吧？我可没有2两银子。大哥不是被后娘打的，我们去镇上的时候，大虎叔背着大哥去药铺，被人给赶了出来，是后娘背着大哥另外找了家药铺，给大哥上药带了回来。要么给银子，要么人领走，要么该回哪儿回哪儿去。图图、老二、老三背着背篓跟我出去，老四、老五看着老大，别让他乱动，免得伤口流血更多。看清楚再挖。老二知道我还欠了镇上药铺的银钱，你们认真一些。娘，是不是之前您拿回去那些都能卖钱？对。娘放心，那些我都记下了，一会儿看到我都挖。跟着图图挖吧，我还得去另外一个地方。娘，那儿有狼。放心，娘会小心点。你们也小心一些，天黑之前，若是我没有回来，你们就直接回家去。背着背篓，转身往那边那座山去了。二姐，
你真相信他能救大哥？他求那掌柜给大哥止血药，现在只有相信他了。为了大哥，我们动作快些。这一片林子很奇怪，其他地方的叶子很多变黄变枯，而这一片林子叶子大多都是绿的。进入林子之后，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还有鸟叫声。这么冷的天，外面的鸟早就躲了起来。这地方泥土显然比其他地方要湿润，不然不会还有那么多绿叶子。他进入一片灌木丛，有条小溪映入眼帘。他往溪边走了走，翻开灌木细碎的枝叶，果真发现了一窝灵芝。再将其中的3朵稍微大点的灵芝摘下，放到篓子里。剩下几朵太小，他用叶子盖上，等过些日子再进来摘。当他要起身的时候，一个奇怪的味道涌入鼻息。突然，草木响动，一道白影从灌木丛中跃出。一头白狼张开血盆大嘴，绿油油的一双眼睛充满敌意地瞪着突然出现的人类。王小夏反应迅速地爬上旁边的一棵大树。大白狼见他要爬上去，使劲撞击大树。看到白狼气急败坏的样子，他决定拼一拼。于是他从树上跃下，锄头直接朝白狼脑袋上招呼过去。白狼被砸得在地上打了个滚儿，爬起来后又朝王小夏猛扑过去。白狼见几次攻击落空，变得异常的愤怒，攻击速度更快了。白狼猛然抓起爪子，在他手臂上狠狠地来了一爪子。王小夏痛呼了一声，随手捡起溪边的小石头，用力砸在白狼的左眼上。王小夏不敢耽搁，发狂动物会更加的危险，连忙找准时机，命中白狼右眼。白狼双目尽毁，疼得在地上打滚。王小夏趁他不备，将小锄头用力扎进动脉。白狼一声哀鸣，巨大的身体晃悠了几下，倒在了小溪边。王小夏满心疲惫地跌坐在地上，手臂一动，伤口撕扯，疼得厉害。这林子有些蹊跷，血腥味太重，肯定会引来别的野兽。等王小夏出了林子，才发现天开始慢慢黑了。他一天没有吃东西，刚才一阵搏斗已经精疲力尽，好不容易拖着白狼走到山边上，实在是走不动了。他坐在地上喘着大气，心里想着，若是老二能来就好了，那丫头力气大，肯定能把这玩意儿给弄回去。可这里那么危险，那个小丫头怎么会来冒险呢？图图回家没看到娘，把背篓一扔，赶紧跑了出去。老二知道这小子是要去山的那边。二姐，他去哪儿啊？你先去做饭，我去看看。二姐小心。老三说完，拿着几个背篓进了恶毒后娘的房间。房间里只剩下老五，奶奶和婶子们也都不见了。三哥，你们回来了，大哥还没有醒，大哥哥都好烫，开始说胡话了，怎么办啊？奶奶他们没说什么吗？你们走没多久，二婶和四婶生怕吃亏，马上就跑了。奶奶留下1两银子，三婶留下半两银子也走了。外面天已经黑了，风越来越大，天也越来越冷。山脚下，王小夏脑子有些犯晕，眼看身体要倒在地上。娘，你在哪儿？娘！老二想不到这胖小子跑得还真快，手里拿着火把跟上来之后也大喊起来：后娘，你在哪儿？在这儿，图图，老二。娘，你怎么了？娘，别哭，死不了。老二，火把给图图，你把这狼给拖回去，赶紧的，别让人看到了。狼？两人看到那头狼的时候，感觉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快啊，这里太冷，再不回去，我就真的回不去了。
图图和王小夏看到老二这力气，都惊讶地张大了嘴。不愧是天生的武将，真是力大如牛。娘，您别睡。娘，别杀我，娘。王小夏努力地睁开眼睛，看向背篓，说道：“把那三角叶子的药草摘2片，放我嘴里。饭做好了吗？好饿。”做了，早就做好了。我让老五端来。大概是这次搏斗对他损耗太大了，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好好的睡上一觉。回头他又看向图图，吩咐道：“若是我太困，就掐我一把。今晚必须给老大把伤口处理好。”娘，我都听您的。好了，不哭。男子汉不能老哭鼻子。王小夏摸摸白团子的小脸，图图重重的点点头，把眼泪擦了擦。老三见这胖小子那么听恶毒后娘的话，真怀疑是不是他的亲儿子。王小夏说着话，闻到饭菜的香味儿，再看端来的菜，就一个野菜，连油都没有。他太饿了，老三端了饭到手里，他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从阎王手里把老大的命给抢回来。以后老娘再也不要过这种日子。说是晚上我额头发烫，也给我灌1碗，熬过今晚，老大的命算回来了一半。速度快些，我得趁着清醒给老大缝针。老二拿来针线，他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到床边，吃力地给老大清理好最深的伤口。老大身体动了动，却没有抬起眼皮子，他没有停下来，一口气把伤口给缝合。王小夏满脸疲惫地退到一边，脚还没站稳便倒在了床上。快去看看，他晕过去了。图图着急地上前晃晃娘的另一只手，发现娘没有反应，他心急地掐了娘一把。王小夏努力睁开沉重的眼皮子，一张胖乎乎的小脸，满脸担心的表情映入眼帘。死不了，就是很困，让我睡会儿。有了这东西，明天去镇上就能换上些银子。娘，您这身体明儿哪能去镇上？必须要去，做人不能没有诚信。放心吧，我手上的伤没有什么大碍，昨天是吹了风太累了才会病了。王小夏拿匕首去了没住人的那间房子，熟练地将狼皮剥落，又找来柴刀将狼砍成一大块，扔到了藤篮里。等他和图图从房间出来的时候，王氏又带着孙明东来了。老嫂子，九州大娃的情况跟昨天差不多，真要治就送到县里面，不过得准备几10两银子，还不一定救得活。你这个恶毒婆娘，把银子拿出来给大娃看病。说是有，我们还会吃不饱饭，饿肚子。我打死你！这个泼辣的婆婆一直对原身就有偏见，你若是再敢动手，其他孩子你就一起领回去，我改嫁。他哪敢把这些孩子领回去啊？他拿上一块狼肉，将肉放到背篓，用叶子盖上，才走出家门。还没走到三团叔家里，他被人拽到了一棵大树后面。心肝啊，听说九州老大快没了，我这需要银子呢。你答应给的5两银子，你这个疯婆子，除了我，谁敢要你？谁不要我都轮不到你。谁不知道你跟村里刘寡妇有一腿？而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老二、老三、老五看到，三人气呼呼地看着后娘。二姐，先回去，别忘了大哥还躺在床上呢。听到他们的声音，扭头看了一眼，然后给了张秀才一脚，才往三屯叔家去了。不远处的大树后面，刘寡妇气得咬牙切齿，心里埋怨张秀才瞎了眼，怎么会看上九州媳妇儿那个丑八怪？九州媳妇儿，
大娃他如何了呀？伤得太重，一时半会儿醒不了，只能慢慢来。哎，那么晚了，你背着背篓去哪儿啊？这是昨儿进城买的狼肉，劳烦三屯叔明儿去镇上的时候叫我们一声，我拿些东西去卖了。哎，不，这些你拿回去给几个孩子吃，明儿我叫你就是了。三屯哪能收这肉呀？听明东说，九州大娃要救命得不少钱。王小夏见他们那么好心，把想好的一番说辞先跟梁老说了说。三屯叔，三屯婶儿，我就不瞒你们了，其实我懂得一些医术。我每天给家里干活，去山上砍柴挖野菜。有一天碰到个婆婆，那婆婆住在山里，见我可怜，就收了我做徒弟。我跟她学了好些年。三屯叔两口子半信半疑，三屯婶儿嘴快地问道：那为何之前你不说？若是你婆婆知道你有这本事，肯定不会把你给赶出来。话是说的没错，可我毕竟是续弦嫁过去的，九州又那样了，我就算再有本事又如何？成亲那天，那几个孩子折腾我，我撞在墙上晕过去，醒来之后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啊，还是前2天我被人牙子给打了，头撞在石头上，领回来那娃把我弄醒了，才算捡回了一条命，才想起了过去的很多事情。王小夏继续编，这些事情也得通过谁的嘴说出去。三屯叔两口子在村里人缘好，通过他们的嘴说出去，可比婆婆家里那些人说出去的好。九州媳妇儿，以后有啥事儿跟婶子说一声，婶子能帮的都会帮你。王小夏知道自己这个谎是撒对了，这钱拿着，明儿到镇上买些布回来，我给那几个孩子呀每人弄双鞋。行，听你的。娘，二姐知道错了，您就原谅她吧。娘原谅你们2个了，她嘴那么金贵，该上哪儿上哪儿去。我错了，以后不会再乱说话了。哦，去呀，娘都气坏了，你得有诚心。是啊，娘是真的生气了。昨儿娘还跟我说，让我以后教你们识字，等挣到钱送大哥去私塾。他真说让大哥去私塾啊？老二吃惊地瞪大眼睛。二姐，快去给娘道歉，为了大哥，快去。老四你居然不结巴了？结不结巴有什么关系？快让二姐道歉。娘虽然不像以前那么可恶，可她的脾气好像更急了，你还是赶紧去道歉吧。老二听完，那像落了秤砣的腿终于抬起来，他小跑着进了那边屋子。娘，对不起，我知错了，以后一定好好听您的话，带好弟弟妹妹们。这是真服气了，这可是未来的大反派呢。整理好药材，他开始吩咐明天大家需要做的事情。明天老二跟我去镇上，趁着天还不算太冷，我们得把冬天的粮食给囤出来，守着家里的粮食和狼肉，还有别让任何人靠近老大。若是奶奶他们再来呢？自己想想办法。老大的伤口还没有完全结痂，不能动，屋子里的火也不能断，太冷也不行。另外我们还得做件事，得在家里挖个地窖，这个冬天可能会很冷，我们的米被其他人看到，不被借光也可能被偷光。可惜啊，他这金手指不带空间，能带空间就好了。正想着，脑子里出现了一排字：10平方100两银子。什么？10平方100两银子？空间还会收钱不成？什么话你们都敢说？都是有孩子做娘的人，若是有人把这些闲言碎语
说到你们身上去，你们可还有脸活？三屯婶说完，那些妇人背着背篓跟了上来。王小夏等着三屯婶跟上，3个人一起去了和康药铺。老二，你把背篓里的皮子和兔子拿去卖给上次那位张婶子，卖了之后的银两全都用来买米买面，买好之后就去牛车上等着。三屯婶儿，麻烦您跟这孩子去一趟，我得跟胡掌柜把这些药材分分。王小夏把背篓里的药拿出来，让胡掌柜清点数量之后，又把田衣给支开，才将篓子里的灵芝给拿出来。胡掌柜，看看这个能给什么价？这些可以卖个120两，不知道孙娘子可否接受？王小夏看着胡掌柜一脸真诚，便是点头答应下来。您决定卖我了？卖给胡掌柜了，其他药材抵算那天在这里拿的药钱。胡某在这里多谢孙娘子的信任，以后若是有用得上胡某的地方，你尽管开口。胡掌柜客气，拿了银两我还得去买些农具，还想麻烦田小哥帮忙给我拿到牛车上。嘿嘿，好，您稍等，我给您拿银子去。王小夏跟田一出去没一会儿，他一拍脑门才想起来忘了另一件事，他转身想要追出去，却被不速之客给拦住去路。多谢田小哥走一趟。说完，他给了田一3个铜板。他摸到银袋子的时候，发现银袋子轻了许多。他把手伸进银袋子，发现里面剩下不到10两银子。他脑子里突然出现一段文字：恭喜小主10平方空间开启。我去，这是被系统给强制了。他突然想起还有事情没问胡掌柜，便是往和康药房走去。和康药铺这边一片混乱，药铺被砸烂，桌椅板凳被掀翻，胡掌柜额头冒着血，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田一被打得爬不起来。你们欺人太甚，逼得我急了，我就去报官。等你走出去再说，今儿不管你们掌柜的是死是活，他都得把这地方卖给老子。来人，关门。是。转身打算去关门的时候，门外停下一辆马车，马车旁边跟着2个带着佩剑的下人，里面走下来一个身穿着青色大褂的男子。哎呦，张爷，您怎么来了？光天化日之下，卢掌柜是不是做的有些过了？虽然不知道张道的来头，可他不是瞎子，多少能看出这人就算不是达官贵人，也是有钱人家的管事。难怪胡运这狗东西一直咬着不肯搬走，原来早就找到了靠山，这下他是闯祸了。哎呦，误会，只是个误会，还不把胡掌柜给扶起身来？没等他的狗腿子靠近，一个身影从外面窜了进来。王小夏来了，他直接上前踹开那个狗腿子。他冷冷扫了卢有钱一眼：你3番4次想要撵走胡掌柜，用的手段极其肮脏，实在让人唾弃。这妇人是谁啊？难道也是胡掌柜的靠山？来人，将这狗东西送去县里府衙。张道喝了一声，门口进来2个下人，上前就将卢有钱给拿下。哎呀，张爷，小的不知道胡掌柜是您的人呐，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这些日子胡掌柜的损失，小的双倍奉还。先带出去，等胡掌柜醒来再处置。是。屋子里，张道将胡掌柜扶着坐在椅子上。多谢孙娘子，多谢张爷了。外面那人说给你双倍的赔偿，你可愿意？愿意，自然愿意，劳烦张爷了。在下想请孙娘子给我们家小姐仔细瞧瞧。行。孙娘子真是个痛快之人，上次多有得罪，张道在这给您赔礼了。张爷客气了，走吧，我在这里的时间不多。胡掌柜，
劳烦您也跟着走一趟。马车很快来到一座红砖小院，张道客气地将两人请进去。内院里站了不少下人，看到张道带着人回来，都恭敬地行礼，站在两旁。王小夏他们被带进了中间那个屋子，他身体里的毒提前发作了。孙娘子真是神人，小姐的病不知道为何提前发作了。这毒不知被什么刺激，竟有爆发之势，说再不克制，恐怕这小丫头会命不久矣。你们是否给她换药了？孙娘子怎会知道？上次见的时候我给她把过脉，她虽然中毒，但脉象没有现在这么乱，而这一次不仅脉象乱了，呼吸也不如之前平顺，有人想要她的命。张爷，你可得小心了。这些人怎么连个孩子都不肯放过？王小夏叹了口气，原本还想着让胡掌柜跟着来学一下针法，现在看来恐怕是行不通了。孙小姐，可有办法救我们家小姐？张道紧张地看着孙娘子，心里祈祷她一定要是小姐的贵人，小姐若是活不了，她没脸回去见主子。我没有把握解毒，但可以稳住病情，拖延她1-2年的寿命，解药可再研究看看。张道一听，单膝跪在了地上，还请孙娘子尽力，无论结果如何，张某绝不追究。王小夏点点头，扒开小姑娘的衣服，拿出银针，在小姑娘身上下针。她的针法行云流水，速度很快，即便是胡掌柜行医多年，也看不出这是什么针法。半盏茶的功夫，就见她额头冒出汗水，这每一针都关系到小姑娘的生死。越到后面，她下针的速度就越慢。这时，小姑娘吐出了一口黑血。好累啊！府上可有参片？给我泡杯参茶喝喝。卓海，用最好的参片给孙娘子泡杯茶过来。没一会儿功夫，给王小夏倒上一杯参茶，送到面前。王小夏连连喝了好几口，果然是好参。现在她舒服多了。小姑娘咳出黑血后，渐渐苏醒过来。张伯，我没事，看看我不是没死吗？小姐，是张伯没本事啊。我给他开道方子，他这身子不能再被人动手脚了。3日之后我会再来。时间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多谢孙娘子，这是一点心意，还请您笑纳。说着话，他从身上拿出了500两银票，送到他的手里。500两，看来他是个守信之人。以后还望您照顾点胡掌柜的生意，他是个老实人。孙娘子放心，在下也觉得胡掌柜这人不错。胡韵也觉得自己肯定是祖坟上冒了青烟，不然怎会在最潦倒的时候碰上2位贵人。张道将他们送出院子门口，还跟着他们上马车去和康药铺取药。下马车的时候，王小夏故意放慢脚步，对张道低声提了一句：人活着，有些人是不会死心的。张道没想到这妇人如此聪明，竟然猜到了他想要做的事情。王小夏没等张道说话，快步走了进去。你总算回来了，我们得赶紧走，不然那些长舌妇又得说道了。好，回去吧，我买的东西已经让田小哥送到牛车上。胡掌柜，有劳你们了。他点了点头，却没有跟张道再打招呼。说完之后，他就拉着老二转身出了药铺的大门。张道坐在那儿喝着田姨送上来的茶，心里琢磨着小主子的事情。突然脑海里闪过一道影子，他有了个大胆的想法。今儿你奶奶可来了？奶奶没来，3婶和4婶来了，他们说大哥没救了，还想把奶奶给的钱要回去。幸好图图哥机灵，
抱着小六去旁边叫了人过来把他们给轰走了。哼，哪都有这种不要脸的极品。屋子里，老大还静静地躺着，给老大把了把脉，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只能就先这么养着。娘，大哥什么时候会醒啊？说不好，半个月能醒就不错了。他的身子弱，这样养着也没什么不好。碗筷收下去之后，王小夏见时间还早，决定去那片林子看看。他虽然身上还有张500两的银票，可现在不适合漏财。你们若是要去，还像那天一样。王小夏不想他们跟着。娘，那里有狼，您还是别去了。王小夏摸摸小团子的脸，再看其他几个孩子，也是一脸担心的模样。娘今天看了个病人，那病人情况很糟糕。还有，你们大哥也需要一些特殊药材，那些药材药铺没有，娘得走一趟。老四和老五对视一眼，老四站出来，结结巴巴地说道：“我也去。”不行，家里还有肉呢。若是你们二婶和四婶再来，发现那些肉该怎么办？王小夏立马回绝2个孩子，说是出什么事儿，小六还那么小，必须有人单独看着，得有一个人能去报信。二婶和四婶又来了，2人如临大敌地关上门。老四老五啊，快把你奶奶给的银子给我们，不然一会儿可要吃苦头了。老四被四婶盯得打了个冷战，轻轻推了推老五。二婶四婶，这是奶奶给大哥救命的银子，我大哥还活得好好的，你们不能把这些银子给抢走。马氏吓了一跳，回过神，赶忙伸手去捂住老五的嘴。哎呦喂，好你个野种啊，你居然敢咬我，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这一耳光落在了老四脸上，一个耳光直接把老四掀翻在地上，老四嘴角还渗出了血。老四有些害怕，正当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的时候，听到脚步声传来，他干脆躺在地上装死。阮氏看到这九州四娃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吓得他脸色发白，往后退了几步，连连说道：“这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阮氏吓得转身要跑，马氏也有些害怕。结果2人转身的时候，就见九州五娃拉着自家婆婆站在了院子门口。四哥，你怎么了？大哥还没好呢，四哥，你不要吓我。好你个马氏、阮氏，你们这2个不要脸的，那些是老婆子我给大孙子的救命钱，你们来讨要就算了，居然还动手打人，看我今儿个不打死你们！娘，是他先咬我的，娘！马氏还想反咬一口，发现婆婆根本不听，躲开挨打，往院子门口跑。阮氏更是郁闷，好处没讨到，如今却是讨了一顿打，她捂着脸也赶紧开溜。王氏赶走2个儿媳妇儿，回头看看地上的九州四娃。老四看2个婶子被打跑了，睁开了眼睛，眼见奶奶红了眼眶，他也知道奶奶是真心想让他们兄弟过上好日子。奶奶，偷偷告诉你，后娘说大哥能好。王氏很想说，那个克死大儿子的扫把星说的话哪里能信呢？话到嘴边，终究没说出来。他把老四扶起来，跟他们一起进了屋子。屋子里，老大躺在床上。王氏走到床边，看看九州大娃，发现大娃的脸色似乎比昨儿看上去好了一些。你们给我说实话，老大这病是谁给治的？是。老五吞吞吐吐地看向四哥，见四哥点头，才把他们几个当初捉弄后娘的事情跟奶奶说了出来。王氏听完老五的话，万万没想到事情是这样的。后来大儿子没了，
那两房天天闹着说大房吃白食，而他也有些私心。他担心那两房惦记上大儿子的抚恤金，跟自家男人商量之后，才做了恶人，把他们赶出了家门。后来那丫头自暴自弃，对几个孩子不好，他对那丫头无比失望和痛恨，最后还收回了8亩田地。现在想来，若是那丫头会医术，根本就不用委屈留在孙家过苦日子。当初是这几个孩子先动的手，那就是他们孙家的不对。这事儿我们的确不在理，以后你们好好孝顺他。奶奶走了，如若你那2个婶子来闹，你们就直接去找奶奶。他说完站起身来，也突然明白了那天那丫头说的那些话。那丫头是在怪他们孙家。也对，年纪轻轻的还没见过夫君就成了寡妇，任谁心里都是有些怨恨。他只想着当初失去了大儿子，却从未考虑过那丫头的感受。奶奶，您不怪后娘了？唉，她也不容易，这些拿着给你后娘买些粮食。奶奶手上没银子了，今年估摸着会很冷，你们得提前囤些粮食过冬。王氏说完，从身上摸出了半两碎银。老五想着奶奶刚给过银子，不应该那么快又有银子给他们。仔细一看，发现他头上一直戴着的簪子不见了。他到林子口摇身躲进空间，他打算在空间里观察一会儿。等他进入空间，空间怎么变大了？他第一时间想到自己500两的银票，他都还没有尝到赚钱的美妙，又被空间给坑穷了。恭喜小主，空间升级成60平米，小主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欢分割房间。说吧，最高限制是多少？我还等着挣钱盖房，还要养孩子。100平米以后，小主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继续扩大空间，此后升级一次需要1000两。还得去凑400两，这破地方才会停止吸血。他气得连连咳嗽2声。小主升级有功，奖励万毒金1本。空间升级到100平米以后，可以开启2级药材地图哦。文字消失之后，王小夏手里多了一本万毒经，上面的文字像长脚那般一下子涌入了脑海，而他脑海里很快就呈现出了整本万毒经的内容。太神奇了！刚才他在书里看到了那个小姑娘中的那种毒，又在附近看看，并没有发现猎物和猛兽，这才从空间走出来。走到林子深处的时候，一道狼嚎声传来，他警觉地朝声音来源处奔去。他扒开草丛，看见一头高大的狼正跟一头浑身是血的豹子扭打在一起。2头猎物不远处，一头小豹子像小猫般窝在草丛里，多半是刚刚生下不久的小奶豹。那小奶豹趴着的地方有几朵眼熟的小花，好几朵人参花，说明那里有不少野山参。可有这2头野兽在这儿，他想去挖人参不太容易呀。他转念又看向那头小奶豹，小奶豹萌萌哒很可爱，只可惜家里没有余粮，不然这小东西带回去给小六做个伴儿也不错。突然，那刚刚生产完的母豹子被那头大狼咬断了脖子，惨叫一声之后，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母豹子那双眼睛盯着不远处趴在人参花上的小奶豹，那头大狼也同时看向小奶豹，他一步步朝小奶豹走了过去。那母豹子几次想要起身拖住那头大狼，连连试了几次都没起来，最后死不瞑目地断了气。他捡起一块大石头回了空间，拿起大石头瞬间从空间出来，朝狼的脑袋狠狠砸了出去。大狼仰头嘶吼，扭头发现没有敌人，他把脑袋转过去的时候又被狠狠砸了一下，头破血流的他身体摇晃。王小夏见状又来了几下，直到
那头狼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等了一会儿，确定大狼咽了气儿，他从空间出去，用刚刚买回来的匕首补了几刀。随后他走到那小奶豹的旁边，将它稍微挪了挪，先将下面的人参给挖出来。3只百年山参。弄完这些，他看向那小奶豹，天寒地冻的小东西放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眼看着天快黑了，他背着背篓轻松走出林子。都饿了，吃吧，一边吃一边给我说说今天发生的事情。老五把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跟后娘仔细地说了一遍。原身那位婆婆还真不是坏人，或许把原身赶出来，可能另有苦衷。娘，奶奶好像把爷爷送给她的发簪都给卖了。你们若是不想她担心，就好好活着，大家一起把日子过好了，她就会高兴。而且，你们奶奶说的没错，今年冬天会很冷，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囤粮食，另外就是挣钱把房子修修。您现在懂医术，会不会不要我们？他倒是想去过自在的日子，可他就这么走了，男主恐怕不会放过他。外面兵荒马乱的，他又能去哪儿？娘，您别不要我。王小夏回过神，微微一笑，说道：家和万事兴，只要你们不是白眼狼，我就想办法让你们吃上肉，念上书。娘，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行了，我知道你们的心思了。从今儿起，以前的事我既往不咎，你们也别再埋怨我。吃饭，吃饱了，先去你们床下挖个坑，把米藏到你们的床下，再过几日再卖掉些药，拿出些银钱继续囤粮。那只小奶豹子扔给了老五，老五从喂老大的粥里盛出来一些喂它，能不能活下去就看小东西自己的了。入夜，村子里一片安静。王小夏刚躺下一会儿，就听到脚步声从窗户外面传来，但是那脚步声没到窗户外，突然停了下来。他看了一眼已经熟睡的图图，翻身下床，打算去看看到底什么人会在大半夜出现。会是谁呢？难道是那个恶心的秀才？王小夏洗漱完毕之后，突然想起昨晚发生的事情。他去后院的栅栏边上看了看，在外面看到了脚印，这明显是男人的脚印，而且还不止一个。该死，村子里恐怕有人盯着他们孤儿寡母。看来他们要做的不只是修缮房屋，还得把旁边的栅栏尽快围起来。娘，您是不是发现了什么？老二也看到了2双大脚印，自然是想到了什么。恐怕大家要辛苦一阵了，走，先回去吃饭，吃完了去干活。娘今儿得去找药，等找到药材卖了钱，到时候让村里的人帮忙把房子修缮，栅栏也得围好，到时候我去山上割点稻刺回来，这样会稍微安全一些。王小夏带着小家伙们准备出门，却见王氏带着家里的几个男人走进院子，都是原身的小叔子们，不过他对这些人没有太多好感，视而不见地背着背篓往前走。昨儿老二和老四媳妇儿确实做得不对，那2个破玩意儿，娘已经教训过了。今儿带着九州几个弟弟把你们屋子修修。那就多谢了，老二，你留下搭把手，图图、老三、老五，你们跟我挖野菜去。老二一下子就明白后娘的意思，有些事情后娘不好开口跟奶奶说，但是他可以。你瞧他那样啊，真是给大哥丢脸。孙六周看不惯这个所谓的大嫂，昨晚媳妇儿因为这个女人被娘给收拾了一顿，他心里更讨厌这个女人。王氏一巴掌呼在老四脸上，故意大声骂道：以后若是再让老娘听到你对你大嫂不尊重，就带着你的婆娘滚出去。孙六周捂着脸委屈地看着娘，实在是不明白娘什么时候开始转变了对那个女人的态度。奶奶，一会儿能不能让几位叔叔把院子四周的栅栏修一修？
昨晚上有人出现在后院，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被盯上了。他突然间觉得当初把九州媳妇儿赶出来是个错误，可现在要把他们再带回老孙家也不太可能。老二媳妇儿和老四媳妇儿最近越发的不老实，估摸着要不了多久就得分家，所以他趁着大家还在一个锅里吃饭，借着昨天的事情让几个儿子过来把老大的屋子好好修修。接下来的时间，王氏没再问老二什么。上午他让几个儿子修屋子，下午打算让几个儿子去附近砍树。这破房子加院子最少也得2-3天才能修好。王小夏没有继续在山下徘徊，他一早就上了山。早上挖到不少的药材，如今有了空间就不用那么累，药材都扔到空间里。他记得老大需要药材，还有那个小丫头需要的药材就在这些药材附近生长。若是一下能找到2种药就好了。想到这儿，他有些兴奋，脚下的步子也变得快了几分，忽略了林子的危险性。没等走多远，突然一道影子把他扑倒在地。他摔倒之后看清楚是一头凶猛的猎豹，猎豹朝他呲牙咧嘴，却突然闻到熟悉的味道。他收起爪子，从他身上跳到旁边。他回过神，赶忙爬起身，防备地看着这头成年的豹子。豹子看他的眼神却没有凶狠的光，这让他想到刚才豹子用鼻子嗅他的动作。他心里立马有了个猜测，这有可能是那小豹子的亲爹啊。说是这样，他无比庆幸当初的一抹善心，否则刚才他就会被这豹子咬断脖子，绝对活不到下一集。公豹子朝着王小夏叫唤一声，像是想要等着他说些什么。王小夏看着那双锐利的眼睛，似乎能看懂他的心思。难不成这玩意儿还开了灵智？不管是不是，他决定先跟对方示好。这公豹子可能是这一片林子的王，搞定他去里面采药可就方便多了。公豹子见这人许久没吭声，有些不耐烦地冲他呲牙咧嘴起来。你的媳妇儿不是我杀的，但却是我埋的。你儿子在我家，如果需要，我明天给你带回来。公豹子听完，收起了刚才的咆哮。王小夏似乎感受到公豹子的一抹忧伤，还没等他再次开口，就听不远处传来狼嚎声。公豹子警惕地站起身，随后身影一闪，冲了出去。王小夏长长的吐了一口浊气，然后拿出匕首，紧紧地跟上去。不远处的一片草丛里，一头灰狼跟一头豹子撕咬着，公豹子冲上前加入了他们的战斗。王小夏看到这一幕，有些后怕。这片林子不只有公豹子，还有其他豹子。不仅如此，还有狼群。看来这地方以后不能来了。他没有继续观战，而是趁他们打斗的时候，快些寻找自己需要的那些药材。果真在这儿找到了小丫头需要的那种红心草，但是真正要解毒，还得找到另一种叫紫心草的药材，而紫心草生长在冰寒之地，这种地方出现的可能性非常小。这一次他的运气不错，在红心草的附近发现了老大需要的刺兰果，转身就朝林子口狂奔而去。他一口气跑到林子口，结果看到那头公豹子优雅地坐在那儿，像是在等着他的样子。我去，这都成精了吧？公豹子看到王小夏出现，慢慢悠悠地站起身。王小夏退一步，他往前走一步。王小夏突然听到身后又传来了狼嚎声，那公豹子面露烦躁之色，转头就朝那声音来源处冲了过去。公豹子一跑，他一下子冲出林子，跑出来才拍了自己脑门一下，骂自己太笨了。明明有空间，刚才完全可以躲到空间，情急之下他居然把这事儿给忘了。娘，
您是不是受伤了？扎了几根刺，一会儿你们给我拔出来就行。母子几人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小山坡上，两个身影从暗处走了出来。将军，看来外面的传言不一定是真的，夫人对孩子挺好。但愿如此吧。那个对建议下手的人一定要死。高个男人拽了拽拳头，正是被传出在战场上阵亡的孙九州。将军放心，我们的人已经做干净了。将军要不要去见见少爷和小姐他们？不了，我们的时间不多，能回来看一眼，本将军已经很知足了。今晚我们就要动身了，那些事情不能耽搁了。孙九州看着渐渐消失的母子，心里告诉自己，有朝一日还能回到这个地方，他一定会好好补偿一下这个女人。啊，忘了跟你们说个好消息，我今儿找到可以让老大恢复身体的药，等找到另一味药材，老大半个月之后定能醒来。娘，您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赶紧做饭，吃饱了早些休息。明儿再上山一天，后天我先去一趟镇上给那小姑娘看诊，到时候看看能不能借张爷家的马车去县城一趟。老大还差一味药引子，山上没发现，到时候去县城药铺看看有没有卖的。王小夏已经给自己找到去县城的理由，明天再上山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别的值钱药材。得尽快把空间升级到100平，免得真正需要钱的时候一点都拿不出来。这一夜，王小夏觉得有些疲惫。弄好药草之后，就让几个孩子回去休息。没等图图睡着，就先睡了过去。正当他脱鞋打算睡觉的时候，听到后院有动静。他跑到窗边看了一眼，看到一个身影跳出栅栏，随后二姐追了出去。娘快醒醒，有人！娘！他吓得赶紧过去晃悠起娘的身体。王小夏被图图晃悠了几下才醒来，他想着应该是身上残留了一些毒药，所以才会觉得很累。娘，外面有人，二姐追出去了。王小夏听清楚之后，翻身下床冲了出去。等他跑出院子，来到栅栏后面的时候，就见老二一个人傻傻地站在原地。他担心地上前查看老二的情况，告诉娘，有没有哪里受伤了？娘，我好像看到我爹了。你爹？王小夏看看四周空空一片，不对，孙九州本来就没事儿，后来成为大将军才回来的，就算现在出现也不会是鬼。可他若真的回来，为什么不进去见见几个孩子？为何要偷偷摸摸的？娘，爹他为什么不来看看我们？他不要我们了吗？老二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向来坚强他一直都跟大哥护着弟弟妹妹们，而这一刻他心里真的很难过。王小夏回过神，他知道老二是个女汉子，之前原身怎么抽打他们，老二都是护着弟弟妹妹，从来都不会轻易掉眼泪。可女汉子终究是个小姑娘，她突然有些心疼老二，将老二紧紧抱在怀里安抚起来。好了，不哭了，说你爹还活着，肯定会回来。说是他回来不愿意出现在我们面前，说明有不可言说的理由。今天晚上的事情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少一个人知道，你爹可能就会少一分危险。老二慢慢的停止哭声，月光下他睁大眼睛看着后娘。以前这个后娘对他们那么恶劣，那都是因为他们种的因。如今后娘不计前嫌，是真心对他们好，他觉得后娘也不是那么丑了。回去吧，一会儿图图问起的时候，你就说看不清人，那小子看到人影了。图图也是个精明的孩子，不把气通好，瞒不过那小子。老二抽泣几声，乖乖的点点头。他偷偷看了后娘一眼，
他们终于又是有娘的孩子了。王小夏并没有太过注意老二的心思，他心里想着孙九州是不是真的回来了？既然回来了，为何不露面？只是怕假死的事情被拆穿，还是另外有其他的原因？没事了，是你二姐看花眼。外面没人，都回去睡吧。等明儿把栅栏弄好，娘就去割些刺回来。娘，那些人是不是来抓我的？王小夏愣了一下。娘，若是那些人要伤害你们，娘就把我交出去吧。你别总是胡思乱想，这个村子很偏僻，外面的人很少来的。图图这几天也在弟弟妹妹们嘴里打听到了一些关于村子的消息，他就怕连累了大家，所以一直都是提心吊胆的。王小夏见小团子还是担惊受怕的样子，突然想到一个法子，决定跟小团子商量商量。娘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儿子全听娘的，就是要委屈你这张白嫩的小脸了。你确定能承受得住那些指指点点？愿意，娘，只要不再承受那种害怕，我都愿意。我信任娘，娘不会害我的。我去，这张嘴怎么就那么甜呢？既然你那么相信娘，娘不会让你失望的。明儿中午你回来就别出去了，等娘回来再带你出门。谢谢娘。图图听完谢过娘之后，爬到床上睡了。这一晚他没有再做噩梦，在娘的怀里睡得很平静。可王小夏却失眠了。剧情的改变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对于他这个新手来说，可能会出现更多可怕的挑战。他要变强，不然别说护着这几个孩子，就算是他也未必能过上好日子。此时离他们家不远处的林子里，孙九州站在那儿迟迟没有离开。他现在没有退路，他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地方。若是让其他人看到他还活着，会惹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将军，时辰差不多了。从身上拿出20两银子，把银子交给韩展。韩展明白的拿着银子离开了一趟，没多久回来跟将军会合。两人一起离开了这个偏僻的小山村。第二天一早，王小夏还没起来，房门就被敲得砰砰作响。他翻身下床，打开房门，就见老三他们满脸惊慌地指向院子的中间。房门一打开，看到放在院子中间的一头狼，还有一头跟狼差不多大小的野猪。他上前查看了一番，发现这2头猎物都被咬断了脖子。如此一来，他立马想到送猎物的很可能就是那头公豹子。把那头野猪藏到我床底下，我先去把狼皮给扒了。老五沿着门口去看那些血迹，用泥土稍微盖盖，其他人把院子的血迹都收拾干净，动手吧。大家吃了早饭之后，王小夏把被老四照顾得挺好的小奶豹放到背篓里，然后带着其他孩子一起出了门。路上，老三很是好奇地问候娘：“娘，那猎物是谁送来的？好像是被咬死的。”“很可能是花花他爹。”王小夏低声地说道。“哇，花花的爹是不是很高大威武？我们能去见见吗？”“老四，成年的豹子很危险，娘还得给大哥找药，你就别没事找事了，快点走，一会儿让其他人看到，跟着我们就不好了。”花了1个半时辰，终于来到那片绿林口了。他安抚地摸摸花花的小脑袋：“花花，一会儿就能看到你亲爹了，高兴了吧？”公豹子到了王小夏面前，止住了步子，张嘴把花花咬在嘴里，叼着他进了林子。他跟着走进林子，像老朋友一样对公豹子嘱咐了一句：“你们叙旧，我还得去挖药。”没等王小夏走几步，公豹子把花花放到地上，朝林子里大喊了一声。另一头豹子从树林里慢慢悠悠地走出来。
拦在了王小夏面前。难道豹子也懂得杀人灭口吗？王小夏下意识地摸摸腰间的匕首，防备地往后退了几步，瞟了一眼四周，若是危险得赶紧跑。那头豹子并没有上前攻击王小夏，而是温顺地趴在了地上。公豹子朝王小夏叫唤了一声，语气听起来温柔了不少。王小夏有点明白了，公豹子是让手下给他带路。豹子做保镖是前世也没有过的待遇啊！他放下警惕，往林子里走了进去。走了大半个时辰，他发现这片林子的药材真的很丰富。他好运地发现了一窝灵芝，大的有2朵，小朵的有3朵。他将灵芝都放到空间里，还顺手割了不少藤条扔进去。那豹子突然叫了一声，把正在挖草药的王小夏吓了一跳。回头，不远处出现2头狼。2头狼没等王小夏站起来就冲了过来。豹子仰头大叫，冲上去拦住朝王小夏扑过去的狼。王小夏有几分惊讶，他反应过来之后，撑着豹子的背跳上去，行云流水的动作，用匕首划过那头狼的脖子。狼皮太厚，一刀不足以致死。他动作迅速，又来了几下，看着鲜血喷出，他从豹子身上跳下。豹子上去死死咬住那头狼的脖子，而原来在林子口陪着花花的公豹子早就冲了过来。他咬住另一头狼的脖子，直到把那头狼活活咬死，他才松开嘴往林子口跑去。王小夏擦了一把冷汗，对于这种突然出现的危险，在林子里随时可能碰到。他开始有些担心花花，若是留在这里，恐怕不一定能活得下去。另一头豹子把狼咬死之后，退到了边上，显然他不准备吃这猎物。王小夏回过神，感激地上前拍拍豹子的脑袋。谢谢，那我就不客气了。他说完，将2头狼都收进了空间。看看时辰差不多，今天的收获不错，他也该下山了。一人一豹走到林子口，看到公豹子正趴在地上逗花花玩耍。花花淘气地扯着公豹子的胡须，公豹子怜爱地用爪子轻轻拍着花花的小脑袋。王小夏并不打算去打扰他们，可是为了孩子的安全，他不得不跟着公豹子把话说清楚。那个，花花他爹，我得下山去了，明天就不上来了。公豹子扭头看看王小夏，又看看眼前的花花，他似乎在犹豫什么。他起身咬住花花，把花花送到王小夏的面前。王小夏一下就明白了公豹子的意思，恐怕他也明白花花在这样的环境里很难活下去，所以还是将小家伙托付给他。花花奶声奶气地叫唤了几声，可怜兮兮地看着王小夏。王小夏终究不忍心的，又把花花给抱在怀里。那我下山，你别再去送猎物，免得被村民们发现发生什么意外。说是没有什么事儿，我隔几天上来一次，把花花带上来给你看看，你看行不？公豹子叫唤一声，回头跑进林子。没一会儿功夫，不知道他从哪儿拖出一头大野猪，扔到王小夏的面前。谢了，我要下山了，免得我的孩子们担心。反正只要有我吃的一口，就不会饿着花花。将野猪收进空间，抱着花花转身就跑出了林子，朝山下一路狂奔而去。你可算回来了，赶紧进去看看吧。八周媳妇在你们院子里闹着分家呢。除了小团子之外，老四和老五脸上也有伤。院子里还站着几个孩子，他们是八周和六周家的，几个孩子脸上也都挂了彩。怎么，几个孩子动手，你还想打回去不成？养不教，父之过。我到底是个女子，伸手打男人终究不好，打孩子也不对。但是，身为你们的大嫂，对你们动手，那就没什么问题了。他上前一个耳光狠狠抽在马氏的脸上。
马氏向来欺软怕硬，以前不是没偷偷打过这所谓的大嫂。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第二个耳光又抽在了脸上。你这个不要脸的贱女人，你居然敢打我！你看我今天不抽死你！王小夏又不是之前的软柿子，见着泼妇过来，拽起她的头发，啪啪啪，又接连抽了好几个耳光，随后一脚把人给踹到一边。娘，您倒是说句话呀！二嫂快要把他给打死了。呸！你们两个没心没肺的，除了欺负我这个老太婆，欺负九州媳妇没了靠山，还知道什么？现在被打就是活该。从今儿开始我们就分家，以后我跟七州一家过日子，别指望我再给你们点什么，饿死饱死老娘都不会管了。分家就分家，必须找李正做个公证人，您不能偏心。我也没几个钱能骗的，七州，让你爹把你大哥家的那8亩地的地契拿来，去吧。你嫁进我们孙家那么多年，连个儿子都没给八州生下，现在还怂恿八州天天跟老娘对着干，你这种人早就该从我们孙家滚蛋。八州，现在当着乡亲们的面给娘一句话，要他还是要我和你爹？就是因为我没有给你们老孙家生孙子，天天就把我当牛做马的使唤。行了，别闹了。既然娘说要分家，那就分吧。王氏也伤透了心，七州媳妇儿陪在旁边也不好说什么。没一会儿的功夫，七州和孙青毛来了。孙青毛进来看到老婆子被欺负，恶狠狠地瞪了其他2个儿子，把地契送到了九州媳妇儿的手里，随后上前给了孙八州和孙六州每人几个大大的耳光。打完之后，他看向几个儿子吼了一句：都给我去李正那儿，把这个家分了，以后你们爱怎么活怎么活。老大媳妇儿，你这院子等分了家，爹再让人一起来给你们修好。谢谢爹。王小夏看着梁老也不容易，有那样2个儿媳妇儿，家里也不会消停。王小夏开始认真查看小团子脸上的伤，只要这划痕再稍微宽一些，这半张脸就会完全变样，即便是熟人也认不出来了。娘，我这脸可以直接变了是吗？图图真聪明，暂时用这个办法掩盖住你的真脸。但是这个疤有可能会跟着你一辈子，你怕吗？王小夏虽然可以保证将来能够让小团子恢复容貌，但却打算试试小团子的心理承受力。娘说过，没什么比活着更重要，您就动手吧。哎呦喂，娘的好儿子啊，娘刚才唬你的。哎，等过2年那些人把你忘了，娘就给你恢复容貌。愿意，当然愿意。娘您就动手吧，儿子不怕的。王小夏见小团子那么有决心，从空间里拿了些草药捣碎，让他闭上眼睛，敷到他脸上。娘，不疼，凉凉的好舒服。图图这脸可能会出现点情况，你们莫要嫌弃他就行。娘，图图是为了护着我们才受伤的，他已经是我们的兄弟，我们怎么会嫌弃他呢？老三第一个表态，最近图图可是教了他们不少心思。明儿娘和你们2姐坐牛车先去镇上，然后看看能不能借马车去一趟城里。你们几个明天谁也别出门，好好守着家里的肉和粮食。娘明儿去问问三屯婶子，村子里哪家有小狗，到时候买2只回来看家。还有就是，不要让村里其他孩子看到花花，花花暂时只能在屋子里玩，等外面栅栏修好了，再放到院里溜达。娘说的话我们都记住了，娘和2姐不在，我会看着弟弟妹妹们的。图图自告奋勇地说道：你们都是娘的好孩子，记得给老大按时喂饭。这2天那边分家，村子里少不了有几个闲事的会来这边转悠。白天我们不在，肉就别动了，回来的时候
娘给你们带好吃的。王小夏等着两个婆子下了牛车，才带着老二去了和康药铺。王小夏给这边送的品类跟上次差不多，田一去跟胡掌柜报了个数。胡掌柜把手上的病人看完，先去给拿了银子。王小夏拿了银子之后，带着老二离开。胡掌柜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孙娘子，你们这是要去张爷那吗？对，我想着把皮子和兔子卖了，然后自己过去也行。孙娘子暂时不用去了，张爷去了城里，他说可能会晚几天回来，让您到时候把住的地方告诉在下，有急事儿能上村子里找您。王小夏一听张道他们去了城里，今天借马车的事情估计没戏了。娘，那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城里给大哥买药了？胡掌柜可知道哪里能雇到马车去城里？有的，原本我们也有一辆马车，昨儿我朋友借走了，你们跟我来，我知道哪里有可以雇马车的地方。镇子口此刻并没有停留的马车，胡掌柜见状大叹一声：哎呀，糟糕，多半是战事又开始了，平日这里多少还能见到一两辆马车。正当他们愁眉不展的时候，一辆马车停在了他们面前。赶车的人他们还认识，正是把老大送去药铺的孙大虎。嫂子，侄女，你们可是要去城里啊？大虎兄弟，老大缺点药，我们想去城里买，你这马车是要去城里吗？能不能捎带我们一路？我们可以给车钱的。孙大虎有些为难的看了一眼马车帘子，并没有开口答应下来。要上这辆马车，还得车子里的人答应下来。里面的老爷，求求你们捎我们去城里吧！我哥哥病得很重，若是没有药会死的。要去就上车吧，速度快些，我们赶时间。王小夏一手将老二揽进怀里，随后抬头扫了这两人一眼。两人穿着一般，长相一般，其中一个还盯着他怀里的老二。盯着老二看的那个男人，目光慢慢移到了王小夏的脸上。男人嘴角勾了勾，不经意地浮现出淡淡的笑。该死的，他一直盯着老二，不会是有什么恋童癖吧？马车没有牛车那么颠簸，速度也比牛车快很多。县城离镇上并不远，马车1个时辰就能到。谢谢大虎兄弟了。孙大虎连连摆手，随后从身上摸出了一个银袋子，将银袋子塞到王小夏的手里。这是之前九州哥放我那儿的，他说若是有一天你们特别需要钱的时候再给送过去。原本想着这2日休末就给你们送，今日既然碰上，就直接给你们了。真的是之前留下的，不是昨晚上刚给的？王小夏几乎可以确定，昨晚出现的人就是孙九州。不过孩子是他的，给点钱也天经地义。马车帘子被撩开，那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母女2人。胡掌柜带他们进了正源药铺。正源药铺的老板莫掌柜是他的老朋友。做了一番介绍之后，王小夏就随便说了一味药材。药材这边正好有，价格也算便宜，他就象征性的买了一些放到背篓里。买好这些东西，王小夏托付胡掌柜带老二去买些布料和棉花。他想在这条街上看看，一会儿还在正源药铺门口会合。刚才听到莫掌柜说，街上开了5间药铺，最大的就是鸿运药铺。这人跟卢有钱长得有几分相似，多半是有亲戚的关系，心里也提高了些警惕。卢大生这几天接了好几位客人，都是需要灵芝用药。一听着有人要售卖灵芝，立马就放下手中的事情过来了。哈哈哈，这位客人是有多少灵芝可以卖给我们呢？你放心，只要您的东西没问题，价格上都好商量。进了屋子之后，拿出2朵100年年份的灵芝放到桌面上。你看着给，多少银子合适就卖给你，不合适我看下一家。您有所不知啊，您这虽然是上品灵芝，但是最近兵荒马乱的，
好东西不好出手啊，最多只能给到您500两。兵荒马乱，要价可不低，500两太低了，我还是找下家吧。哎，别，我给650两，最多就这么多了啊！若是您还不满意，您可以去货比三家。卢大生给了个差不多的价格，出来之后他进了一条巷子，结果走到转角地方，被人用匕首顶住了脖子。回去告诉你们家掌柜的，说是还有下次，有好的药材，我也不会再选择你们鸿运药铺。王小夏一字一句的说完，一脚将人踹到地上，转身快步离开。恭喜小主开启100平米空间，开启2级药材地图，小主以后可以任意支配自己的银钱。他对这些没什么兴趣，在附近找了个家具的铺子，买了一张床几张凳子，让小二把东西搬到刚才那条人少的巷子。等人走了之后，将这些东西收进空间。他又去附近粮铺一口气买了500斤，让小二送到同样地方。收了之后去买了些糖块，买了些笔墨纸砚，还有一些杂乱的东西。买好之后，他加快步子往正源药铺门口走。此时老二早就买好东西，眼看天就要黑了，他很担心那2个不省心的婶子会上门来找麻烦。王小夏背着东西走得很快，眼看还有一个路口就要到地方，却看到了之前在马车上的那2人。2人也看到了王小夏，其中一人眼神灼热地看着他，看上去想要过去打招呼，却又欲言又止的样子。王小夏对上那个男人的目光，他警惕地从旁边的巷子钻了进去，谁想那2人居然跟在了后面。他快要走到巷子口的时候，突然停下脚步，回头看向2个男人，直白地说道：你们若是要打劫，我没有银子，别再跟着我。我们不是坏人，只是想问这位嫂子，附近可有村子能收到药材？男人一脸淡定地找了个借口：不知道，别再跟着我，不然我就喊人了。将军，药材刘县令那边已经备齐了，我们今天就可以离开。另一个男人开口说了话，他正是孙九州身边的副将韩展，而刚才跟王小夏说话的男人便是孙九州。原本今早上就要离开，结果刘县令那边的药材还没给够，他们又多等了1天，刚刚才把所有药材送上马车，他们打算在县城买些东西，今晚跟着一起离开。没想居然又碰到了这个女人。这是个有胆识的女人，把孩子们交给她，也不知道是不是好事儿。他小跑着，终于回到正源药铺门口，眼见老二满脸焦急的样子，知道这丫头肯定是等着急了。他从身上摸出了一块糖，塞到了这丫头嘴里。娘，好甜。老二终于看到后娘，着急的脸上也多了几分笑容。走，找胡掌柜去租辆马车，看能不能今天赶回去，外面太乱，过夜很不安全。莫掌柜见天黑了，怕他们回去不安全，把伙计给叫了过来。陈东，去套个马车把胡掌柜他们送回去，今儿你就在胡掌柜那边住上1个晚上，明天早上再回来。多谢莫掌柜了，我们正愁不知道上哪儿找马车呢。哎，孙娘子，你这话我可不爱听了。胡老弟可好说了啊，若不是你出手相助，胡老弟的店铺那可就开不下去了。多谢。先回去吧，太晚了路上不安全。张提，你也跟着一起去，好有个伴儿。是，小的马上就去。王小夏看了张提一眼，这小子的身上有点军人的气势。马车没跑多远，一群人从草丛中跳出来，把银钱留下，不然就要了你们的小命。陈东不仅坐在上面没动，还冲旁边的张提笑了笑。张提扭了扭脖子，不急不慢地从马车上跳下。一个个来还是全上啊？我先砍死你！被指的人气得不轻，挥动着大刀朝张提砍了过去。张提轻松地闪开，随后一脚把人飞出了数米之外。
那些人见领头的被揍，全冲了上来。陈东依旧坐在马车上，他激动地拍起了手掌。哎，七哥，那边那小子要偷袭你，弄死他！哎，对，再给他几脚，他就舒服了。哎呀，娘，这个叔叔打的拳法好眼熟啊！原主的记忆里并不清楚老二他们回来之前生活在什么地方，可他在书上的几个章节中看到过一些。老二他们没有回来之前，在军营里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是不是你爹也打过这样的拳法？我见我爹的副将打的拳法，好像就跟这位叔叔差不多，却没见我爹打过这样的拳法。果然猜对了。张琪当过兵，一个小小的药铺，有个身手那么好的伙计，恐怕那莫掌柜也不简单。若是这莫掌柜跟军营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他手上肯定会一直收那些止血药材。胡掌柜跟莫掌柜关系那么好，这样一来，只要他手上有这些药材，都不愁卖不出去。娘，你又怎么了？胡掌柜，我想问问你们的药铺现在可有麻醉散这种药材？麻醉散是什么？在下并未听过，还望孙娘子指教。啊，这是我师父说过的一种药，说是有人受伤，把麻醉散涂抹在伤口的时候，病人就会感觉到局部的麻感，这种麻感能够让病人减轻因为伤口带来的痛感，用量多了还会让人昏迷。居然有这样的药！如今边关战火不断，你们是没看到那场面呐。之前我跟莫掌柜接过一单生意，我有幸跟着去了一趟战场。那些士兵们为了保家卫国，很多一场仗下来，不及时治疗，成了重伤不治。若是孙娘子的师傅愿意提供这样的药材，那可是我们玄武国将士的福气呀！胡掌柜越说越激动，他想着，说是老莫在这里听到这个消息，一定高兴坏了。王小夏见胡掌柜这般激动，反倒有些后悔太早把这药给说出来。他想挣钱，但是不想惹麻烦。唉，可惜了，我师父失踪了几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遇到了。失踪了？那个药方？药方恐怕就没戏了。不过那些止血的药材，我们山里倒是有一些。等过些日子，我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去收点儿。胡掌柜，这件事我要好好想想看看怎么做更合适，免得到时候我把事情做起来，反倒会便宜卢有钱那个小人。啊，对，这件事儿得慢慢琢磨，不能便宜了卢有钱。那个黑心肝的，若不是摊上个有本事的堂哥在县城宏远药铺做掌柜，就他那点本事，根本就不能在镇上如此蹦跶。等他们交谈完了之后，外面的劫匪也收拾完毕。嫂子，我给你们扛东西进去。多谢张提兄弟了，我们孤儿寡母被人看到不太合适，东西放在旁边，让老二回去叫人过来扛就行了。孙娘子家的二姑娘真不简单呐，这力气估摸着比陈东还大。可不是嘛，让我扛那么多东西都有点吃力。过奖了，这丫头天生力气大些罢了。哦，时辰不早了，你们也早些回去休息吧。王小夏看着这对奸夫淫妇，干脆站在那儿不走了。嘿呦喂，大半夜的站在这儿，也不怕吓到村里的孩子。张秀才喝得七荤八素的，早就没了方向，这会儿被刘寡妇突然拽了一下，直接吐在了刘寡妇的鞋子上。张郎，你只是吐了而已，看看他有多嫌弃你。蟑螂？还老鼠呢？王小夏再也忍不住了，放开手狂笑起来。张秀才打了个大大的酒嗝，他眼前有些模糊，却能确定是那个丑八怪。他歪着脑袋要凑近，又被刘寡妇一拽，一个扭头，他来了个青龙吐水，直接喷了刘寡妇一脸。这个垃圾你要就收着，最好别再给老娘没事找事儿，不然我会让你们知道后悔2个字怎么写。
王小夏的语气云淡风轻，刘寡妇听得那是满脸恼火。他当做宝的男人，这个丑八怪居然说是垃圾，简直是该死。这话等张郎醒了之后一定要告诉他。张秀才吹了冷风，吐得更加厉害，整个人都往刘寡妇的身上扑了过去。刘寡妇被恶臭恶心的，哪儿还有什么兴趣，翻身把人推倒在地上，歇了一会儿，他又怕被人看见，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人给背回自己家里。真香，这菜谁做的呀？这儿都是4哥做的，野菜也是按照娘的喜好放了不少油呢。好，都是好孩子。吃饭吧，你们大哥的药买回来了，明儿开始给你们大哥喂药，很快就会醒过来的。不过我们早上还是要去挖药材，下午捡柴火，等把栅栏都围上，过些日子再去砍些树回来。王小夏简单跟大家说了今后几天大家要做的事情，不仅要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还得提前去山上找个可以避险的地方，说不定真打起来，这地方也就不能住了。这一趟回来，让他心里多了不少的想法，除了挣钱，感觉要做的事情更多。娘，我们听您的安排，您说做什么就是什么。老二这回跟我去也看到了，外面很乱，没有特别的事情都不要离开村子，就算你们去挖药和捡柴火，也不能走远。娘说的没错，今天我们回来遇到劫匪了，若不是那个药铺的伙计厉害，我们可能都回不来了，所以大家都别乱跑。图图更是偷偷的看了娘好几眼，他还是有些担心那些人是不是冲着自己来的。娘，那些劫匪是不是冲着我来的？你是想起什么了吗？王小夏好奇地看着小团子。我见梦里的那些个人穿着打扮并不像穷苦之人，我就怕他们。得了吧，谁也不知道你在这个村子，如今你这张脸成了这样，更没人认得出来。图图确定娘今天碰到的不是抓自己的人，再摸摸自己还包着花布的脸，终于放下心来。第二天一早，孙青毛和王氏带着孙六周还有孙二虎来了。他们今儿打算把没做好的栅栏都做好。王小夏没在家停留，把老三留下，让老二带着其他人去大孙山挖草药、挖野菜。他再次上了小孙山。他昨晚半夜的时候醒来，睡不着，就想了一个问题：若是边疆的战火太厉害，即便是敌军不打过来，来一窝流民，村子里也会变得不消停。加上今年是个寒冬，在山里另外找个藏身的地方，恐怕是势在必行。另外，那就是试试2级地图的效果，看看是不是可以尽快找到更值钱的药材。看到花豹子悠哉跟自己并排而行，哎呦我去，会吓死人的。公豹子声音低沉了几分，他乖巧地趴在了地上。有公豹子护着进去之后，收获了不少药材，也收获了不少猎物。一个早上的时间，空间里多了2头野猪、3头狼，还有几只兔子。你既然是花花的爹，那就叫老花。你那跟班就叫花班长，行不？公豹子抗议地叫了一声。抗议无效，不同意以后就别跟着我，我带着孩子搬家。王小夏朝着满脸愤怒的公豹子淘气地眨眨眼睛，他发现这公豹子挺可爱的。公豹子只能认了这个名字，目送着霸道的姑奶奶下山。王小夏一路下山，心情极好，背篓早就装满了。这一背篓药材至少能卖几两银子，不过再也没看到人参、灵芝这样的东西。看来他昨天的选择是对的，上百年的人参，关键时刻那是救命仙丹。拿2块肉来，一点油水都没有，不好干活。将2块肉放到篮子里，打算回厨房。开门却看到四婶来了，他又赶紧把肉给放回去。阮氏是故意这个时候来的，他要看看自己男人不在，他们中午是不是有肉吃。他们在后院，有事自己去找。大嫂，你们还没吃呢呀，刚好我也没吃饭，阮氏就想着既然来了，
就算不好吃，能蹭一口是一口。你到底要不要脸？还好意思来蹭饭吃？有多远给我滚多远！阮氏吃痛地喊了一声，被扯着耳朵扔在了院子里面。娘，您不公平，为啥三哥家能多分3两银子？他不甘心地捂着脸看着娘。因为那一份是我们两老的，以后我们会跟七周住，多分3两银子怎么了？那你们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住呀，爹娘，我们也不会亏待你们的。我和你爹可没这个福气，赶紧滚蛋！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下次再这么不要脸的蹭吃蹭喝，你大嫂打死你也是活该。阮氏摸着脸看了厨房一眼，看着九州媳妇儿手里拿着把菜刀，吓得他在地上哆嗦，回过神之后连滚带爬的往外跑去。爹，我怎么闻到肉味了？老婆子，你去厨房看看，大中午怎么就煮肉了？爷爷奶奶、三叔、二虎叔，我娘让你们先去吃饭，吃了饭再干活。王小夏把菜分了分，他和孩子们去房间里吃，留下一大盘子的肉放在厨房的桌子上。王氏进来看到一大盘子的肉，吃惊的愣了一会儿，回过神之后，他气得不轻，指着九州媳妇儿骂道：九州媳妇儿，有些钱要省着花，没有你这样过日子，你真是。王小夏在原主的记忆里知道婆婆勤俭节约惯了，前2年还行，自从孙九州出事儿之后，婆婆家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娘，我知道过日子，你们先吃饭，吃了饭我还有事找娘商量一下，或许能解决大家挣钱的问题。王氏一听大媳妇儿愿意把挣钱的法子说出来，倒是有些吃惊。奶奶，吃饭吧，你们也累一个上午了。吃了几口饭之后，老二就关心地问到图图脸的情况。娘，图图的脸真没救了吗？伤口有点深，暂时不能恢复成原来那样。我是个男娃子，没什么好担心的。就是，他是个男娃子，又不是闺女，别担心了，赶紧吃饭，吃了饭还得去干活，别想着偷懒。王小夏想着下午去割些刺儿回来，其他几个孩子太小，就在家里帮忙。王小夏背着背篓，带着老二和老三出了门。来到大孙山，他才发现这里的人可不少。哟，这不是九州家的懒媳妇儿吗？今天居然来干活了。可不是，瞅那几个孩子都瘦成什么样子了。说来也奇怪，那些孩子之前不是挺讨厌这个丑八怪的吗？怎么现在还和他一起出门呢？王小夏根本就懒得理这些人，他们跟在后娘身后往山上走。王小夏脑海里有地图显示，再往山上走一点，有一小片的止血药材。到了林子口的时候，王小夏让他们在外面等着，他进去逛了一圈，确定这里没有凶猛野兽，才把2个孩子叫进去。可他们刚刚进入林子，就有几个人跟了进来，有大人也有孩子，几个孩子跟得还比较紧。娘，他们跟着我们。没事儿，跟就跟着我挖就行了。王小夏看了那几个人一眼，其中一个妇人正是那天在山脚下指着他骂的那位。既然这样，自然不能便宜了这些人。他突然改变了主意，暂时不挖药草，带着他们去割刺。以后少跟在他们后面，都是些没用的东西，挖来做什么？说这话的正是上次指着王小夏骂人的那个妇人崔兰花，挨骂的是他的大儿子孙树林。这孩子跟老三差不多大小，平时可没少欺负九州家几个孩子。娘，他们之前不是挖这些。你还说？走，去挖野菜去。王小夏听到他们的谈话，见他们没有打算离开，皱了皱眉头，吩咐老二和老三继续挖。他在林子里四处走走，反正好东西不能便宜了这些人。他忽然看到了人参花，
趁着那些人没跟上，他速度动手挖出几根年份很普通的人参。他挖完人参站起来的时候，感觉到有人跟了过来，他没理会太多，继续往前走，看到一些野菜挖了扔到背篓里。崔兰花就这么跟着。刚才大儿子说了，他们家的孩子挖的根本不是野菜，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上来挖了好几天，大儿子这么说他还不相信，可小儿子也这么说，他就不得不信了。稍稍走了一会儿，王小夏故意加快步子，崔兰花有些跟不上，一个不小心踩到了什么，绊倒在地上。可当他要爬起来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旁边有东西在动。蛇，是蛇，好大一条蛇！崔兰花惊叫一声，吓得腿脚移不动步了。王小夏听到喊叫声，转身跑了回来，看到一条大蛇懒洋洋地抬起脑袋，张大嘴要朝崔兰花咬过去。他眉头一皱，这女人真的是够了，没本事浪个什么劲儿啊！这里挖野菜的人很多，若是这崔兰花把自己蠢死了，她也要没个安宁日子。思绪间，王小夏手上不停，速度捡起一块大石头，恶狠狠地朝那条大蛇脑袋砸了过去。快走，快点！他想要过去拉崔兰花一把，又担心会惊到趴在地上还没抬起头的大蛇。我走不动啊！你这个丑八怪，竟敢对我媳妇动手，看我不打死你！那好像是条大蛇，我的天啊，它还在动！蛇？哪里有蛇啊？我怕蛇，我怕蛇！都闭嘴！这些人真烦，再这样下去，崔兰花没被咬死也被吓死了。再不把那个女人拽走，等那条蛇再把脑袋竖起来的时候，肯定要被咬伤。他得趁那条蛇没缓过神之前，动手把人给救出来。他扫了他们一眼，冷冷地说道：我若是想要害他，早就走了，不想他被咬死，都给我冷静下来。你们两个跟我走，一会儿我去引开那条大蛇，你们把那个女人给拽走，动作一定要快。看着他从另外一边拿着刺藤去冲那条大蛇，他也不敢怠慢，跟村子里的兄弟一起靠近自己媳妇。大蛇尾巴受了伤，刚才又被砸了一下，他一直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妇人，只要他动一下，就会扑上去咬住他。王小夏把刺藤条当作鞭子抽在大蛇脑袋上，大蛇被抽痛之后猛然扭头，突然快速地朝王小夏游去。他还是转身拼命逃跑。这次他没用空间，一是因为是外物，二是怕被人发现。等把这条蛇引到林子深处，他绕过一棵大树，随手捡起地上的石头。等着那条蛇跟着绕到树这边的时候，他把那个石头砸了出去。大蛇受伤的脑袋再次挨了重击，脑袋晃动几下倒了下去。王小夏没有停下来，在旁边找石头把蛇脑袋砸了个稀烂。趁着那些人没追上来，他拿出匕首，先把蛇胆给弄出来扔到空间。这可是好东西，不能便宜了那些人。孙杆子他们很快追了过来，看到大蛇脑袋被砸得稀烂。这条蛇能值不少银子，杆子，快把那条蛇给背回去啊！哼，这蛇可是我打的，就算要带回去，也轮不到你们呀。那也是我弟妹看到的。说话的妇人是孙杆子的大嫂姚氏，她也是村里有名的厉害人物，极其爱贪小便宜。她之前可是在镇上看到过有人卖蛇还能卖不少钱。她拿出匕首，抬眸冷冷地盯着眼前那些人。快，别让这丑八怪给独占了！王小夏瞥了他们一眼，手起刀落，速度极快地将头部以下的蛇皮割下来，又拿出背上的柴刀，砍了一大截蛇肉，扔到背篓里。我拿走我该得的，以后你们最好谁也别跟着我们。还有，管好你们家小崽子，这些地方进来了，可不一定有命出去。他扔下警告，起身打算离开。
姚氏知道蛇皮最贵，看着人要走，上前去抢王小夏的背篓。王小夏转身一脚将姚氏给踹飞了出去。他捂着肚子，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狗玩意儿，你们还站在那儿做什么？杆子，把这个女人给绑起来！”他上去割了一截蛇肉扔到背篓，然后抱起自己的媳妇儿往林子外走去，最后只留下姚氏坐在地上骂骂咧咧：“娘，您不是怕蛇吗？刚才那么大条蛇，您怎么就上去了？”当你们面对生死的时候，要能克服心中的恐惧。当你感觉到你战胜这份恐惧之后，世界上就再也没有让你害怕的事情了。老二和老三静静地看着后娘，脑海里重复着后娘说过的这些话。过了一会儿，老二嘴里喃喃地说道：“以前爹也说过这样的话。”“是吗？先回去，今晚我们吃蛇羹。”“哎呦，老嫂子也在这儿啊！”三屯婶儿怀里抱着2只小狗进了院子。“你这是？”王氏不明白三屯媳妇儿抱着2只狗来做什么。老五看到三屯奶奶抱着狗，笑嘻嘻地迎了上去。“谢谢三屯奶奶，这狗真可爱。”九州媳妇儿前2天跟我说，想要养2只狗，他们孤儿寡母的，太不安全。多谢你了，弟妹。来，坐，说说话。王氏拉着三屯婶儿往后院走。王小夏听到三屯婶儿的声音，也走了出来。他拍拍站在旁边的老二和老三，吩咐道：“去，把你们三屯爷爷还有你们三婶儿一起叫过来，今晚全都在这边吃饭。”王氏闻到肉香，又傻眼了。中午吃肉，晚上还吃肉，村子里可没有这样过日子的妇人。他想发作，碍于三屯夫妇在这儿，就没吭声。七周家的一个男娃叫孙大明，一个女娃叫孙和儿，2个孩子也很久没闻到肉香了。不过看得出他们被教得很好，即便是很想吃肉，也乖乖地坐在那儿不动筷子。九州媳妇儿，这是蛇羹吧？三屯叔来之前就听到村子里有人说，今儿九州媳妇儿在山上打了大蛇的事情。九州媳妇，孩子们还得靠你，你可别做冒险的事情。爹，您别担心，我之前失去了一些记忆，现在都想起来了，有些东西也没有那么害怕，而且我懂医术，知道大蛇怕什么，不会有事的。九州嫂子真懂医术啊！不然你以为老大伤得那么重，哪还能活得下来？是啊，连明东都说九州大娃没救了，九州媳妇儿居然把人给救活了，说明九州媳妇儿的医术比明东还高。晚饭过后，王小夏把大家都留了下来，跟大家提起挖药草的事情。爹娘、三屯叔、三屯婶儿，还有二虎和七周，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下挖草药的事情，不知道你们可有兴趣加入？七周媳妇儿周氏一听挖药，就想到刚才说的大蛇，一身不停冒鸡皮疙瘩，有些害怕地看向自家男人。三婶儿，您别害怕，平时我们都在山下挖药草，今天是为了去割刺藤才会进那片林子。娘说了，只要不进那些绿林，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听我哥说，最近城里的药材都在涨价，九州嫂子真的愿意带上我，我明儿跟我娘一块儿去。能挣钱就是好事，不过去之前得先把九州家的木屋给盖好。来人呐，快来看看呐！九州媳妇这个贱人，不仅勾引大进，还勾引我家男人。杆子媳妇儿，你这是在哭丧啊！要哭滚回家哭去！婆娘啊，您是不知道，九州家那婆娘实在太不安生了，之前勾引大进哥不说，现在还勾引我家男人，我不要活了！啪！你再在这里胡说八道，就把你婆婆给我叫来。我们家九州媳妇儿顾着孩子顾着家，
可是个好媳妇儿，你再敢败坏她的名声试试？可昨我大嫂都看到了，若不是她勾引我家男人，那蛇皮该是我们家的。哼，干脆婶子真不要脸。昨儿要不是我娘，你就被那条大蛇给咬死了。就是，若不是我娘打死了那条蛇，你连命都没了，还想分蛇皮，真是不要脸。你这个不长心眼的蠢货！当时那么多人在林子里，还有那么多的孩子，我能跟别的女人做些什么呀？啊！孙兰花看向大嫂，见大嫂眼神躲闪，显然自家男人没骗自己。对不起啊，青毛伯娘，是我媳妇儿不对，昨天还没好好谢谢九州嫂子呢。若不是她，我媳妇昨天可能就回不来了。对不起啊，真是对不起了。孙兰花也不是傻到没药救，看到自家男人鞠躬道歉，生气地指着大嫂骂了起来：大嫂，平日我对你也不差，你为何要这么害我？不就是一张蛇皮啊？你那么想要，让大哥给你打去啊！你，哼！啪！姚氏被打得往后退了几步，昨天已经丢了一次脸，今天多少要找回点面子。王小夏轻而易举地避开了姚氏，然后把人压在身下，连连扇了好几个耳光，打得姚氏哇哇乱叫。孙干子的爹娘过来了，看着自己大儿子儿媳妇儿又出来惹事儿，很是无奈地上前给老嫂子赔不是。大婶儿，是我们没有教好，对不起啊，对不起啊。王氏知道清风两口子是老实人，看向九州媳妇儿说道：九州媳妇，看在你清风叔和婶子的份上，这次就算了吧。好的，娘。王小夏这才放开姚氏，站起身来。王小夏整理一下衣服，给七州媳妇儿使了个眼色。七州媳妇儿和二虎娘带着孩子一起跟了上来，到大孙山山脚下附近挖草药。忙碌了一天之后，大家都各自往回走。三屯叔和三屯婶儿离开之后，又突然回来了。这些都是给你和孩子们做的，刚才你婆婆他们在，我不好拿出来。这怎么好意思啊？丫头，你家买个肉都能想到我们两口子，做些鞋子也花不了多少时间。三屯叔有些犹豫地看了九州媳妇儿好几眼，终究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问：九州媳妇儿啊，你跟叔说实话，那狼是你捕获的吧？王小夏知道这件事儿瞒不了多久，索性承认下来。三屯叔和三屯婶眼中一片惊讶，那可是狼呀，村里多少猎户都被狼咬伤过，这丫头居然能打到狼，不是普通的厉害。三屯叔，三屯婶儿，这件事还请两老给我保密。以前跟师傅学医的时候也学过捕猎，所以你们也不用担心，我会万事小心的。老三，家里有奶奶，明儿你跟我们一起去镇上，图图明天留在家里照顾老大和小六，老四和老五到时候跟你们三婶去挖药。王小夏忙完吩咐大家才去休息。夜里，图图不知道做了什么美梦，嘴角勾起一抹甜甜的笑。他摸了摸他的小脸儿，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想起小团子在书中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唉，想不到他就不想了，躺下继续睡了过去。这晚，他又是梦到出任务前几天发生的事情。他不明白，他都穿书了，怎么还在前世的记忆中徘徊呢？牛车摇摇晃晃到了镇子口，像原来一样就停在这里等着。王小夏等着其他人都下车，带着大家背着背篓往和康药铺走。他们一路没有停留，而且脚步很快，因为王小夏发现今天的流民多了不少，可见边境战事比之前更加糟糕。此时和康药铺门口排了不少人，胡掌柜看他们分出了很多捆，猜测之前说让村民们挖药的事情多半是开始了。他把每一捆药材的价格都分别给出来，为了让他回去好给村民们分钱，
还拿来笔纸把价格都做了登记。王小夏接过来看了一眼，最少的是7周价，他家也有100文钱。昨儿周氏也交代过，不管卖了多少银子，全都用来买米。胡掌柜猜想到他今天过来，多半是要去找张爷，不等他问，就直接开了口：张爷回来了，可是他受了重伤，那个姑娘，哎呀，小蝶小姐失踪了。胡掌柜说完一声叹息，这兵荒马乱的，一旦走丢，很难再找到。王小夏突然想起图图就是被人牙子给拐走的，他跟胡掌柜的想法一样，那姑娘有可能再也找不回来了。张爷伤得重吗？昨儿我过去看了，腿折了，一时半会儿没法下床，要不你也去看看，张爷对你还是比较信任的。王小夏谢过胡掌柜，带着大家从后门离开。离开药铺，他们去找了张姐。张姐依旧是那么热情，带着他们把米和盐都给买了。从米铺里出来的时候，王小夏想着这些日子张姐对他们的照顾，便嘱咐了一些话：张姐，你们也多囤些粮食，我看很多流民今年冬天不会很平静。如果镇上乱了，你们没有地方去，可以去孙家村找9周家。放心吧，我跟你姐夫就2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张姐居然没有孩子。听张姐这么说，拉住了她的手。怎么了，妹子？张姐看这丫头是个冷性子，一直都不是那么好接近，现在愿意拉着她的手说话，她高兴地笑了起来。王小夏趁机跟张姐把了把脉，发现她是男受孕体质，而且身上还被人下了毒。她看张姐高兴的样子，又嘱咐了一声：张姐，最近别吃竹笋、豆腐这些对你不好。啊？难怪我前几天吃了竹笋之后浑身都痒痒，可你怎么知道的？张爷，我娘可是很厉害的大夫呢。老三一脸骄傲地说道。妹子，你真厉害。张姐欣赏地看了王小夏一眼，越看越像她那想不开调和自尽的妹妹，大概知道解毒需要些什么药材，其中2位还得去山上看看，所以没急着说中毒的事情。我们得走了，你记住我说的话。其他人在牛车上等着，说是过了点儿就让三屯叔赶着牛车先回去。哎，孙娘子，你可算来了，劳烦给我们家爷看看。自从小姐失踪之后，他就开始自暴自弃，昨天胡掌柜过来开的药他都给砸了。他止住步子问周海：你们小姐什么时候失踪的？在哪儿失踪的？现在有什么线索？前天晚上他们刚刚从城里回来，不知道为什么小姐身上的毒又发作了。张爷原本想去找胡掌柜，让他找王小夏给下针，没想到半路他们的马车被一群流民打劫，混乱之下，小姐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给掳走了。屋子里，张道无比自责地坐在床上，他脸色苍白，头发凌乱。你就这么认命了？他故意调侃地说了一句：都是我没用，才会把小蝶小姐给弄丢了。意外随时会发生，如今镇上突然乱了，张爷不该自暴自弃，而是得尽快把腿给养好，不然就更加找不到小蝶小姐了。王小夏说着话，上去查看她的伤，左腿骨头爆裂，肌肉受损，虽然胡掌柜做了包扎，但是他能从药味里辨别药材，这用药过于谨慎，愈合效果不太明显。孙娘子，我这腿还能好吗？王小夏没急着回答他的话，又认真地检查了一次。天冷，药膏凉得比较快，等着药膏还温热的时候，他清理完伤口。记住了，药膏温热的时候敷上去，伤口会比较疼，但是效果会好很多。小的记下了。过2日我再来给张爷看看，不过得劳烦您派辆马车送我们回去。当然可以。周海，把孙娘子送回去，顺便去认个路。玄武边疆，黑夜之中一片厮杀，玄武大营死伤无数。
孙九州身受重伤，韩展命悬一线。为了能够活下去，孙九州让人把韩展秘密送走，而他原本的计划是假意投诚，没想到被他身边另一个副将高人捷足先登。将军，您还是走吧，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士兵一边面对厮杀，一边护着他们的将军。孙九州从来不是那种弃兄弟们不顾的人，他捂着还在流血的伤口，坚持要留下来。最后士兵们无奈之下只能把他打晕，10几个士兵护送着他从山上小路撤退。等孙九州醒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深山里，伤口已经被简单处理。士兵们在山洞里睡了过去，他们没有吵醒他们，看着他们身上都有伤，想起昨晚大营的事情，也不知道现在那些兄弟们怎么样了。山洞口一个士兵跑了进来，手里捧着个大锅，大锅里是香喷喷的大米饭。将军，您醒了，来，快吃些东西，这是我从附近村子里买来的，还热着呢。孙九州鼻子有些发酸，但是不想士兵难过，伸手抓了一把往嘴里送。吃下几口之后，他看向山洞里的士兵说道：我吃好了，现在轮到你们，这是命令，快吃。士兵们早就饥肠辘辘，昨晚到现在他们粒米未进，即便是如此，还是没一个人动手。动手，速度！既然都跑了出来，大家就得活下去。第一个动手在锅里抓了一把饭往嘴里塞，随后其他几个士兵也都跟着下来，很快就把锅里的饭给吃了个干净。夜又渐渐深了，外面传来狼嚎声，伴着狼嚎声的还有急促的脚步声。孙九州很快察觉到有人上山，尽快的给大家安排了一下。他身边只带一个叫雷子的士兵，其他的2人一组，尽量都去找大树，最好是上面有树洞的地方，躲在那种地方比较安全。离开山洞，他们并没有把火熄灭，还故意做出从旁边小路逃跑的痕迹。做完这些，他们才分开往一个方向下山。这一跑就是1个晚上。山坡上，火把像火龙一样在黑暗中划过好看的弧度。那些人越来越近，有人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足迹。带头那位大喊一声：快，他们跑下山了，谁说是抓住那个人，悬赏100两黄金。将军，您先走，那些人要追上来了，我去引开他们。不，要么一起死在这儿，要么跟我继续下山。扯着人就往山下跑去。将军，那边是个村子，这个时候进村子可能又出不来了，我们似乎没路可跑了。先下去。孙九州果断地先往山下跑，没想到他们已经无处可逃。一辆马车从村子里飞奔出来，孙九州上前拦下马车，等山上的人发现追来的时候，马车已经跑出了很长一段距离。啊，这位姑娘，得罪了。无碍。随后让车夫改变路线，去了旁边的小镇。院子里有药，有现成的食物，那些人应该不会想到你们躲到了镇上。饭后，那个姑娘还没回来，雷子有些担心地说道：将军，这里不一定会安全，我们还是离开吧。孙九州觉得雷子的考虑没错，他找到纸笔写下了几个字：多谢姑娘出手相救，若是在下有幸活下来，再次相见，定会重金答谢。写完之后，他从腰间拿出了一块形状似钥匙的木牌，将木牌压在纸上，这才带着雷子从后门离开。王小夏让3屯叔把牛车直接赶到了米铺，不然让那些流民们看到他们买了那么多米，肯定是要被盯上的。你张姐貌似病了，好像还挺严重。那您知道她住在哪儿吗？你等会儿，我带你去。王小夏离开前吩咐所有人就在这里等着，小心一点别被盯上。随后跟着董掌柜走了。哎呦，妹子来了！哎，快进来，快进来！哎，
去看看你张姐吧，她还惦记着你呢。进屋子，看到张姐的模样，吓了一跳。这才几日不见，张姐一张脸瘦了不少，一双眼睛都有些凹陷，这不是正常的病症。王小夏冲到床边，上前给张姐把了脉，发现跟上次中毒迹象一样，而且比上次还严重了许多。说是他再晚来2天，有可能就得给张姐收尸了。妹子，你张姐她……还好今天来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姐夫，张姐这病医治起来需要时间，你收拾一下。我们今儿来了牛车，你背上张姐，跟我回去。好，都听你的。我，王小夏记得张姐还没完，而刘屠夫听完恍然大悟道：哎呦，差点把小丫头给忘了。丫头快出来，我们要出个门。不一会儿，另一边的屋子里，一个小姑娘蹦蹦跳跳的从里面跑了出来。王小夏看到这小姑娘，愣在了原地。这不是张道苦苦寻找的小蝶小姐吗？怎么会跟张姐他们在一块儿？哦，这孩子是1个月前你张姐在集市的角落里捡到的。这孩子好像不会说话，她见可怜就带回来了。哎呀，他们家找他都快找疯了。走，先离开，一会儿在牛车上说。娘，张姨病了吗？是的，我们要接回去住一段时间。大家动作快点，三屯叔把牛车赶到胡掌柜门口等着，我去办些事情，很快就回来。王小夏一顿吩咐，便是快步离开这里，往张道住的地方快步而去。到了那座院子门口，他看到门口停了一辆马车，马车旁边站着个妇人，妇人正在责备张道。张道拄着拐棍站在门口，被骂得不敢吭声。一会儿功夫，那妇人骂得满脸通红的上了马车，旁边的丫头又横了张道一眼，跟着一起上马车离开了。人走之后，张道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浊气，身边的周海也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抬头的时候看到不远处的孙娘子。张道顺着视线看去，却见孙娘子转身走了。他愣了一下，随后故意大声地吩咐周海：你陪我去前面那条街买些东西。是。周海明白地扶着张爷出了门，两人保持距离地跟了上去。王小夏带着他们走到旁边的巷子，进巷子之后停住脚步，等着张道过来之后淡然一笑道：看来张爷恢复得不错，那我就放心了。王小夏把见到小蝶和找到克制毒性药材的事情都跟张道说了说。张道听完吃惊之余，更多的是感激。在下想把小姐暂时托付给孙娘子，还请孙娘子救小姐一命。王小夏知道张道担心什么，正像他之前提醒过的，或许张道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只是他也怕给家里惹来麻烦。毕竟大家族里有些人不仅心机重，而且还很歹毒。孙娘子放心，这件事在下连他们都不会说。张道说着话，看向站在巷子口的周海。王小夏听他这么一说，稍作犹豫之后才点了头，又从背篓里拿出了几副药材交给张道。这些药也得熬制成药膏，用完之后你的腿就差不多能好了。多谢孙娘子。来，跟婶子进去休息会儿。进屋之后，王小夏嘱咐图图和老三在门口看着，别让任何人闯进来。知道了，娘。王小夏进去之后就把小蝶给弄晕，小蝶身上的毒很不一般，脉搏倒是比上次好了些，但是好像被下了新的毒。到底是谁那么想让这个小姑娘死？不对，这新毒跟张姐身上的一样，也就是说，给张姐下毒的人居然连个孩子都不肯放过。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丫头命不该绝，恰好是这种毒克制了身体里原来的毒性，否则这加重的毒性会让这个丫头毒发身亡。她快速走了个针，把后面中的毒药给解掉，疲惫地躺在旁边就睡了过去。
在外面守着的两人见门迟迟没有开，有些担心。而旁边的屋子里，刘屠夫突然着急地冲出来要找人。你等等，我叫叫。图图说完拍起了房门。王小夏疲惫地睁不开眼睛，听到外面的叫喊声，只能努力地翻身坐起来。看到小蝶睡得平稳，他没有吵醒小家伙，起身走出房门，让小团子进来看着。妹子，你张姐她醒了，看上去还是没力气。检查之后确定毒素清完，他吐了口浊气。媳妇儿，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啊！姐夫，张姐没事了，只是被人连续下了2次毒，身体太虚。王小夏不仅说明白了张姐身上的病症，还把小蝶的事情也跟两人说了说。刘屠夫两口子很喜欢这孩子，听说妹子会把孩子送回去，终究有些不舍。可想着孩子的家人肯定也急坏了，善良他们都微微点了头。放心吧，等张姐好了，我就给她调养身子。你们都还年轻，能有自己的孩子。妹子，这个你拿着，我们不能白吃白住，你抓药也得花钱。既然我都认了这个姐，认了你这个姐夫，就没有把你们当做外人。药都是山上挖的，不用花银子，这些银子千万别再拿出来，免得让那些没见过世面的人惦记。你可把粮食带来了？哎呀，糟糕，着急忙慌的上了牛车，忘了再回去一趟。我找妹子说一声，看能不能借牛车把粮食给拉过来。刘屠夫拍了一把脑袋，说完转身小跑着去找妹子问借牛车的事情。而王小夏刚从屋子出来，就见三屯婶儿慌乱地推开院子门走了进来。三屯婶子，这是出了什么事儿？王小夏眼皮子突然跳得厉害，她有种很不好的预感。不好了，村子边上住的有2户被流民给抢了，你们可千万小心些，别让村子里的人知道你们有粮食。这么快？那2户家住在村口，会不会也不安全？还有你们家里就你们2老，这样可不行。他认真琢磨了一下，突然想到一个法子。让2户一家搬到你们家住，您看可以不？我们老2口自然没意见，就是不知道2户家怎么想。他有些为难地拧紧眉头，若不是儿子不在，他们老2口也不会想出这样的法子。王小夏拍拍三屯婶的手，示意他放心，随后叫上老2一起去趟2户家。下午的时候，因为村民被抢的事情，孙礼正召集每户到祠堂里开会。王氏把开会的内容跟大家说了一遍，他也提倡大家抱团取暖，让大家尽量减少外出。王小夏听完，觉得这李正叔还算是比较有头脑的。李正老哥说了，这个村子的住户太散，若是到了紧急关头，大家也可以躲到祠堂里。九州媳妇，你有什么想法？爹娘，若真是碰到流民进村，躲到祠堂倒还可以，就怕遇到山贼下山抢夺，那就没用了。山贼？对啊，兵荒马乱，加上大雪封山，山上的土匪没有了粮食，城里有衙役看守城门，城门一关，他们很难进去，必然会想到各个村子抢。王小夏给大家分析了一下，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而且还会很快。几位老人听完，脸色都不大好看。孙清江哀叹一声，说道：10几年前就出现过这种情况，边疆大乱，大雪封山，土匪们挨个村子烧杀抢夺。当时李正老哥带着我们躲到了大孙山，这才逃过一劫。若是这样，李正叔应该心里有数，我们也得提前做个准备。明儿一早，2户、七周还有姐夫，你们背着米跟我进一次山，我们得先做个准备，免得到时候一点退路都没有。行，那明儿我们一大清早就过来，到时候顺便把木头给砍下来。
二虎立马同意下来，大家把事情说好之后，其他人就各自回家。他让老二背上他们家的粮食，他则是去把花花背上，背着背篓一起走出家门。刘屠夫昨个看到花花的时候就知道花花不是猫，而是豹子。他有些不明白，妹子带着豹子上山做什么。一行人跟着王小夏翻过山坡，到了山脚下，眼看去的是小孙山的方向。二虎有些心急地问道：九州嫂子，你是不是走错方向了？二虎兄弟，你跟着我走就是了。老二第一次进小孙山，之前也听过不少关于小孙山的事情，他心里有些害怕，可想想娘去了那么多次，每次都能平安的回来，才稍微定了定心。七周走到小孙山脚下的时候就开始脚软，他把背篓里的柴刀给拿在手上，提高警惕地看着四周。一声豹子的叫声传来：别过来，别过来，过来我砍死你啊！这是豹子的声音。二虎兄弟好耳力，这是花花他爹，不用害怕。王小夏见七周吓得够呛，赶紧出声安慰了一句：老花，带你儿子来看你了。听到王小夏的召唤，狂奔而来。老花后面跟着花跟班，两头高大的豹子出现在他们面前，吓得七周脚软的跌坐在了地上。娘，这就是老花跟花跟班啊。先去山洞，一会儿再跟他们玩。王小夏拉着老二跟着往前走，其他人跟在后面。经过2片林子之后，他们看到了山洞。一路上，二虎几个都满脸惊讶，不时看看王小夏，全都没有吭声问什么，因为他们都害怕把有灵性的2头豹子给得罪了。终于来到那个山洞口的时候，王小夏发现其中一个山洞居然有人，而且是2个男人。2个男人都胡茬满脸，看上去有些狼狈的样子。发现有人靠近，其中一个男人警惕地拿出了手中的宝剑。二虎一眼看到面前的男人，觉得有几分眼熟。老二更是愣在了原地，揉了揉眼睛。老花和花跟班冲着2个男人大吼一声，准备朝2人进攻。回来！王小夏大喝一声，老花跟花跟班听话地停住脚步，一左一右地站在王小夏和老二的身边。这架势让在场的5个男子都为之一愣。这看似平凡的女人居然驯化了成年的豹子，实在是太让人惊讶了。你们是谁？这地方是我们先找到的。他总觉得其中一人有些眼熟，一时半会儿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不只是老二，王小夏也觉得其中一人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对不住啊，不知道这地方有人住，我们也是前几天逃难到这里的。若是占了你们的地方，我们另外找。王小夏认真考虑了一下，这里有2个相邻的山洞，2个山洞都合适住人。他们现在选这个稍微小一点，旁边那个比较大一点。如今战乱，有本事的人也会往山上跑。既然他们敢在这里住下，说明不是一般人。能有人帮他们守着另一个山洞也可以。你们可以住在这里，不过得帮我们看着另一个山洞，你们可愿意？可以。孙九州果断地答应下来。当初逃出那个镇子没多久，又被杀手盯上，在交手的时候脸上被剑划伤，如今脸上多了一条长长的黑疤，又长了一脸络腮胡，也不怕有人认得出来。他应下声之后，抬头看向那个女人，却对上女儿直视的目光。糟糕，难道是被那丫头给认出来了？娘，我们还是快些，一会儿还得盖房子呢。好。王小夏说完，带着人把粮食搬到旁边的山洞。到了山洞之后，他将背篓里的花花拿出来，让父子俩叙旧，又吩咐花跟班送二虎他们先下山，免得耽误砍木头的事情。刘屠夫看了妹子一眼，关心地问道：妹子，你和老二在山上也小心一些。姐夫放心，这里我经常上来，很熟悉。你们下山之后去大孙山砍树，
尽量别让其他村民看到你们是从这边过去的。这里东西不少，既然上来了，那就挖些回去。老二点了点头，偷偷的看了那边一眼，拉着娘赶紧往旁边的林子走去，带着老二把背篓挖满，就去回到山洞口。此时花跟班也回来了，他过去把花花放回背篓里，又拍拍老花的脑袋，说道：我们下山去了，你们也小心些。老花叫唤了一声，花跟班留在了山洞，他把母女俩给送下山去。院子里，阮氏和马氏不知道上哪儿听说七周一家要搬走，都跑来想让梁老跟他们回家。说白了，也就是看中梁老手上有银子。周氏是个心地善良却又比较软弱的女人，即便是想跟两人吵也不是对手，情急之下除了哭什么也不会。王氏看在眼里，气呼呼地把阮氏和马氏狠狠地骂了一顿。你们这两个见钱眼开的蠢货，都给我滚！还有你们，老娘怎么养了你们两个不争气的逆子？你们也给我滚！若是娘真的不愿意要我们这两个儿子，那不如断了关系，不然娘就不要继续偏心下去。他抬眸看向孙八周，忍不住破口大骂：孙八周，看看婆婆被你气成什么样子了！若是你真不想孝顺他们，以后他们我来管，你们也别没事找七周媳妇儿的麻烦。王小夏，你这个扫把星，你都把你男人给克死了，难道还想克死公公婆婆不成？啪！王氏气得冲上去一个耳光，重重地打在马氏脸上，然后上气不接下气地指着八周吼道：今儿要么休了你这个贱蹄子，要么就跟我们断绝一切关系，从此我再也没你这个儿子。老婆子，你可别被这两个逆子给气出毛病了。随后拿起旁边的棍子朝两个儿子身上打了下去。别打了，爹，别打了！你们之前偏心大哥，现在偏心老三，我们也是你的儿子，你为什么不能偏心一下我们呢？你们到底还要不要脸？敢说我和你娘偏心你大哥？这些年若不是你大哥拼命拿回来一些银子，你们早就饿死了。还有七周两口子，这些年来，你们两兄弟在他们身上占了多少东西啊？你真以为我和你娘是瞎子不成？他喘了口粗气，喘足气之后继续说道：你大嫂说的没错，你们这样的逆子还不如不要。走，去李正那里，我要跟你们这两个混账东西断绝关系。这2天村子都不消停，孙李正家里天天都有人来，刚刚送走一家子，又迎来了孙青毛一家。李正大哥，劳烦你了，我们两口子要跟这两个逆子断绝父子关系，还请您给做个公证人。从今往后，孙八周、孙六周跟孙青毛断绝父子关系。孙八周、孙六周要断养育之恩，分别给10两银子交给孙青毛夫妇。10两？你们干嘛不去抢啊？我可没有。我也没有，一年到头就那么点银子，上哪有10两？没有可以写欠条，写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说是不行，每年给赡养费也行，每户3两银子。说你们还不同意，那就去见官。见官？孙八周一听都怕了，看一眼媳妇儿马氏，马氏也怕，摇了摇嘴皮子，只能同意下来。不多时，马氏回去拿了银子，签下那张断绝契书，恶狠狠地瞪了王小夏一眼，两口子转身回去了。你们两个考虑清楚没有？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没时间跟你们在这里浪费时间。快去拿银子。拿多少啊？10两。孙六周咬牙切齿地说完，气呼呼地看向王小夏。像你们这样不忠不孝的人，这辈子也别想着发财。劝你们以后多做些善事，不然迟早要遭报应。你
孙柳州抬手就要打人，结果手还没落下，就被跟来的刘屠夫一脚给踹飞了出去，扑通！你是这个贱人的相好，李正大人，这种人就该进猪笼。刘屠夫抬手又要打人，却被王小夏给拦了下来。王小夏淡淡的说道：“姐夫，不用跟这种人多废话，别脏了你的手。”你给我听好了，以后若是再让我看到你欺负我妹子，我打断你的腿。刘屠夫放下手，警告了一句，退到旁边。孙六周可是知道王小夏那贱人娘家对他其实并不好，而且只有个弟弟，根本没有姐姐，也不知道这冒牌姐夫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可面对这野男人的拳头，他有些害怕。等阮氏把银子交到孙青毛手上的时候，孙青毛也被气得浑身没力，站不起来。最后是孙七周把人给背了回去。屋子里，老大努力地在床边走了几步，发现身体还是没有力气。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那个女人说是因为他伤了底子，可他不信。他觉得是那女人给他下了毒，只有他没用，才会显得他有用。王小夏进来，恰好碰到老大走不稳要跌倒的样子。你的身体现在走多了不是好事儿。后娘是怕我好了，他们就不会为你做事了吗？哼，王小夏就知道这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平时孤傲少语，其实藏着不少心机。给他疗伤那么久，这种话都说得出来，直接把他给气笑了。他们好骗，我可没那么好骗。老大不懂他为何要笑，反正他是不会相信他会回心转意的。大哥，娘为了治好你身上的病，冒险烧伤给你采药，你怎么能这么说娘？我可没有你这种来历不明的弟弟。你……图图一听，气得脸都黑了。王小夏可以不计较自己付出有没有收获，但是不想看到小团子被伤害，拉着小团子转身出了房门。大哥怎么这么说话？娘肯定伤心透了。老五觉得大哥刚才的话说的有些过分了。大哥，虽然我们之前过得并不好，但是这一切也是因为我们而起，娘才是受伤的那个。老三也赞同老五说的。还有，上次若不是娘，小六就死了。大哥，你不该这么对娘的。大哥，你自己想想，若是他不管我们，这样的乱世我们能不能活下来？不好了，山贼进村了，快跑啊！九州嫂子，大伯，快往山上跑，山贼进村了。你看到山贼了？没看到，听山下的人喊的，听到动静我就过来喊你们了。九州媳妇，先跑再说，往山上跑，走。火把虽然不少，却是没有看到有哪家烧起来。看到这情况，他几乎可以确定这是有人故弄玄虚。七周，你护着爹娘他们往三屯叔家里走。二虎，你跟我留下来看看情况，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孙七周听话，背上老大，一起往三屯叔家跑。刘屠夫不放心地看了妹子一眼，背着媳妇儿跟在后面。图图紧紧地拉着小蝶，一会儿功夫，他们的身影就消失不见。大概半个时辰之后，一群蒙面人跑到半山腰，带头的看身形是个女人。那最前面的女人，两人都觉得背影很是眼熟。那一群人冲进去没多久就出来了，手里除了扛了几床新被子，似乎什么也没有找到。看到这一幕，王小夏嘴角一扬，哼，山贼进门就是为了抢别人的几床被子。马氏，你好大的胆子，居然带着外人来村里抢劫！看来你是不打算再在这个村子里继续待下去了。大哥，打死这个贱人！就是这个贱人害得我和八周不好过。还真是八周媳妇儿。二虎愣了一下，从大树后面窜了出来，在马氏大哥没冲上来之前，不客气的将人一脚给飞了出去。马氏看到二虎吓坏了，快跑！不能让二虎给抓住了，他可是猎户。哼，就这么点本事，
还敢装成山贼抢夺他的东西。他上前一个过肩摔，将马氏摔爬在地上。二虎也很快把马氏大哥拿下，其他人都是马氏娘家村子的，他们连滚带爬的赶紧开溜。王小夏让二虎把人绑到树上，然后再去叫人。他则是等着二虎离开之后，揣着根棍子，对着两兄妹一顿暴打。你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你！马氏撕心裂肺的大喊，原本想让娘家兄弟们都能得到点好处，没想到居然被这贱人给识破了。马氏的哥哥使劲挣脱，希望还有机会跑出去，却不知道王小夏绑的是专业绳结，一般人根本解不开。就你们这么歹毒的心思，还想杀我？先想想自己有什么后果吧！死女人，你想怎么样？马氏的哥哥大吼道：“若不是有刚才那个猎户，他肯定能弄死这个贱女人。”此刻，他像狼一般盯着眼前的女人，恨不得把人给撕碎。骂吧，趁着还有力气。一会儿村子里的人来了，打得你们半死的时候，我怕你们再也骂不出来。王小夏说完，又对两人一顿乱棍打了下去。他很聪明，专挑不起眼的地方打。另一边，二虎给报信之后，村子里的几个年轻人跑了过来，几人愤怒的上来，对着两人又是一顿暴打。几位兄弟，别把人打死了，既然他们对我们家动了手，自然要给个交代，还是把他们拉去李正叔那里吧。对呀，拉去正叔那边。走，两个不要脸的东西，居然敢打我们孙家村的主意！不好了，土包家被流氓给抢了，土包受了重伤，快让人同着大家去帮忙啊！你们把人送去，我去看看。九州嫂子，你也要小心啊，保不定山里还有混进来的流民。二虎听到孙杆子的声音，赶紧下山去帮忙。走之前，嘱咐村里的一个年轻人，务必要保护好九州嫂子。这是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王小夏把马氏带着娘家哥哥装扮成山贼，弄得村里人人心惶惶的事情跟孙李正说了。李正老哥，您可别再上火，这身体要紧啊！先把这两人关到祠堂，等下面那件事情处理完了，再来处理这两个蠢货吧。王小夏没有多做停留，把人交给李正书就赶紧走了。这九州媳妇像换了个人似的，听说如今不仅对九州几个孩子好了，对青毛老哥他们也孝顺了。那不是好事吗？九州本来就是个好的，九州媳妇嘴硬心软，之前也是那些孩子们太淘了，如今他媳妇能想过来挺好。这八州和六州两人娶的媳妇，还不如九州媳妇。这回青毛老弟又得上火了。孙李正正想不到八州媳妇儿居然那么大胆，敢带着外村的娘家人来算计九州媳妇儿，这样的事情必须要严惩。孙李正稍微顺了口气，带着几个年轻人把这两人押到祠堂。在把人送到祠堂的同时，他让几个年轻人和明东去一趟不远处的马家村，把马家村的李正请过来。马氏现在嫁到他们孙家村，就是孙家村的人，但是马氏的哥哥还得他们自己村里处置。我们家这是造了什么孽，才会摊上这婆娘？娘，您不是已经跟他们断绝关系了？他们犯什么事儿，也连累不到我们。王氏擦了擦眼泪，难过的说道：“话虽如此，那终究是你的二哥，那婆娘死了就算了，还是会连累你二哥的。”孙青毛则是偷偷看了九州媳妇儿一眼：“行啊，断了就断了，死活也不是我们的事儿了，都回去睡吧。”他拍拍老婆子的背，转身朝她使了个眼色。王氏心里难过，也不得不顾及九州媳妇儿的心情，擦干了眼泪，他喃喃说道：“对，断了就断了吧，大家都累了，回去休息吧。”村子越来越乱，那后面新盖的土屋子也不知道能够再住几天。娘，我们要不要提前搬到山上去住？
若是提前，就会被人知道我们藏身的地方。记住，让大家都守住嘴，不然我们会一点退路都没有。明儿我们再搬些米和肉上山放着，从明儿开始，大家轮流守着，大不了白天不干活，晚上必须警醒一些。娘放心，我会跟大家说的。老二经过今晚上发生的事情，意识到后娘是多么的重要。第二天一早，孙礼正就召集各家各户去祠堂开会。男人家的婆娘在那儿哭得死去活来。李正说，今儿马家人必须给个说法。若不是他们做的缺德事，我家男人也不会被伤成这样。听到那妇人这么说，他可不会背这个锅，毕竟背锅是要赔钱的。我没有跟那些流氓勾结，只是想去那个贱人家里抢粮食罢了。李正说，我说的可是实话，我真的没有做这些事情啊。马立正，这麻花嫁到我们村子，就是我们村子的人，不管做了什么，也都是我们管教不严。但是这马林还有另外几个人都是你们马家村的，他们该如何处置，就看马立正您了。是啊，马立正，只要村民们觉得公道，我们就不把人送官。若是您觉得处理不了，我们就直接送到官府。大虎娘，大虎还在官府没回来吧？孙明东故意提了一声，大虎是城里的衙役，免得以为他们孙家村没人。一听孙家村有人在县衙做衙役，马礼正的脸色越发的难看。一直不吭声的马礼正终于开了口：这样吧，既然这事儿是我们马阿林做的，看看一共要赔偿多少银子，到时候我会去他们家把这银子要上。马阿林的爹过来了：你这个不要脸的蠢货，自己宵小你兄弟嫂的东西，为何要拉你大哥下水？我们家可没拿任何好处，这些都是你惹出来的事情，你可别连累我们马家。爹，您怎么可以这么说？当初可是您同意了，才让大哥带人跟我来的。行了，你们就别甩锅了，反正都是你们家的孩子，这钱你们马家必须得赔。你们先把银钱给算出来，到时候若是他们不给，就把他们送衙门。你们放心，我绝对不会徇私的。马老爹一听，心也凉了，知道这事儿躲不过去，一个劲儿的给女儿使眼色。这事儿是我雇我哥干的，多少银子我赔。害得我们孤儿寡母大半夜跑出来，我们家老大的身子骨还弱，昨晚这么一闹，还染上了风寒，几个孩子还受到惊吓，岂能说没干系就没干系？可不是，不贪心怎么会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必须得一起赔钱。九州男人战死沙场，他媳妇可是忠烈遗孤，你们连这样的孤儿寡母都敢下手，无论出自什么原因，都必须受到惩罚。忠烈遗孤，马礼正听完脸更黑了。这些忠烈朝廷会有抚恤金，在各个县衙也都有记录，他们居然连忠烈遗孤都敢下手，实在是太眼瞎了。马林，即便是其他事情我可以不追究，但是你们的确参与了这件事，除了正常的赔偿之外，必须给九州家赔偿5两银子作为孩子的看诊钱。5两银子，马老爹眼睛快瞪成了铜铃。这二弟怎么帮着外人说话呀？实在是太让他生气了。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孙八周的影子。马氏啊，八周人呢？八周？马氏突然慌乱地看向自己的父亲。我只是把我女婿和外孙女留在家里住上几天，难道还不行吗？我呸！你是想用我儿子拿来威胁马氏吧？行了，那是八周自己的选择，以后要遭什么罪啊，我们也别管了。马氏见公公这是真不愿意管他们一家人的死活，就爹这态度，娘家不会给他一个子儿，他也不想被娘家拿捏住。
如此一想，他便是对刚才的话进行了反口。是我爹，我爹知道大嫂家这年头还能吃上肉，肯定是囤了不少粮食的。是我爹让我带着我大哥和冯家村几个要好的朋友假装山贼，让村子先乱起来，再去抢大嫂的粮食。我爹不让我说出来，他把我男人还有我2个女儿扣在了娘家。你再敢胡说，看我今天不打死你！却被二虎一把给推倒在了地上。你要管教你的女儿，我们管不着。孙八周是我们孙家村的人，你最好现在就去把人给放了，不然我们现在就拉你去衙门走一趟。二虎看得出大伯和大伯娘其实是心疼八周，故意这么说了一句。孙李正正觉得二虎说的有理，目光看向旁边的马李正。马李正打了个冷颤，只要不把人送到衙门，怎么解决他都已经不在意了。于是他叫了身边的2人，让他们赶紧去一趟马家村，把孙八周和2个孩子都带过来，等着孙李正把村子里的损失都给统计一下，加起来差不多20两银子，另外加上赔偿给九州家的5两银子，这25两银子马氏和马家平摊。马氏想着，虽然结果很悲惨，总比他们一家给银子来的强呀，可以后娘家的门是没法回去了。他心里终究有些难过，却把这份难过全都归功于王小夏这个贱人。这个仇不报，他就不叫马阿花。谁鬼鬼祟祟的站在门口，再不说话我就放狗出去了。别放狗，是我，你二哥。二哥？孙七周不敢去开门，他进厨房跟大家说了一声。王氏很想看看八周现在怎么样了，可想到这里不是他做主，便是小心翼翼地看了九州媳妇儿一眼。孙青毛还是那句话，这是自作自受，问他有什么事儿，没事就让他走吧，这里没有多余的粮食。孙七周看到大家的态度，知道不能开门，只能在门后喊话。二哥，听娘说了，这里没有多余的粮食，你若是还有什么话就说。爹，我想吃肉。还吃肉呢，饭都没得吃了，让他们开门能进去吃口饭就不错了。是啊，能吃上一口饭就不错了，家里的粮食全都被那些要求赔偿的村民给抢光了，现在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孙八周原本想厚着脸皮带着2个孩子过来蹭一口饭，却连门都进不去。孙灵儿继承了马氏那种狡猾，见三叔不开门，掐了妹妹一把，然后嗷嗷大哭起来。爹，我们好饿呀！爹，我们想吃东西，家里的东西都被抢光了。孙七周听到侄女的哭声有些不忍，他转身打算去厨房把中午剩下的几个馒头拿给二哥。七周，别忘了，我们没钱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想过帮过我们。而且，这些食物都是大嫂的，除非大嫂同意，不然就算认了喂狗，也不能给任何人。周氏故意把嗓门提高了几分，希望门口的人知难而退。门外，孙八周听到这也没颜面再待下去了，而他没有注意到大女儿的眼神跟媳妇儿有些时候一样的恶毒。他颓废地拉着2个哭喊不停的女儿回到家，还没进屋就听到里面传来媳妇儿的哭声。马氏心里也憋屈，这些年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银钱，如今被掏空了一大半，剩下那些他打死也不会拿出来。抬头看到自家男人带着2个女儿空手回来，他知道肯定是没有讨到好，指着他大骂起来：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连带女儿找顿饭都找不到，当初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你这个蠢货。你若不是你跟你娘家商量去打劫大嫂家里，我们能弄成这样？我没用，我看你才是扫把星。不想过了是吧？不想过那就和离，老娘不信离了你还不能活了。
孙灵儿和孙丽儿两个吓得嗷嗷大哭。精明的孙灵儿赶忙跑出去找四叔四婶。她知道，若是爹娘真的和离，她们两姐妹就可怜了。隔壁的一家子一大早就搬走了，阮氏可没有那么容易被人占便宜。知道妯娌联合娘家人做出那样的蠢事，趁着他们去祠堂那会儿的功夫，就让大哥过来帮忙，趁着牛车把东西给搬回娘家去了。此时任凭孙灵儿脑子里有多少小九九，拍着这空无一人的大门，也注定一点劲儿都使不上。等他发现屋子里没人，转身看到娘背着包袱冲出家门，等他追出去的时候，早就没了娘的影子。娘，您不要我们了吗？娘！他站在冷风之中，哭得跪在地上。屋子里回过神的孙八周冲了出去，看到只剩下女儿跪在地上，他知道媳妇儿是真的跑了。他用力一拍脑袋，当初怎么就听信了这个婆娘唆使跟爹娘分家？想到自己的糊涂，他后悔不已。九州他娘，九州他娘在家吗？院子外是明东媳妇的声音。听到这个声音，王氏皱了皱眉头。明东是个好人，可他那媳妇儿不是什么好玩意儿。让二娃跟你一起去。孙青毛似乎想到了什么，让九州二娃跟着去。老二看着碗里的肉，吧嗒了一下嘴，还是乖乖放下手中的筷子，跟着奶奶一起出了厨房。这个吝啬的老太婆，每次明东爷爷偷偷给他们看病，回去都会被骂，所以他们都不喜欢他。明东家的有事啊？他伸长脖子往厨房那边看了看，一脸羡慕地说道：哟，想不到你们家真是过得不错呀，都这个节骨眼了，还能吃上肉。今儿他姐夫跟二虎上山砍柴，带了只兔子回来，你若是早来一些，还能吃上一口肉。可惜我们几户人家人太多，每人一口也就没了。没了肉，喝上一口汤也可以呀。汤都留给我大哥喝了，我大哥身子还弱，需要补补。哼，没了就没了吧。我过来告诉你，你们家八周啊被人打成了重伤，现在就躺在我家里。既然你们有钱吃肉，那就赶紧把枕巾给了，把人带走。说完，他便是气呼呼地走了，不给青毛嫂子任何反对的机会。八周被人打成了重伤，王氏心口一疼，他也顾不得其他，转身进了厨房，把事情跟老头子说了说，然后带着七周往明东家去了。等吃过晚饭之后，他支开那些孩子，把周氏单独叫到了屋子里。大嫂，您找我有事吗？说说，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听说马氏已经离开，你该不会担心那两个小丫头吧？大嫂是不知道，二嫂把那两个孩子教成什么样。梨儿还好些，莲儿那真是非常不像话。我们家两个孩子成天不是被他打，就是被他抢东西。以前我也经常看到老四和老五被他欺负。总之，我不想让那孩子跟我们家孩子挨得太近，别让孩子们也学坏了。放心吧，我不会给他们机会的。八周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咎由自取，那么大的人了，做错事就该受到惩罚。周氏听大嫂这么一说，满脸的愁云总算散去。王小夏紧跟着也开了房门，他去后面木屋子拿了好几块猪肉放到背篓，然后把这些东西塞给二虎，让二虎背回去。二虎还想推脱，见九州嫂子面露不悦，只能背着背篓跟着爹娘一起回了三屯叔家里。1个时辰之后，孙青毛夫妇回来了，他们没有把八周给带回来。回来之后，两口子的脸色也不太好。王氏在九州媳妇儿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最后被孙青毛给拽着回了屋。老头子，九州媳妇儿心思那么好，八周也知道错了，只要我们开口，他会收留八周的。王氏看到八周被打成那样，终归是身上掉下的一块肉，他实在是不忍看下去。九州媳妇的善良是对自己人，而不是对伤害过他的人。
你若是开了这个口，到时候恐怕齐州也会因此受到连累。难道你想看到才刚刚好的关系又破裂不成？娘，奶奶下午出去那么久还没回来，肯定是去看二叔了。若是二叔带着那2个姐姐回来，可怎么办啊？老五明显声音里听起来有几分害怕，这是被欺负习惯之后留下的心理阴影。放心吧，不会有这么一天的。大不了这地方留给你三叔他们，我们另外找地方搬家。王小夏态度明确地告诉老五，既然决定要好好养大这几个孩子，就不会让他们轻易受欺负。好啦，你去搬张椅子到院子，我把你张姨扶出来坐会儿，他不能总在屋子里躺着。老五小跑着去厨房端了2张板凳过来，把凳子放下之后，他又跑到后院看看小丫头和小六。王小夏在屋子里给张姐把脉之后，两人又说了会儿话，这才扶着人来到院子里坐下。张姐看着王小夏，微微一笑地说道：之前我一直没跟你说，其实我有个妹妹，我那妹妹出生脸上带着胎记，那年她到了成年的年纪，媒婆给说了好几个婚事，结果对方见到妹妹之后都嫌弃她丑，我妹妹受不了这种屈辱，最后跳河自尽了。王小夏终于明白为何当初第一次见面张姐就待她这么好，原来这世上真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一切都是有缘分的牵引，只不过他对书中张姐的记载一点印象都没有。你会不会怪我？毕竟我妹妹她……张姐见王小夏不吭声，怕她觉得晦气，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怎么会？我这张脸啊，从小就没人喜欢。我不是我爹娘亲生的，我爹对我倒是挺好，我娘却从来没有把我当作人看。我那个弟弟更是把我当作下人一样使唤。如今能多个姐姐，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怪你呢？王小夏满脸高兴地看着张姐，对于前段时间她的照顾很是感激。小夏，张姐激动地握住了王小夏的手。姐，等事情平静之后，我会帮你查出害你的人，那个人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娘，你看，我们挖到很多竹笋。老二背着一背篓的竹笋，一蹦一跳的到了后娘的面前。王小夏看着老二笑眯眯的模样，再想到他们第一次见面对他的满脸厌恶，自己付出的辛苦还是值得的。哐当，屋子里突然传来一阵东西打翻的声音，母女俩赶忙进去要看个究竟。大哥，你怎么了？老三看着被打烂的碗，害怕地缩在了角落。老大一身戾气地看着碎了一地的碗，吼道：天天喝这些有什么用？我还不是不能跟正常人一样，肯定是他在我的药里动了手脚。不会的，娘不会这么做的。大哥，娘说了，还有1个多月，你的身体就会好很多。老三连连摇头，他不相信后娘会对大哥下毒。老大冷冷一哼，气愤地看着老三：你们都被他收买了，我说什么你们也不会相信。刚刚走到门口的王小夏把他们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他无奈地摇了摇头，没有进去。老二看到后娘一脸失望地离开，他迈步走进屋子里。二姐，你好好劝劝大哥。大哥。老三难受地哭着跑出了房间。老二什么也没说，抬头看了一眼大哥，随后走了出去。老大看着弟弟妹妹都这么信任那个女人，没一个信自己的话，他的拳头打在了床边上。他发誓，总有一天要让所有人看到那个女人的虚伪。老三擦了一把眼泪，看向奶奶说道：我给娘做焖肉，娘最喜欢吃肉了，吃好了娘就会高兴。而这一夜，老二失眠了，他努力想要找到法子化解大哥跟后娘之间的不信任，可他想爆脑袋也想不出什么能用得上的办法。天快亮的时候，外面传来一阵哭喊声，
他立马翻身下床。外面不知道谁家又被流民给抢了，声音很乱，应该不止一户人家被抢。那些流民疯了，山脚下的人家几乎都被抢了，看来这地方恐怕是待不下去了。都被抢了。孙青毛往后踉跄几步，若是这样，村子里根本就没法住了。他深吸了口气，回头看向老婆子，嘱咐道：快，你去收拾一下，等天亮看看李正老哥那边怎么安排。若是没安排，我们可能就要上山了。王氏应下声来，想到山上的冰寒，忍不住打了个哆嗦。王小夏则是担心自己的身体在太冷的地方会发生什么异样，可现在他也顾不上了，至少在山上有老花和花根班守护大家。七周，你去看看下面情况怎么样了？我孙七周很想说不去，却又怕被爹骂，支支吾吾了半天，没把话说出来。王小夏看得出这孙七周的胆子还不如一个狗子，估摸着也是从小被保护的太好。爹，我去吧。李正老哥建议搬到大孙山脚下，很多人都反对，这天太冷，山脚下更冷，大家也没房子住，会顶不住。不过也有同意的，李正老哥的意思是不强求，我和你爹回来找你们商量，你们看看到底是搬还是不搬。周氏看向大嫂说道：大嫂，您说说看，我们上哪儿？我们在小孙山已经找到合适的山洞，山上有花花爹帮着看着，比大孙山要安全一些。王小夏把自己的想法给大家说了说。王氏听说小孙山，吓得又差点没站稳。他一直以为他们是在大孙山上找的落脚地，怎么去了小孙山？娘，你别害怕，山上有大花的爹，还有另一只豹子帮我们守着山洞，我们早就把粮食搬上去了。那地方就一户人家住着，人少点儿也没那么复杂，我们听大嫂的就对了。孙七周也在旁边开了口，他也担心，若是村子里的人都搬到大孙山脚下，他们家人不少，肯定没地方住。王氏听七周也这么说，又想着还有刘屠夫和二虎，这才稍微把心放下来。他抬头看向九州媳妇，问道：我们什么时候搬家合适啊？明天吧，今晚大家都好好休息，一会儿让七周跟姐夫去一趟三屯书那边，让他们也准备一下，明儿天不亮上山一次，估计还得来回几次才能把东西搬完。另外还得去一趟李正叔那儿，告诉李正叔我们跟着姐夫回老家避难。王小夏觉得那么多人离开，必须得找个合适的借口，所以将姐夫给端出来，反正也没人知道姐夫是哪里人。娘，要不您去看看大哥，他昨晚到现在什么也没吃。哼，你永远喊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他要死随他就是。我也不是同情心泛滥之人。老二咬了咬唇，心里很难受。后娘没说错，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而大哥就是这个人。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哥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呢？他紧了紧拳头，转身出了娘的屋子，回到大哥的房间，带着老四和老五他们收拾东西。老大见谁都没理会他，肚子饿得有些难受，胸口还憋着一口气。最后还是老五实在是看不下去，去厨房给大哥拿了个热馒头过来。大哥，您吃点东西吧。不吃。老大见总算是有人理会自己，故意发起脾气，一把掀翻了老五手中的馒头。这下可把老二给气坏了，上前掀开被子，一把将大哥给拽了起来。大哥，你出去看看现在什么情况？昨晚山脚下都被流民给抢光了，灵儿失踪，丽儿差点被砍死。若不是后娘出手，丽儿就死了。你还在这儿跟他闹脾气，你到底还是不是我们的大哥？难道要看到我们也像丽儿那样没娘管，出去被人砍死才高兴吗？老大昨晚饿得睡不着，他知道最近村子里有些乱，昨晚也听到了动静，只是没出去看，
并不知道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大哥，你醒醒吧！你是我们的大哥，这个时候即便是你不能保护我们，也请你别再作妖了，行不行？老二骂完，哭着跑了出去。老大见老三、老四和老五也都红了眼眶，知道自己这次的确是有些过分。他捡起地上的馒头，大口大口地啃了下去。老三见大哥终于吃东西，转身去厨房倒了一碗热汤过来。老大见那么早闻到了肉味，心里也有些纳闷，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本事，让大家每天都有肉吃？等到午夜的时候，外面的吵闹声又开始了。王小夏合上衣服出去看了一眼，看到山脚下火把像游龙那般晃悠，下面哭喊声不断，还有一些流民开始往半山上跑。大嫂，这些人恐怕要打上来了。抢这家，这家肯定有粮食。抢你妹啊！王小夏差点爆粗口，他上前一脚就把说话的人给踹飞出去。剩下3个男人见是个女人，立马拿着棍子冲上去要揍人。刘屠夫见状上前踹飞一个，剩下2个朝王小夏袭去。王小夏身形一转，避开2人之后，扔掉手中的棍子，拽住2人的衣服，将2人的脑袋用力撞在了一起。2个男人发出痛苦的喊叫声，浑浑噩噩地被扔下了小山坡。刘屠夫没想到妹子居然这么厉害，而另外2个男人并没有被吓退，其中一个还大喊起来：“过来呀，这家有很多粮食，快来人帮忙！”听到召唤声，原本抢其他几户人家的流民一下跑过来6、7个。刘屠夫一点都不客气，手中菜刀挥舞着，2个流民被砍伤。王小夏对付了几个，发现这几个身上没功夫，收拾起来倒是比较容易。其中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趁乱溜下了山坡。哎呀，妹子还真是深藏不露啊！姐夫过奖了，不过是师傅教的防身本事罢了。王小夏随便找了个借口敷衍过去。刘屠夫知道妹子是个有本事的，也就没有再问什么。果然，没一会儿功夫，山坡下上来20多号人。刘屠夫见状有些慌神，却还是嘱咐了妹子一句：“若是一会儿打不过，你就跑，你姐还得靠你呢。”姐夫，别说这样的话，如今我们是共同进退的。准备好了。老大，就是那座院子，那娘们凶狠着，还有个拿着菜刀的，一会儿一定要弄死他们。听说他们居然败给一个娘们儿，抬脚将矮个子踹飞了出去。没用的东西，居然连个娘们都搞不定。骂完，他飞快地冲到院子门口。刘屠夫扛着菜刀先冲了上去，结果人家是练家子，几个回合下来就被人砍了一斧头，浑身是血地踹飞了出去。王小夏见状踢飞眼前的敌人，显然这拿斧头的男人不仅身上有功夫，还有内力。眼见这妇人巧妙躲开自己的几招，他恼羞成怒地将斧头扔到一边，抬手朝人打了出去。王小夏刚刚退后几步，就被他手下那些小喽啰给缠上了。眼看那男人的一掌要拍到身上，他知道自己这次躲不开了。啪！眼看男人那一拳要打过来，被突然冲出来的一个身影一脚踹飞了出去。哐当，斧头男人吐出了一口血，一脸狰狞地从地上爬起来，接过小喽啰扔过来的斧头，朝来人砍了过去。王小夏看清楚来人，愣了一下，不过他很快就回过神，起身动手去收拾那些小喽啰。孙九收昨晚就带着雷子下山来了，见院子里的人没事儿就没出来。今晚他们原本在山脚下帮忙，发现那些人突然往半山走，便是意识到爹娘他们有危险，赶紧带着雷子上来。王小夏赶忙把姐夫给送回院子，快速地给姐夫伤口收拾干净，让小团子照看着姐夫，他又快速地冲了出去。七周看着浑身是血的刘大哥站原地就开始不停地颤抖。王氏一耳光招呼到七周脸上，骂道：“没用的东西，
你嫂子都冲在前面保护家人，你在院子里还能吓成这样？周氏见到自家男人这么胆小，也有些生气。她手里拿着棍子，跟公公婆婆说道：“爹，娘，我去。三婶，我也去。”此时，孙九州看到三弟媳妇儿带着老三冲了出来，他赶紧加快速度，解决眼前这个麻烦。王小夏见那斧头男似乎在想什么阴招，解决掉手中的人靠了过去。那斧头男发现自己不是眼前这人对手，一只手偷偷地摸出了飞镖飞了出去，哐啷！王小夏用棍子打掉飞镖，速度极快地冲过去，给了斧头男一脚。该死！他速度冲上去，在那把斧头没砍到女人身上之前，咔嚓一下扭断了斧头男的脖子。斧头男倒下的那一刻，他眼前晃了一下，直接扑在了女人身上。王小夏还没有来得及站起身，被眼前的男人扑倒在地上。他用力地将男人掀翻到旁边，看着四周的小喽啰被处理得差不多，他坐在地上吐了口大气，起身去帮忙把剩下的垃圾给清理干净。雷子见将军晕倒，踹飞面前的人之后过来查看情况。大哥，大哥，你醒醒！大哥，奶奶，爷爷，这个是山上的那个邻居，幸好他们出现，不然娘刚才就被那人给砍死了。老二见奶奶看那两位叔叔异样的目光，赶忙给好好解释了一番。孙青毛看了两人一眼没吭声，扭头看向七周，见七周点头，让他们把人送到老大那个屋子。如今那些小喽啰是群龙无首，在斧头男被干掉的时候，好些人都跑了。别去，娘累了一个晚上了，她得好好休息。别忘了，天亮我们还得搬家。老大看向对面一直不吭声的男人，这张脸为何感觉那么熟悉？好像……不，怎么会？不可能的。孙九州对上老大那探究的眼神，没有吭声地躺了回去。他也需要小睡一会儿，等早上好帮着搬家。大半夜的时候，孙七周和雷子在院子里烤着火守着，其他人全都回去睡觉。经过这一波，这一晚上应该不会有人再赶上来。一路上，他偷偷看了孙九州好几眼。小伙子，还不知道你们怎么称呼呢？他突然问了一句。雷子嘴快地回道：“大叔，叫我雷子就行。”孙九州则是想了想，回道：“啊，我叫老九，喝酒的酒。”叔叔，你爹肯定是个酒鬼，不然怎么会给你起这样的名字？哎，不可无礼，叔叔是你的长辈。老五淘气地吐了吐舌头，小跑着跟上二姐的脚步。王小夏下意识地看了孙九州一眼，心里觉得这个名字有些奇怪。老九，老九，不会吧？他想到了那个人身上，又觉得不可思议。辛苦啦，花跟班，走，赶紧上去。此时，花花和老花已经在山洞口候着，看着他们上来，都高兴地迎了上来。他们若是要在这里住上几个月，山洞还得做个门，里面还得隔出几间小屋子，不然那么多人住起来也不方便。吃过午饭之后，王小夏跟老二去附近挖一些药材，其他人开始忙碌捡柴火、砍树，大家都没闲下来。就连刘屠夫和张姐都在旁边捡起了柴火，想着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唯独老大坐在火堆前，他想不明白，爹既然回来了，为何不直接回家？孙九州找了机会凑到老大身边，爹，小子，你认错了，我不是你爹。若是爹不认我，我就让爷爷他们过来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他们的儿子。好吧，这小子还真是越来越厉害了。孙九州只能妥协地看着老大，却是很无奈地说道：“哎，你这倔脾气该改改了。你那个态度对待你后娘，实属不孝。”爹，
您是不知道，后娘她以前……老大见终于有了可以倾诉的对象，噼里啪啦的把之前他们兄妹受的苦都说了一遍。可孙九州也不是吃素的，在那女人上山的第2天，他就偷偷下山打探了关于那个女人的事情。爹，一个人就算再怎么改变，也改变不了骨子里的东西。若是那女人不是装的，那就有可能……老大突然有了个大胆的猜测，他满心恐惧地看着爹。那女人不是爹娘给定亲的那位？怎么会？除了之前被花掉的抚恤金，家里可谓是一贫如洗，还得带上那么多个拖油瓶，哪个女人会甘心做来顶替这样的身份？你最好还是实话实说，她嫁到孙家期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情？老大知道爹的厉害，犹豫了一会儿，把那女人成亲那晚被他们打晕的事情说了出来。失忆？孙九州琢磨了一下，点了点头。看来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之前我也碰到过一位受伤而失忆的人。那真是我错怪他了。知道错怪他了，找个机会道个歉啊。道歉？跟那个女人道歉？老大的脸憋成了猪肝色。孙九州站起身，看到老大的脸色时，厉声地教训道：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若是连个道歉的胆子都没有，就没资格做我孙九州的儿子。儿子记下了。诸位，山上不比山下，今晚大家轮流休息，晚上必须有人巡夜。明天白天的时候，我叫大家设置一些陷阱，防止有些野兽晚上出来觅食。多谢老九大哥。二虎虚心地听着，对于做陷阱的事情，他以前也经常在林子弄，只是他的陷阱获得的猎物很少。我明儿也跟你们学学。孙七州经过山下的事情也很后怕，他告诉自己要学点手艺，不然到了关键时刻，不仅保护不了家人，连自己都有可能去送命。孙青毛扒的2口旱烟袋子，偶尔偷偷瞄上老九一眼，却只是听着他们说话，不吭声。王小夏今天还得给小蝶下第2次针。老九大哥，能不能借你们的地方用用？我要给这个小丫头下个针。听到女人的声音，他停下手中的动作，抬头看向她。王小夏见这个男人打量自己，可惜原身没见过那个男人，他也没有办法完全确定他是不是孙九州。不过只要他们没有恶意，他不介意交多几个朋友。好。孙九州的声音有几分沙哑，他的声音真有磁性，像是大提琴的音弦。孙九州昨天没注意看，今儿认真看看这小姑娘，怎么有种很熟悉的感觉。图图见老九叔盯着小丫头，他赶忙上前挡在了小丫头的面前，像大哥哥一样防备起来。孙九州把视线转移到图图的脸上，这孩子脸上有块那么碍眼的疤，可看着他也觉得有种熟悉的感觉。老九哥认识他们吗？孙九州认真地想了想，终究没想起来什么，他摇了摇头说道：感觉像见过，又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图图一听，担心地拉住了娘的手。王小夏防备地看着老九，都把小团子脸弄成这样了，怎么还能认得出来？除非这老九是小团子家的亲戚。哈，我们走南闯北，见的人多，很多就只是一面之缘，想不起来也正常。走吧，别耽搁了孩子。小蝶乖乖地躺在那里，手里拉着图图哥的手。王小夏担心小蝶会受不了，下针的速度会尽量快些。一盏茶的功夫不到，王小夏汗水密密麻麻地渗了出来。小蝶因为痛开始不安，图图拽着她的手，没办法给娘擦汗。见状，孙九州只能上前用袖子给女人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看她一脸通红的模样，他问了一句：要不要把火灯小一些？不行，太冷，小丫头受不了。
王小夏说完，吐了口大的浊气。山洞里只有老大跟花跟班在那儿。眼见爹过来，他张了张嘴，对上爹的眼神，立马换了称呼：“老九叔，有事吗？”你娘给那小丫头下针，脸色很不好，我给她倒碗热汤过去。老九说着话，倒上一碗热汤。老大想了想，说道：“我记得好像图图会给他嘴里含一块木头，不知道是什么。”木头。孙九州想了想，老大嘴里的木头可能是人参。想不到那女人手里居然有人参，他愣了一下：“爹，是不是这药真的有毒啊？”他连人参都拿出来给你养身体，以后对你这个娘好些。人参，老大几乎不敢想象后娘会给他药里放人参。老三有一次被一群孩子打伤，差点也丢了性命，他就跑到镇上去求过那位大夫。那大夫说人参能吊命，可是那价格他连想都不敢想。后来还是老三强撑过那一晚上。第二天，明洞爷爷过来开了点药，养了很久才活过来。后娘居然拿人参给他养身子，那得多少银子呀？大哥，你有什么不高兴冲着我来，小丫头不懂事，你别放在心上。对不起，以前是我误会你和娘了，我错了，我给你道歉。图图惊讶地看着大哥，老二跑过来的时候也傻眼了，他揉了揉耳朵，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老二，对不起，这些日子劳烦你跟娘撑着，是我这个大哥太不尽责了。老大也给老二道了个歉，这段时间他太任性，让老二也跟着受了不少气。大哥，我的亲大哥终于回来了。他冲过去抱住了大哥，哭着发泄这些日子受的委屈。图图见二姐哭成了这样，想着娘一直想让大家和谐，不计前嫌地说道：“我原谅你了，大哥。”这里有野兽，小心一些。他看到了双藏在草丛后面的眼睛，透过细密的叶缝，甚至能够看到灰色皮毛。狼！孙九州拿出身上大刀，朝那头狼砍了过去。王小夏正打算帮忙，很快意识到狼是群居动物，肯定还有其他狼在附近。刚抬手，藏着的白狼立马冲了出来。该死！王小夏使劲给白狼脑袋一锄头，白狼受到攻击，呲牙咧嘴，一只爪子凶狠地朝王小夏手臂拍了下去。小心！孙九州一个分神，手臂差点被灰狼来了一爪子。你管好自己就行，暂时不用管我。王小夏看他动作迟缓，猜测他有内伤，心中有些担心。孙九州意识到自己大意了，赶忙回过神来，用心对付眼前的灰狼。唰！王小夏往后连连退了几步，感觉自己的体力有限，他居然出现了重影，一股血腥味传来，他的手臂挨了一下，往后连连退了几步。糟糕，这女人这个时候发什么呆呀？孙九州意识到王小夏不对劲儿，连连挥舞几刀之后，想要去那边帮忙，可眼前这头灰狼已经杀红了眼，根本就不给他这个机会。他暗恨自己身上内伤未愈，还中了一种奇怪的毒。刚才一番剧烈活动，体内的毒性竟然又要发作。王小夏察觉到自己不对劲儿，他拿出藏在头发里的银针，在痛穴上扎了一下，视线又恢复了正常。他扔掉锄头，搬起地上的石头朝白狼砸了过去。哐啷，石头落地，白狼跳到一旁，随后猛地朝王小夏扑了过去。妹子！孙九州吓得大喊了一声。千钧一发之际，孙九州不知道哪来的力气，连体内的毒都忘了，手起刀落，力寒万钧。白狼发出一声不甘的哀鸣，倒地不起。灰狼同样回应着嚎叫一声，兽瞳血红。王小夏正好抓住了此空档，努力集中精神，朝旁边的一棵大树上爬去。孙九州见王小夏上了树，吐了口浊气，担心自己伤势反复，连忙解决灰狼。灰狼依旧凶猛，可终不是孙九州大刀的对手。嗖嗖几刀下去，
灰狼倒在了血泊之中。王小夏看到2头狼被搞定，下了树后，坐着大口大口地喘起气来。你伤得怎么样？他稳了稳心神，说道：谢谢，我还好。孙九州见女人很疲惫的样子，他弯腰想背着她先回去，至于2头狼，之后再背回去也可以。不，这里有我需要的药，等我喘口气再找找。他说完话，从背篓里拿出了一些止血药递给老九，把这些用石头碾碎敷到伤口上，等回去再处理。孙九州应下声来，这点伤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他倒是有些担心女人手臂上的伤。王小夏没再说话，稍微处理了一下伤口，休息一会儿，起身朝水边走去。孙九州见他起身，也赶忙背上背篓跟了上去。一条小沟里还有潺潺的流水，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在这种大雪地里很少见到。王小夏在小沟边到处找了找，找到一些比较好的药材，还意外地看到几朵人参花。有人参，太好了！他小心翼翼地上前把这些人参给挖出来。为了不让老九看到数量，他交代他把旁边的另一种药草给挖出来。孙九州不懂药材，听话地拿着小锄头帮忙挖旁边的药材。王小夏挖完之后，发现里面有1根100年的，还有3根几十年的。把100年的收起来，3根几十年的留下2根。这段时间用来养身子算是足够了。这地方有人参，他还得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灵芝。上次若不是太缺钱，他也不会把那些好的都卖了。他回头看了一眼老九，这家伙还挺认真的。我要再到附近看看，挖到2根人参，够我们几个把身子养养了。人参？居然挖到了人参！孙九州有些感慨，这山上很多宝贝，只是他们这些不懂的都当成了草根。他越发觉得爹娘给他找的这个媳妇儿真的是找对了，不仅能照顾几个孩子，还懂医术。他上辈子一定是做了不少好事，这辈子才能有这个福气。只可惜他现在身份特殊，不能让他知道自己就是那素未谋面的夫君，真是委屈他了。王小夏见他看着人参发呆，看了一眼之后，背着背篓继续往前走。走了一小会儿，他看到了灌木丛，上前翻了翻，居然真是有意外惊喜。这次受伤看来是值得的。一窝黑灵芝，一朵大的，至少是个200年的，一朵100年的，还有2朵普通的。他没有急着蹲下身来，而是用同样的方法支开老九。孙九州依旧是听话照做，在离他不远处的地方蹲下来挖药。王小夏动作快速的先把200年的给挖了，然后是100年的，最后2朵动作慢下来。这2朵是要让老九看到的，也让他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这一挖就是1个多时辰，孙九州担心停留时间太久还会遇到狼群袭击，他只能劝说他回去。时辰不早了，那些孩子会担心的，走吧。好，今天收获太大了。他高兴地抬起头来。孙九州看到女人脸上都是泥，忍不住上前给她擦了擦，已然忘记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王小夏愣了一下，居然没把人给推开。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他早就把手拿开了，脸红的活像焖熟了的虾子。回去吧，我背1头狼走。之前娶那个媳妇儿是义父做的媒，而他们虽然都住在边关，终究是聚少离多，没有太多的感情，所以他也是第一次对女子真正有那么点感觉。这种感觉很奇妙。王小夏背上背篓，跟在老九后面，看着他轻而易举地背起1头大狼，就像看到老二动手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孙九州则是1步3回头的看着这个女人，他怕女人跟不上，这才把脚步放慢下来。出了林子之后，王小夏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脚步也放慢了不少。察觉到老九也放慢速度，他感激地朝他笑了笑。孙九州却感觉无比温暖。不仅如此，他还回了一个笑脸。这男人恐怕是个闷骚，是不是对所有女人都这样？王小夏有些不自在地搓搓耳朵，叹了口气。孙九州见他别别扭扭的，说不出来的有趣，竟然还有那么几分可爱，忍不住又多看了几眼。正当他想要跟他说话的时候，听到不远处传来老二的声音：“雷子叔，我娘他们在那边。”王小夏正尴尬着，听见老二的声音，连忙挥手：“老二，我们在这儿呢。”孙九州把人放下的时候，王小夏已经睡了过去。他实在是太累了，只想好好睡上一觉。娘怎么了？图图冲过来，发现娘身上还有伤，他一边喊着，一边起身把药箱给拿来。大哥，你也受了伤，赶紧包扎一下。老大看到爹娘身上都有伤，再看图图有些生气的样子，多半是怪爹没有保护好娘。可这个时候得给他们包扎伤口要紧。图图，劳烦你帮两人都收拾一下伤口。二姐，把娘搬到里面去一点。三婶，你和二姐帮忙拉张床单。小心翼翼地给娘处理身上的伤口。王小夏感觉伤口痛了一下，缓缓睁开眼睛，看到小团子皱起小脸紧张的样子，他嘴动了动：“没事儿，就是太累了。图图，把弄回来的药都放好，给老九治伤。”娘放心，图图一定好好收好。刚才在娘的身上发现2根人参，他就猜到背篓里还有好东西。王小夏吩咐完之后，放心的再次闭上眼睛。图图确定娘没事儿之后，给娘穿好衣服，乖乖的出去给老九叔看看身上的伤口。雷子虽然也经常包扎伤口，终归不是专业的。看看将军眉头一直紧皱着，他的手有些抖。我来吧，他这伤口太大，光涂抹药膏恐怕不行。图图上前查看了一番，发现有一处伤口见骨。娘说这样的伤口最好还是缝合。老二他们是见过娘缝合伤口的，但是没有见过图图做这事儿。我给你帮忙。图图点点头，先把伤口重新处理一下，又让雷子叔按住老九叔，随后拿出针线，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在伤口倒上一些麻醉粉，再按照娘教的法子开始下针缝合。雷子看到那针戳到肉里都觉得疼，而将军却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任凭那小子下针。孙九州不仅不觉得有多痛，还认真地看着这小子缝合伤口。之前他们受伤都是伤口上放药，却不会像现在这样操作，而且也不知道上面撒了什么药粉，这药粉居然让他减轻了伤口的痛，太神奇了！说是军中能有这样的药，多少将士可以少受苦呀！小子，伤口这药哪来的？你先放手！老二也吓得破口大骂起来。你干什么？还不把手放开！孙九州愣了一下，赶忙把手松开。他这个闺女那么凶，以后该怎么找婆家？老二见老九叔瞪着他，很是生气地埋怨道：“没本事就别吵闹，娘都受伤了，你还在这儿浪费大家时间。图图很忙的，一会儿还要为我大哥和张姨熬药。”哼！老二哼了一声，起身过去给图图帮忙。孙九州无辜地看了一眼老大，老大咽了咽口水，不敢说话。毕竟这段时间家里除了后娘就老二说了算。收到老大无奈的眼神，孙九州也只能灰溜溜的带着雷子去门口帮忙把狼肉给剁了。孙青毛带着其他人回来的时候，山洞里已经清理干净，看到他们又弄来了狼肉，几人赶忙过来帮忙。今儿个妹子去采药，就遇到狼了。遇到狼了？九州媳妇呢？孙青毛一听，急忙问道：“她受了点伤，图图说
睡着了。孙九州一脸惭愧地说道。孙青毛对上这小子的眼神，大概可以确定心中的猜测。不过想着这小子身份特殊，也就没有当面说什么，赶紧让老婆子进山洞看看。睁开眼，看到婆婆满脸担忧地擦着眼泪，她一下就坐起身来。醒了，有哪里不舒服吗？图图，图图，快来看看你娘。图图听说娘醒了，放下整理的药材跑了过去。娘，你还有哪里不舒服？伤口还疼吗？他担心的先去检查娘的伤口，没见伤口裂开，才放心的坐下来。王小夏挤出了一丝虚弱的笑，看向大家说道：都放心吧，我就是有点累，没什么事儿，这些伤口都不深，倒是老九大哥的伤口要好好处理，可别弄得严重了。娘，他都没保护好你，你怎么还帮他说话呀？说不是他帮忙，我也不能挖到那么好的东西，你们几个还得靠那东西养身子呢。王小夏想到这次的收获，心情是极好的。她扶着图图站起身来，又看向旁边担心自己的婆婆，说道：娘，我没那么弱，放心吧。是我们孙家对不起你，让你跟着受苦了。娘，这些话以后别说了，我们是一家人，只要大家好，我就高兴。王小夏感受着家人的嘘寒问暖，比起前世拿多少金银珠宝，吃多少山珍海味都要高兴。就按九州媳妇说的，这狼是人家打回来的，若不是老九护着，九州媳妇今天恐怕是凶多吉少。是啊，今天是冒险了，不过还好没白去。娘，今儿挖到2个野山参，够我们几个这段时间用药了。后面的话王小夏刻意压低了声音，毕竟公公婆婆不会把老九和雷子当作自己人。一听挖到了人参，王氏脸色就没那么难看，那可是人参。他也是听九州二娃说的，老大和张氏的药里都放了人参，九州媳妇身体不好，最近也开始吃药，里面也放了这东西。而这东西他之前在明东那儿听过，那是死贵的药材，想不到居然在山上能挖到。他现在总算明白为何九州媳妇要冒险上山了。他抬头看着九州媳妇，点了点头。娘明儿就动手给他们做，你忙，我去收拾收拾。山洞口做好围栏之后，没有昨天那么冷，一群人围坐在2个破旧盆子前，破旧盆子上放了2口锅，锅里是香喷喷的狼肉，可惜少了酒，不然这顿饭吃的就舒服了。老九啊，你们上山多久了？孙九州有些心虚，不敢看爹。好一会儿，他抬头说道：有大半个月了吧，外面太乱，现在到处都一样。我和雷子身上有伤，最后决定躲到山里来，等过了这个冬天，再看看出去找些什么营生。孙青毛大概明白了，这小子虽然没死，在外面是遇到大事儿，得在山里躲过这个冬天，再找机会出去。眼见爹不再吭声，孙九州又埋下头继续吃饭。雷子总觉得将军对这一家子特别好，对这老头也格外尊重，不过他也没多说，反正将军这么做肯定有一定道理。这2日估计就会下大雪，明儿我们得早些起来，把能收集的木材都堆到山洞里面，不然等雪下下来，我们就走不远了。老爷子真厉害，还会看天呢。在这山上待久了，自然就会了。大姐夫，你也是个好样的，以后肯定有大出息。我就一个杀猪的，没啥大出息，倒是这几个孩子是又懂事又识字，以后啊肯定有大出息。那都是你那妹子的功劳。如今图图和老四啊，还懂得不少药材，我们也是沾光了。孙青毛想着家里多了那么个识字的，心里那是非常高兴。周氏觉得也是沾了大嫂的光。最近
儿子女儿跟着图图也学会了好几个字，等时间长了，肯定还会认识更多的字。王小夏坐在旁边不插嘴，突然间听到外面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他起身走到山洞口看了过去。狼群，居然是悄无声息靠近的狼群。老花和花根班原本靠在石壁边上睡觉，眼见王小夏走到山洞口，即刻跟了上来。带头的狼仰头一吼，呲牙咧嘴地做出要进攻的模样。有狼群！爹娘，带着孩子们往里挪挪，其他人操家伙！一听有狼群，七周腿又软了，其他人手里都操起了家伙。刘屠夫虽然身上有伤，依旧站在最前面。孙九州和雷子听到了动静，已经操起家伙了，二虎也跟在后面。别愣着了，那可是狼群。至少5、6头狼在那边的草丛里，看了那么久也没见他们行动，倒是有些奇怪。老花在地上磨了磨爪子，一双冷眸直盯盯地瞅着站在最前面的头狼。头狼也盯着老花，似乎他们是2个山头老大，互不相让。王小夏看出了端倪，上前拍拍老花的脑袋，低声说道：老花，跟他去谈判。老花精明地看了王小夏一眼，似乎也听明白了意思。他迈着六亲不认的步子，摇摇晃晃地走到那头狼面前。头狼浑身灰毛，毛色亮堂，看样子平时吃的挺好。眼见老花过来，头狼像是有些害怕的往后退了几步。一群人站在这儿看着2头猛兽谈判，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想出这样的馊主意。而此时王小夏发现雷子和老九不见了。他们要做什么？难不成要从后面偷袭？可他们只有2人，现在能看到的有5头狼，还不知道草丛里是不是藏了更多。姐夫，你和七周准备一下，老九哥他们可能绕到后面去了，5头狼他们2人对付不了的。王小夏知道今晚一战避不开，那就只能迎战。花花一下子窜了出去，花花，图图吓得也跟着冲了出去。王小夏看到这场景，脸都绿了。而就在图图冲出去的时候，一只白狼从侧面冲过来，张嘴朝图图咬了过去。不！王小夏的脸从绿变白，他手中的棍子用力地朝白狼脑袋砸过去。刘屠夫反应极快地跟着飞出一把菜刀，一把菜刀和一根棍子打在白狼的身上，白狼身上挨了一棍子，脑门挨了一刀。图图吓得跌坐在地上，还不忘伸手捞起旁边的花花。刘屠夫反应极快地抢过老二手上的那把柴刀，冲到白狼面前。王小夏趁机将图图拖开。曲周反应过来之后，手忙脚乱地上前帮忙把图图给抱回山洞。王小夏捡起棍子，打算上前去帮忙。草丛里突然窜出另一头白狼，那头白狼跳起来，一抓在他的手臂上。娘，大嫂，九州媳妇儿。几个声音突然响起。王小夏看了一眼手臂上的伤口，眉头微微一动，转头朝那头白狼一棍子打了下去。白狼叫唤一声，草丛里又冲出了一头狼。见状，老二和七周提起棍子冲了上去。此刻孙九州和雷子在不远处的地方正跟3头狼进行厮杀，林子里根本就不止5头狼，前后至少10来头，一个个彪悍的从草丛里窜了出来。动作快点儿，这些畜生太精明了，那边情况恐怕不好。知道了，大哥。雷子应下声来，全心应付眼前的狼。孙九州听到那边传来的哭喊声，心里咯噔一下，他飞身跳到其中一头狼的身上，速度的解决掉之后，又冲向另一头。雷子眼前的是一头灰白杂毛，这头狼似乎比其他狼要精明。雷子几次差点要砍到这杂毛的脖子，最后都被他给避开了。10几回合下来，雷子没讨到半点好处，还被杂毛给抓伤了好几处。雷子被逼得连连败退，退到一片草丛里的时候，
刚好碰到跟一头白狼交手的王小夏。杂毛不知为何突然转头朝王小夏冲了过去。狼王，他没有回头，而是转身朝侧面飞奔。那杂毛紧追而来，他一口气跑到一棵大树下往上爬。咚咚咚，杂毛用力撞击那棵大树，呲牙咧嘴的朝上面又是一顿吼。不远处的孙九州也听出了狼王的吼叫声。他搞定另一头狼过来的时候，看到狼王居然是那杂毛，他这才意识到刚才判断错误。而雷子这会儿又被别的狼给缠上了，根本顾不上王小夏那边。此刻王小夏那棵大树下面围着2头狼，杂毛一直撞那棵树，看上去力气很大的样子。另一头狼跳起来，用爪子一爪一爪的将那棵树的皮给抓烂。孙九州冲过来之后，第一目标就是杂毛。杂毛意识到有人靠近，凶猛的一转身冲了出去。这就是狼。王小夏一直都很喜欢狼的灵敏反应，说是他也能做到这样，身手一定会提升很多。只可惜这具躯体实在是太弱，根本无法应对肉搏，但他也不是那种任凭宰割的鱼肉。杂毛被弄走，他从树上跳下，手里的棍子硬生生地敲在狼头上。那头狼一心扒拉树皮，被这么一敲，在原地晃了晃。他趁那头狼还没有反应过来，敏捷地近身，他抽出身上的匕首，用力一把割破了那头狼的喉咙。那头狼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1刀、2刀、3刀。看着那些狼的尸体，王小夏地上一坐，眼前一黑，晕了过去。王小夏，你醒醒！王小夏！孙九州赶忙跑过来把人抱起。王小夏听到有人呼唤自己，眼睛微微睁开，看到是老九，他又放心地闭上了眼睛。孙九州赶忙把人抱回山洞，看着娘被抱回来，图图放下手上的事情，赶忙迎了上来。老九叔，我娘。外甥，赶紧给他包扎，拿一些参片给我，我去给大家煮个参茶。孙九州刚才查看过，女人身上没有致命的伤，但是伤口不少。孙九州身上的伤也不少，他没忙着收拾伤口，而是给大家煮了一锅参茶。一个晚上的战斗，不仅身上受伤，身体也到了极限。老五看到老九叔身上还有伤，赶忙抢过他手上的东西。老九叔，你先去给4哥处理伤口，这些我来做就行。好。老九看着老五这般懂事，欣慰一笑，伸手摸摸他的小脑袋。老五怎么感觉老九叔像老父亲那样的眼神？找了个可以依靠的地方，老四上前给他收拾伤口。老四对这些不熟练，动作有些慢，处理着伤口。包扎伤口速度要快，这样受伤的人会少受很多痛。孙九州见老四居然对医术感兴趣，又是一脸欣慰。娘也是这么说的，可我不熟练，我以后会多加练习。老四一边说着，一边低头加快速度包扎伤口。那个女人把几个孩子都教得很好，如今还让他多了个干儿子。那干儿子看上去还有几分眼熟，就是怎么也想不出在什么地方见过。花了一会儿的功夫，老四把他的伤口包扎好了。虽然包扎的不太好看，可这是他亲儿子包扎的。他亲儿子会包扎伤口了，这是让他觉得骄傲的事情。包扎好之后，他扶着墙站了起来。老九叔，你不能到处走，还是坐着休息吧。老四看他似乎还要出去，我得把那些狼都收过来，免得被其他野兽给啃了。孙九州可不会把用命拼回来的东西便宜了林子里的那些畜生。那我和二姐给你帮忙。花了大半个时辰，附近的狼都被他们扔到了山洞口。刘屠夫喝了碗参茶，休息一会儿，感觉好了些。
拿着刀片在山洞口把狼皮给剥下来。山上冷，冻僵了，到时候剥狼皮可就没那么容易，所以趁着猎物没有完全僵之前，先把皮子给剥下来。张姐留在山洞烧火，把馒头蒸上，肉熬上，一会儿大家吃饱，再好好睡上一觉。忙碌到天亮的时候，大家总算去睡了。孙青毛这次伤得比较重，到中午还没有醒来，这让王氏有些着急起来。可看到九州媳妇儿睡得那么熟，也不好去把人叫醒。王小夏这一觉睡得很沉，直到梦里再次出现爆炸时候的场景，她才满头大汗地坐起身来。娘，你怎么了？图图，你快过来看看，娘醒了。听说娘醒来，她赶忙跑了过来。王小夏被老二这么一声喊，脑子清醒过来，看到几个孩子那担忧的眼神，她微微一笑，说道：睡了一觉，好多了，倒是辛苦你们几个了。娘没事就好。图图激动地拉着娘的手。王小夏目光扫了山洞一眼，好几个都还躺在那里。她还记得昨晚伤得最重的就是公公。翻身起来，她来到公公身边，看到婆婆眼睛都哭肿了，知道伤得肯定很重，可婆婆却没把她叫起来，这是心疼她。暖流涌入，她安抚婆婆道：放心，爹一定不会有事的。她说完，开始认真地给公公把了把脉。公公的身体一直不错，没伤到根基，身上有处伤口比较重，但是不会伤及性命，是失血过多才会迟迟不醒。他又查看了伤口的缝合，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缝合的还算不错。他很是欣慰地看向小团子：娘，爹没有生命危险，就是失血过多，加上上了点年纪才会迟迟不醒，这伤口缝合得很好。娘，缝得不好看。这么短时间你能学到那么多，已经很厉害了。娘，我也想学缝合伤口。老四一脸期待地看着后娘。当然可以，到时候先弄些烂布学习，差不多了就去给你抓兔子回来试手。王小夏一开始没看出老四有这方面的天分，还是小团子另外花时间教了老四一段时间，老四的天分才表现出来。嘿，图图哥，我也能学缝合了。我们老四那么聪明，一定能学得很好。谢谢图图哥，我太高兴了。老四开心地在山洞里到处跑，引来所有人的目光。周氏太累，也是这会儿才醒了过来。听到老四的说话声，他看向和儿，问道：和儿，你想不想跟着大伯娘学医术？娘，我想，这样可以救很多人。和儿昨天看到图图哥和老四给大家治伤的时候，就很期待自己也能帮助大家。去吧。周氏高兴地摸摸和儿的脑袋。和儿听完，高兴地跑到大伯娘的身边，然后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和儿这是想跟你学医术。王小夏倒是挺喜欢和儿这丫头的，人小心细，还做得一手好的针线活儿。不过要学医，她还是提醒了一句：学医不容易，女子做大夫可是要很好的胆量，你可害怕面对那些指指点点？和儿不怕，和儿觉得能救人就是好事，而且还能挣钱养活爹娘，和儿想学。和儿一脸坚定地看着大伯娘。王小夏看到和儿眼中的坚持，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和儿给师傅磕头。和儿一听，马上变了称呼，是个机灵的小丫头。王小夏很喜欢和儿的精明。不必拜师，你还是叫我大伯娘，以后跟着学东西就好。谢谢大伯娘。都是自己人，不必见外。你先跟着图图学些基础，等过些日子我好些了，就教你们其他东西。王小夏觉得真要把这身体给锻炼起来，不然再遇到昨晚的事情，恐怕是必死无疑。随后他又去查看了山洞里所有人的伤口，最后才来到老九的身边。此时
孙九州还在熟睡，他不仅累，而且脸色看上去很不好。王小夏把了脉，查看了伤口的情况，几处见骨的伤都不是要害，人却没有醒来，应该还有别的原因。难道是中毒？之前一直没有往这方面想。他拿出银针扎下去，然后拿着针走到山洞口。光线好了之后，他看到了银针的顶端有些泛蓝的颜色，还真是中毒，而且这种毒似乎有一定的隐秘性，一般人不注意还看不出来，因为银针试毒一般都是黑色的，而这是蓝色，那种泛黑的深蓝。这样的毒前世他遇到过，是变异的毒，要解开恐怕不太容易。另外，这是一种慢性毒药，不会让人马上死，但是会让人的五脏六腑提前衰竭。能下这样的毒，应该是身边人干的。雷子吗？他看了一眼那边的雷子。雷子见嫂子看过来，以为是将军有危险，赶忙拖着沉重的身子跑了过来。嫂子，我大哥怎么样了？看到雷子眼中的着急，这不像是装出来的。王小夏摇了摇头，说道：“没有，就是伤口太多，身体太过疲惫。他底子挺好，好好养着就行。”那就好，那就好。我大哥身上有旧疾，上次被人打伤，就差点没了性命。多谢嫂子了。旧疾？王小夏又仔细给老九把了把脉，老九身上的确有旧疾，但是不致命，还是那毒的问题。嫂子，我大哥的旧疾可有法子治？有，就是需要时间。有些药材我这里没有，还得去林子里找。王小夏给了雷子答案，随后走过去给雷子检查了一下。雷子身上也有旧疾，不过没有老九那么严重，也没有中毒的迹象，调理起来容易很多。雷子不敢说话，静静等嫂子说话。你这身体差不多1个月能好，只是我们这里的药恐怕不够。他嘱咐了一声，扶着地站了起来。好，到时候您说话，我去挖，劳烦嫂子了。雷子恭敬地给王小夏拱手行了个大礼。不用如此，昨晚若不是你和老九哥帮忙，我们恐怕会伤得更严重。我都听大哥的，大哥说你们是好人，得帮。王小夏余光看了老九一眼，他怎么觉得这家伙已经醒了？娘，您去休息，我弄饭给您吃。老二生怕娘给累坏了，看到娘停下来，赶忙过来把娘给带走。不远处的老大看着老二对爹的防备，苦笑地摇了摇头。若是老二知道那人是爹，不知道会不会后悔现在这样防贼的态度。没错，老二现在就是把亲爹当成贼一样防着。那可是他们的娘，不能被别的男人拐跑了。他之前看到村子里很多没了爹的孩子，娘也嫁人离开，那些孩子后来爹娘都没有，他害怕发生这样的事情。现在的娘对他们多好，养活他们，还教会他们很多东西，这样的娘上哪儿也找不到第二个呀。所以他必须看好了，不能让任何坏心的人把娘给拐走，谁都不行。爹，儿子对不起你们。胡说！孙青毛瞪了他一眼，在他眼里，九州是最心疼他们的孩子，也是家里最争气的孩子。爹，行了，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这么哭。我和你娘不是挺好的？你那媳妇虽然长得不好看，心却是最好的，你可不能嫌弃她，她很不容易的。谢谢爹，给我找了个这么好的媳妇儿。只是我现在遇到了一些事情，身份不能公开，只能暂且委屈她了。不过爹你放心，儿子一定不会辜负她的。孙九州把实话跟爹说了，也免得他心里太过担心。孙青毛满意的点点头，大儿子活着回来比什么都强。
爹，你好好休息，我去看看有什么要做的。孙九州见娘往这边走，不敢再继续停留，他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会把身份给暴露了。孙青毛应了一声，看着大儿子离开的背影，心里犹豫着那件事要不要告诉这孩子。你们都给我盯着一点那个老九，我觉得他要拐走我们的娘。真的吗？我觉得好像不是。怎么不是？我觉得二姐说的没错。几人都小声地议论着，图图却没有吭声。老二见图图不吭声，推了推他，问道：图图，你怎么不说话？你们觉得娘养我们累吗？图图紧皱了一张小脸，反问他们。图图，你该不会……老二惊讶地说道。图图抬头看向二姐，想了想，说道：我会尊重娘的决定，只要娘开心，我都支持。你……老二生气地瞪了图图一眼。图图看看他们，转身回到山洞。下午睡了一会儿，他现在精神很好，得去帮娘整理那些药材。王小夏把药材全都摆在草席上。娘，我来帮你。图图上前开始帮忙。等着把药材分好之后，他发现缺少的药材不是普通的多，那是非常多。看来明天就得出去挖药。娘，我们用了很多药材，好几种没有了，其中有2种药材娘和大哥还有张姨都需要，这下该怎么办？是啊，还有一些止血药也快用完了，另外就是麻。王小夏说到这儿停了下来。图图听明白娘要说什么，突然想到什么，低声说道：娘，老九叔好像对那麻醉伞很有兴趣。很有兴趣？王小夏扭头看了那边一眼，之前那个猜测又上了心头，他决定找个机会再试试老九。孙九州眼见媳妇儿看过来，不好意思地把头低了下去，随后他用手肘推了推雷子，雷子发猛地看向将军：去看看他们需要帮什么忙。孙九州低声吩咐道。雷子听话的赶紧跑了过去。王小夏看到雷子灵光一闪，等雷子到旁边之后，他随口问道：你们以前在军营用什么法子伤口包扎？只是敷药，但是碰到伤口深的，稍微动一动就会崩裂。嫂子和图图的缝合之术就不一样，缝合之后那伤口即便是折腾，也不会像之前那样裂开。雷子一口气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却不知道把身份给暴露了。不远处的孙九州听完，忍不住抽了抽嘴角。这个雷子是被媳妇儿下了套，轻而易举的就把身份给暴露了。王小夏得到答案，余光看了老九一眼。老九，孙九州，难道真是他提前回来了？不，应该是巧合，书里的情节没那么快，一定是搞错了。嫂子，您需要去挖什么，使唤雷子就行。雷子这点伤没事了，我大哥也没事了，多谢嫂子和图图为我们处理了伤口，还给我们医治救急。王小夏回过神来，微微一笑，说道：雷子兄弟客气了，明儿还真要劳烦你们带路，所有的药材都要补。哎，雷子应了一声。王小夏又开始琢磨这2人在军营里的官职。雷子比较憨厚，似乎很听老九的话。老九的身手他见识过，像那样的身手，即便不是将军也会是个副将。如今外面正在战乱，身为军人居然躲到山里避祸，可见是出了什么大事。难道真的是他？他停下手中的动作，不管什么身份，绝对不能暴露从军的事情。如此，他偷偷看了雷子一眼，这小子确实有点憨，他还得提一嘴，免得到时候给大家惹来是非。雷子，不管你们之前是什么身份，最好不要透露出去，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压低声音交代了雷子一句。雷子意识到自己说错话，连忙应道：嫂子提醒的是，雷子记下了。
把雷子打发走之后，王小夏又在心里琢磨了一些药方。等他忙完的时候，已经到了午夜。娘，以后离老九叔远点儿，男女授受不亲。娘，以后离老九叔远点儿，男女授受不亲。这若是在村子里被人看到，又要被长舌妇嚼舌根了。知道了，管家婆。老二嘱咐好之后，背上2个背篓，又去找来了一些干粮，这才跟着图图他们出了山洞。王小夏担心遇到危险，让花跟班跟上，说是遇到危险可以把2个孩子先驮回来，也回来报个信儿。王小夏又去看看山洞的粮食，天冷，大家的食量也大，剩下的粮食最多能吃上1个多月，1个月之后也不知道能不能下山。若是这样，是不是得把空间里的粮食弄出来一些？可如今去哪儿都有人跟着，还真不方便。这该怎么办呢？九州媳妇，别站在门口吹风，图图有老九他们跟着，不会出事的。孙青毛被王氏扶着在山洞里来回走动，看上去气色还真是好了不少。爹，您恢复的挺好。王小夏见公公能起来走动了，那就代表恢复的很不错。孙青毛微微一笑，说道：老了，年轻的时候受个伤，几天就能好起来，现在走一会儿就觉得累了。没事儿，能走就好。老头子，老九他好像对九州媳妇……孙青毛应了一声，然后将老婆子拽了过去，在耳边嘀咕了几句。王氏听完眼眶红了，捂住嘴，怕自己哭出声来。好了，都多大个人了，记住，谁也不能说。傍晚的时候，孙九州他们回来了，只装了2个背篓的草药，其他都是空的。即便是这样，王小夏也很满意，总比出去一无所获的好。其实他空间里还囤了一些药材，但也不多，加上现在带回来这些，只要不再像前2天那样的伤势，应该能熬过这个寒冬。老二回来之后一直闷闷不乐。怎么了？看你回来闷闷不乐的样子。娘，图图就是个叛徒，明明知道老九叔心怀不轨，还对他那么好。他能明白小团子的心思，那小子是见他带着几个孩子太累，希望他能找个可以依靠的男人。作为一个好儿子，他的出发点是对的，只是老二他们不同，即便不是孙九州亲生的，却是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希望他这个娘一直守着孙九州媳妇儿这个名分。娘，您该不会……老二紧张地看着娘。王小夏摇了摇头，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老九就是孙九州，而且即便是他隐姓埋名藏在山里，定然是出了很大的事情。剧情没按照书上的再继续，那又会变成什么样？老九这人话少谨慎，要知道关于更多他们的事情，还得从雷子入手。娘，您是不是觉得太累了，所以……老二突然想起图图说的话，不想娘太累，不管娘怎样决定，他都会尊重娘。此刻想着过往的种种，他们的确是给后娘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就算后娘找到心仪的男子离开，其实也算是正常。可他们不想再成为没娘的孩子。娘，您别走，别不要我们，我们会听话，乖乖的给您挣很多钱。放心吧，娘哪儿也不缺。至于老九哥有什么想法，那是他的事情。不过有一点你记住了，现在我们都需要他们的保护，关系不能僵了。我还打算这2天跟他说说，让他带着你们几个习武。过完年下山还不知道什么情况，有点防身的本事终归是好事。我们跟娘学就行，不要他。不，他们很厉害，娘现在身子还没有恢复，不能耽误你们。等年后看情况，下山之后娘再教你们。老二，你记住，即便是敌人，能从他们身上学到本事，那也是好事。老二觉得后娘说这话貌似很有道理，
把敌人的本事学好，让敌人对自己无可奈何，这样才是聪明人。娘，我明白了。他重重地点了点头。娘，那些狼是不是都没了？我们已经把他们狼王都干掉了。这山上狼很多，但都是各占山头。这2天大雪，应该暂时不会有了。哎，老九叔你真厉害，你能教教我们功夫吗？老四瞪大了一双眼睛看着老九叔，已然忘了二姐说过的话。老五掐了四哥一把，然后看着娘说道：等娘身子好了，娘能教我们，何必去麻烦别人？孙九州看着老五，老五越长越像他娘，可惜了，那个女人红颜薄命，而他也不是个好父亲，没能把这些孩子都给养好，他眼底有深深的内疚。王小夏见老四既然开了这个口，索性也把自己的想法给提出来，看看人家愿不愿意。老九哥，现在天寒地冻，大家也干不了什么，说是可以，能不能教几个孩子些功夫啊？不，娘，我们跟二虎叔学。老五立马反对起来。二虎听到他们说话，也从山洞里走出来，他很是谦虚地说道：老五，我都想跟老九哥学本事，你能跟我学些啥呀？老五接不上话，他又不瞎，怎么看不出老九叔是所有人里最厉害的？可是他不能背叛二姐，这可怎么办？老五悄咪咪地进山洞，把二姐给拽了出来。老二虽然已经把娘的话给听进去了，可想到这个男人对娘图谋不轨，他看老九叔的眼神依旧是对待仇人那般。老九叔那么有本事，那就教我们最厉害的。好。看到老九叔脸上的笑，这明显就是挑衅，赤裸裸的挑衅。老二就更气了。王小夏被老二那撅嘴嘴的小样儿给逗乐了。若是药还是不够，明儿我再另外找个地方看看。不必了，现在大雪封山，很多地方应该都看不到绿色，即便是去也没有什么收获。只要我们没太多人受伤，这些药可以用上一段时间。王小夏觉得大家待在山洞没危险，那才是最好的。可孙九州担心媳妇儿的身体需要调养，他还是想给媳妇儿找些药材回来。王小夏对上他关心的目光，有些不自在的笑笑。孙九州这才意识到自己失态，慌忙把头给低下，说道：我就是担心你养身子的药不够用。没事，弄回来的那2根人参能用不少时日。王小夏淡淡的回了一句，他性子清冷，不太习惯被男人这么关心。孙九州觉得媳妇儿这明显是说谎。那日每人都分了参片，1根人参就那么点儿，他们的人可不少，估计1根已经没了。好。差不多1盏茶的时间，他来到了那个山洞口。他记得之前看过这个山洞，山洞还不小，他担心里面有危险。左右看看，确实没人跟来，他闪身进了空间，从空间里查出山洞里的情况。空间敞亮得很，等了一会儿没听到里面有动静，他又拿了个石头砸进去，哐当，石头落地，依旧是没有别的声响。他从空间里拿了支蜡烛点燃，烛光微亮，能看到山洞里空空的一片。他速度地将几袋粮食还有面粉找个地方放下。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听到了老九的声音：妹子，妹子，你在哪儿？孙九州用最快的速度吃完面就跑了出来，没想出来就没看到人了。听到老九的声音，王小夏吓了一跳，回过神之后，他把蜡烛放到空间，从山洞里走了出去。孙九州远远看到一个身影，他冲过来之后，拉住媳妇儿的手，上下打量一顿。有没有哪受伤了？王小夏挣脱被他拉住的手，这关心是不是有些过了？他不自在地转过身去，淡淡地说道：我没事儿，突然想起之前在这个山洞藏了粮食，
便是过来看上一眼。王小夏回到山洞之后没有睡，她躺在被子里看着老九和雷子，把那些粮食都搬到了山洞里面。这些粮食能让大家可以多吃上1个月，空间里还有不少，但是他不打算拿出来那么多，反正山上山洞多，到时候再找个山洞放粮食就行。不一会儿，他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这晚他做了个很奇怪的梦，梦到老九浑身是血的出现在自己面前。他抬手想摸自己的脸，他害怕地往后退了几步，身后突然传来小团子的声音。他回头发现后面没人，把脑袋转过来的时候，老九躺在地上，身边出现了一个穿着盔甲的男人，他拿起长枪朝老九胸口刺了下去。不！他大喊一声醒了过来，躺在旁边的团团被娘的声音惊吓，他赶忙从被子里爬出来，过来摸摸娘的额头。王小夏看了小团子一眼，拉着他的手摇了摇头。没事儿，就是梦到那晚打狼时候的情形了。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一片场景，他眼睛一亮，说道：我得去一趟大孙山。娘，您去大孙山做什么？老二好奇地问道。王小夏看了大家一眼，说道：我记得我们挖刺藤的地方有好几种药材，我想去一趟。娘，就算要去也不是这个时候，您的脸色好差，我给您熬些药，好好休息休息。图图不同意娘这个时候出门，身体本来就弱，说是再去吹风回来肯定要生病的。我也不同意。其他几个孩子几乎异口同声，这声音把不远处几个大人的目光吸引了过来。孙青毛拄着棍子走过来，看向九州媳妇儿，说道：你真要挖药，明让老九陪你去。大孙山下住了很多村民，王小夏不让老花和花跟班跟着，怕吓着人。陆华他们下山的速度很慢，一路上孙九州一直小心翼翼地跟在媳妇儿身边。二虎偷偷盯着，如今瞎子都能看得出来，老九哥这是对九州嫂子有意思。他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却又不能说什么。这几天若不是老九哥和雷子护着他们这些老弱妇孺可能早就被狼给啃了。王小夏感觉被人盯着特别别扭，好几次他都想说几句，看到人家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嘴边的话又给咽了下去。算了，抬头不见低头见，自己装瞎吧。几人绕出小孙山之后，来到大孙山脚下。如今的山脚盖了不少的木屋，看上去也有10几户人家。孙礼正让每户人家隔一天出个人，被选出来的人每天绕着他们住的木屋巡逻，一旦发现有野兽就大喊一声。消停了2天，晚上没听到狼嚎声，大家睡得好了，白天精神也就好了不少。远远看到有人朝这边走来，巡逻的明东大儿子孙磊子大声嚷嚷起来：你们是什么人啊？来这里干什么？磊子哥，是我，二虎。孙磊子凑了过去，看着二虎还带着2个人，便是打量起了2人。这是九州嫂子，还有我老九哥，我们有人生病了，九州嫂子说要去山上挖药。二虎把他们的来历告诉乡亲们，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一听挖药，跟在旁边的孙老根就笑出了声：哼，挖药？就那个婆娘也能认识药？哈哈哈，二虎啊，你别说笑了，是不是山上藏了宝贝呀？若是有，也告诉我们一声啊，我们也去找找。王小夏一看说话的人是孙老根，阴阳怪气的来了一句：蛇胆是好东西，你们敢去抓吗？蛇？众人听了有些发怵，他们都听说过九州媳妇儿打蛇的事情，虽然都想赚这个钱，但是怕没命花这个钱。屋子里，孙礼正听到外面有人说话，他推开房门走了出来。李正叔，您还好吧？二虎懒得理会孙老根，上前给李正叔打招呼。孙礼正看到是二虎和九州媳妇儿，后面还跟了个年轻人，他咳嗽了2声，说道：
还行，就是这地方太冷了，身体有些受不了。说完，他咳得有些喘不过气来。王小夏想着，之前李正书帮过他们不少，上前拿了李正书的脉。孙老根呸了一声，嘴里骂道：“呸！什么玩意儿？还以为自己是大夫呢，装模作样给谁看呢？”啪！孙九州一颗石头弹在孙老根的小腿上，孙老根直接单膝跪在地上，捂着突然犯疼的腿，在那儿叫唤起来。孙老根媳妇儿正好出门，看到自己男人单膝跪在九州媳妇儿面前，顿时火气上升的冲上去，不分青红皂白的开始骂人。好你个不要脸的贱人，居然敢勾搭我家男人，看我今天不弄死你！孙九州脸一下黑了，他记得老根是个老实人，这媳妇儿怎么是这德行？王小夏见老根媳妇儿冲上来，抬脚就把人给踹了出去。扑通，老根媳妇儿趴在地上啃了一嘴的血，抬头就哇哇大哭起来。哎呦喂，快出来看看呀！九州家的这个贱人又在这儿勾三搭四了。闭嘴，老根儿，看好你媳妇儿，若是再敢胡说八道，就给我扔到山里喂狼。孙李正气得咳嗽得更厉害了。王小夏见是李正书是老毛病犯了，可能是因为天太冷，身体弱了的缘故，必须得找些药喝一段时间，不然这么咳下去，迟早是要出问题。二虎也很生气的把老根哥骂了一顿。老根哥，你真是要说说嫂子了，一天到晚的乱诬陷人，别哪天惹来祸端。孙老根一脸郁闷，恶狠狠地瞪了自家媳妇儿一眼，脸都被他给丢光了。这么多人能做啥？真是个蠢货。老根媳妇儿也意识到错怪了人，不过他就是看那丑八怪不顺眼，只要找到机会就想咬上一口。时间不早了，再不上山就没法挖药了。好，先上山把药材挖下来，回来的时候我再给李正书看看。王小夏也不想给自己惹麻烦，却不想看到这么好的李正熬不过这个冬天。孙李正也早听过明东说起九州媳妇儿会医术的事情。明东一家前2天被他媳妇儿带回娘家去了，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他们这些人没人懂医术，他这病没人给治，似乎严重了。先他们从林子这头走到那一头，他看到了一小片显眼的绿色，有戏。他小跑着上前，却被老九哥给拦了下来。别急，我先去看看。孙九州担心里面有蛇，拦下媳妇儿拿刀在草丛里戳了戳，确定安全之后才让他进来。王小夏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护着自己，貌似有种很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前世不曾出现过，让他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九州嫂子，我们挖吧。一会儿下山，劳烦给李正书看看，我发现他身子好像差了很多。二虎有些担心李正书的身体，若是出了什么意外，他们村子可就没有主心骨了。倒是有好几个想着那个位置，可那些人私心太重，一旦坐上那个位置，估计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好，王小夏淡淡的应了一声，拿着锄头进去寻找药材。小绿林子太少，在里面转悠了一圈，倒是挖到了几株小丫头需要的那种草药。即便是加上这些，药材还是不够的。看来明天还得去其他地方看看。不过，灵芝，真是灵芝啊！他高兴地走过去，把灵芝给挖出来，1朵2朵，其他的都还太小，暂时还不能挖。妹子，过来看看，这是不是人参？孙九州不敢肯定这是不是人参，他激动地喊了一句。王小夏起身想要过去看看，却发现脚下踩到了什么。这是，他一脸欣喜地把脚移开，然后拿着小锄头往地下挖。
挖了大概1尺多深，从里面扒拉出了一根红地根。太好了，有了这东西，李正书的救急就有救了。等他刚把人参收起来，就听到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随后几个人冲进了草丛里。哪里有人参？他妈的，就一堆草根嘛！老根，你脑子有问题了吧？几个村民看到这情况，对孙老根一顿指责。孙老根见什么也没有，很是火大地看向九州媳妇儿。肯定是你藏起来了，快交出来！孙九州想不到孙老根现在是如此混账，他迈步挡在媳妇儿面前，一身戾气暴涨。孙老根冷冷地看了这人一眼，牛高马大的，他有些害怕，可是想到身边有那么多乡亲，还是壮胆地说道：哼，九州兄弟才死多久，这婆娘居然敢带着姘头出来，真是够不要脸的！二虎听到孙老根这么说，发火了。老根哥，你太过分了！老九哥是我兄弟，他是护着我们上山挖药的。孙九州哪容得下别人如此诋毁自己的媳妇儿，一脚将孙老根给踹了出去。闭上你的狗嘴！下次再敢说我妹子的不是，我拧掉你脑袋！他气呼呼地骂道：若不是同一个村子的人，他今儿会下死手。孙老根则是不知悔改地继续说道：偷人就偷人，哪那么多理由？孙九州气爆了，上前就要再把孙老根给教训一顿，却被孙二虎给拦了下来。老九哥，你消消气，我们一个村的，真若是打死了，对九州嫂子也不好。二虎知道老九哥的本事，也看得出他喜欢九州嫂子，但是这样一来，不就对外坐实了老九哥跟九州嫂子有问题？孙九州觉得二虎说的没错，媳妇儿以后还得在村子里生活，确实是他想的不够周全。王小夏很厌烦这些喜欢八卦的人，近墨者黑，听说这孙老根以前可不是这样的。走吧，别耽误了挖药，李正书的药还差一些。他无奈地说完，背着背篓往旁边走。孙九州和二虎赶忙跟上，懒得再理会孙老根他们。孙老根捂着肚子在地上还没有爬起来，其他村民上山没捞到好处，都在骂他。这一片小绿洲收获还算可以，除了人参，还挖到了一背篓别的药材，虽然都不稀罕，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还能用得上。不得不说，这孙家村是块风水宝地，两座山上的药材资源丰富，到了春天就能有不少财富出现。差不多2个时辰以后，这一小片地方被收割完毕，他揉了揉酸疼的腰，站起身来说道：这里差不多了，下山吧。二虎和孙九州的背篓里也装了不少，里面有不少杂草，回去才知道有多少能用得上。孙老根他们一直跟在后面，生怕挖到什么宝贝分不上，结果折腾了几个时辰，就挖了一堆的草。王小夏和孙九州没理会那些人，往林子口走了。二虎想着一个村子的，还是好心的劝了一句：赶紧走吧，山上狼多，这种还绿的地方最危险。危险？你们还上来做什么呢？肯定是要找什么好东西，你可别想骗我们。孙老根不死心的回道。二虎给了他一个白眼，懒得理会他们，小跑着追着老九哥往林子里走。村民们都知道二虎的人品，既然他都这么说，大家知道命要紧，才懒得管什么宝贝，赶紧跟了上去。孙老根看着这人跑得那么快，气呼呼的在后面骂道：一群没用的东西。之前李正媳妇儿可不太喜欢九州家的人上门，每次上门都是从他们家拿东西，可自从知道九州媳妇儿会治病，态度一下就好了不少。王小夏也感觉到李正婶的态度变化，不过也怪不了人家，毕竟他们一直都帮助九州家的孩子，只出不进，久了都会有意见。九州媳妇儿啊，老头子就劳烦你了。他微微一笑说道：
之前你们帮过我们不少，我都记着呢。说完，他上前给李正书又认真地把了把脉，确定了之前的诊断，便是将药配好，然后把一些需要注意的交代给李正婶。李正媳妇认真地把话给记了下来，知道这是老头子的老毛病，开口问道：那你们什么时候还会来呀？说是天好，明儿就会来一趟；说是不好，那就得等天好了才能来。我姐家的孩子有病，我们一直在找药，会经常上山。王小夏如实的跟李正婶他们说了说，眼见时辰不早，他们也得回去了。放心吧，他是癸水来了，身子不舒服，休息几天就没事了。孙九州一听，这才明白为何媳妇儿不让他背，原来是怕太过尴尬。不过娘怎么跟他说这些？王氏看着傻儿子笑笑，什么也没说，又去忙活起来。孙九州明白了，爹把自己的身份告诉娘了。他心里有些难受的看着娘忙碌的背影，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转身跑出了山洞。天黑没多久，王小夏渐渐醒了过来，睡了一觉，总觉得身体有了点劲儿。看到九州媳妇儿出来，王氏去烧火，把东西给做好，然后端到了九州媳妇儿面前。来，快把糖水蛋给吃了，一会儿就能吃饭了。蛋？他们山洞里哪有蛋？王小夏低头看了看，碗里是几个鸟蛋，他顿时明白的抬头看向老九哥。孙九州见媳妇儿看过来，傻傻一笑。王氏看着自己的傻儿子，无奈地说道：老九给你掏了几个鸟窝，弄几个鸟蛋，快吃，冷了就没那么好吃了。王小夏没矫情，端着碗里稀里哗啦的把糖水蛋给吃完，汤也喝光掉。王氏端着碗走到山洞口，他看了一眼傻儿子，上前低声说道：那是你媳妇，以后一起过日子的，抽个时间跟他说说，他是个有主意的，这么瞒着，以后怕是会怪你。哎，知道了，娘。孙九州小声的应下声来，他也想告诉媳妇儿自己的身份，不然他老是这么避着自己，他越发的觉得不舒服。他刚刚躺下来，老二就把被子搬到旁边睡了下来。娘，我看你以后还是少跟老九叔混在一起，那家伙可不是什么好人，你可别被他给拐跑了。他想着今儿老九叔一直都在盯着娘，很是不爽的在娘面前唠叨起来。放心，谁也拐不走。王小夏很是无奈的看着这个护犊子的女儿。不知道爹什么时候能回来，他回来一定会保护娘，保护我们的。老二突然想爹了，很想的那种。爹若是没死，一定也会对娘很好的。说是他不回来呢？娘，是不是爹不回来，你就要跟老九叔离开了？老二一听娘这么问，急坏了。哥，小蝶伸出小手摸摸图图的小脸。娘，他叫我哥，娘，你听到了吗？图图激动地看着小丫头。听到了，看得出这小家伙很喜欢你。王小夏看了小蝶一眼，本该是个漂亮的小姑娘，被病痛折磨得快没了人样。不过这些日子倒是稍微养好了点儿，至少那张脸看上去稍微饱满了几分。图图很喜欢小丫头，拍拍她的背，哄了一会儿，她就乖乖地闭上眼睛睡了过去。娘，我总觉得这小丫头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但还是想不起来。娘，我会不会一辈子都想不起来自己是谁？她心里怕自己记不起来，又怕记起来了，得去面对很可怕的过去，所以她小小的心很矛盾。王小夏觉得图图是脑子里淤血没散开，这些等以后施针，再配合一些药，还是有可能出现转机的。不过失忆最好的办法就是带着病人去就地重游，可惜他都不知道图图是什么地方的人，这点恐怕是做不了。娘，我还觉得老九叔很熟悉，也不记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你说
我跟老九叔会不会也是亲戚什么的？图图见娘不说话，又急着说道。王小夏几乎可以确定老九就是孙九州，说他真见过小团子，要么就是营地里熟人家的孩子，要不然就是某个大城市里有钱人的孩子。可小团子说孙九州可能是他的亲戚，那就有些奇怪了。娘，我只是说说，可能不是的，您还是早些睡吧。图图见娘皱起眉头，这才把话给收了回去。大孙山脚下哀嚎阵阵，因为昨晚的雷电暴雨，木屋子倒了好几家，村里有好几户人家都遭了殃，有2户人家里还死了人。经过昨晚那样的情况，好几户人家嚷嚷着要搬回去住，哪怕真被流民抢了，也总比被雷劈死要强呀。于是一大早趁着天晴，那些人就搬走了，剩下的那些都是对李正比较拥护的。不过李正家也有屋子被掀翻了，刚好是他住的那间。此时他躺在大儿子屋子里咳得难受。这可怎么办啊？我们总不能在这等死吧？孙老根蹲在门边上，他是个怕死的，知道留在这里至少能活命，回去应付那些流民会死得更快，就留了下来。孙阳明真想骂人，老父亲都成这样了，孙老根怎么就一点也不消停，非得把人给逼死了不成？不想等死你就回去，没有人要你留在这个地方。孙阳光不爽的直接对了一句，他和大哥都在想着上哪儿给爹找个好大夫看看。外面传来一阵的哭泣声，没一会儿，一个孩子从外面跑了进来。李正爷爷，我爹不行了。那孩子哭得撕心裂肺。孙李正吃力地爬起来，赶紧穿上鞋子去看看。早上已经有个伤得太重的去了，怎么又来了一个？这可咋办呢？如今他们一个大夫都没有，全都是干着急。哎呀，造孽呀！若是能找到九州媳妇儿就好了，他连九州大娃都能救，说不定啊，还能把人给救活了。孙老根听完讽刺道：就那个婆娘还会医术，这娘俩该怎么活呀？江氏看到李正叔过来，赶忙上前给他磕头。李正叔，求求你想办法救救我家男人，他死了我也不活了。孙李正一急又开始咳嗽起来。你别求我爹了，我爹也不是大夫，现在只能听天由命。若是你不怕死，就背着你的男人去镇上。孙阳光看着爹咳得喘不过气来，心里也急了。爹是他们家的顶梁柱，若是爹有个3长2短，他们2兄弟的日子谁都不好过。江氏虽然知道阳光说的没错，可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镇上如今那么乱，可能他们在半路就被人给弄死了。他爹坐在地上哭得厉害，孙李正眼眶都红了。这样下去，大亮多半是活不了，这可咋整呀？外面小雨依旧下得厉害，孙九州和二虎用最快的速度下了山，来到大孙山脚下的时候，看到一片狼藉，听到有女人的哭喊声，他们顺着声音的方向到了门口。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二虎先一步进了屋子，听到二虎的声音，孙李正眼睛一亮，回头却没看到九州媳妇儿，他脸上浮现出失望之色。昨儿突然狂风暴雨，我们……孙阳光把昨晚发生的事情跟二虎他们说了说。二虎听完，抬头看向老九哥。孙九州立马有了决定，低沉的声音说道：跟我们上山吧，至少山上有山洞，不用怕这样的雷雨天。上山？你们不会就住在小孙山吧？孙老根想到那个地方，全身发怵。没错，我们就住在上面，怕李正叔担心才一直没说。二虎很是坦然地说道：小孙山上的野兽更多，上去不是找死吗？除了孙李正之外，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二虎他们。若是你们不去就算了，大亮嫂子我九州嫂子就在山上，若是你想赌一赌，那就跟着我们上去。二虎看大亮这个样子，恐怕撑不了太久。去，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强。姜氏斩钉截铁地说道，而后给孙九州跪下祈求道：还请这位大哥把我家男人背上山去。行，马上走。你们把东西收拾一下，跟二虎上山。我先把人背上去。孙九州说完，背上人，出了门就往小孙山上跑。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开眼了，雨停了，风也停了，他背着人沿着下山的路往上爬。因为下山的路他们刚才用棍子给敲打过，不会像新路那么滑，走起来的速度比下山时候快多了。山洞口远远看到儿子的王氏大喊起来：老九回来，身上背了个人，快准备一下。另一边山洞口听到消息，王小夏赶忙把药箱拿出来，又让老四他们把火升得大一些，一会儿好给病人救治。不一会儿的功夫，孙九州把人背到了这边山洞，他伤口流血不止，再不救就快没命了。他把人放下之后就在旁边等着。王小夏让老九给拽住大亮的衣服，又让图图给这人塞了一块参片，这才动手帮忙清理伤口上的碎屑。清理完毕之后，把伤口缝合，又抓了一副药让老五去煎熬。为了不让人睡过去，他又给下了针。忙完之后，他气喘吁吁地坐到了地上。如何？可还有救？孙九州满脸着急地问道。还好，虽然流了不少血，但没有伤到要害，体质也好，熬过今天，明天就会慢慢好起来。得把药灌进去，才能让他休息。王小夏说完，想站起来去外面把手给洗洗，发现头有些晕。孙九州上前把人给扶起来。何儿和图图看着这里，他扶着媳妇儿出了洞口，趁着没人跟上来，低声说道：辛苦你了，媳妇儿。王小夏身子一僵，随后推开孙九州，头也不回地跑到那边的厨房，弄些热水把手给洗洗。糟糕，媳妇儿早就发现了，这是生气了。孙九州有些懊恼地抓了抓脑袋，哄女人这事儿他真的不擅长，这可怎么办？爹，您还愣在这儿做什么？快去啊！老大在旁边看了干着急。爹？图图傻眼地看着大哥，不是说那个爹已经战死沙场了吗？原本打算去那边山洞拿药材的图图以为自己听错了，看到老九叔跑出去，他还愣在原地。老大回头看到图图傻傻地站在那儿，知道刚才的话可能被图图听到了，他走过去低声嘱咐道：别告诉其他人，爹的身份得保密，不然就活不成了。哦。图图小鸡吃米的点点头，不知道怎么走出这边山洞的。孙九州就跟在媳妇儿的身后，媳妇儿做什么他就在旁边打下手。整整1个时辰，王小夏一句话也不说，一个眼神也不给孙九州。他也不知道为何会生气，明明就是个从不相干的人，那几个孩子是相处久了才会有了感情，可他生什么鬼气？难道原主的情绪影响了他？抬头看着那可怜巴巴的眼神，他冷冷地说道：别跟着我。对不起，我……孙九州很想解释点什么，发现山洞里还有人，只能把话咽回去，灰溜溜的去门口帮忙。刚刚出到山洞，就见二虎带着村民上来了。二虎身上背着孙礼正，旁边跟着大亮的媳妇儿和孩子。孙青毛和孙清江赶紧过去搭把手，王氏和方氏也跑了过来。孙九州也跑过去帮忙，把人带到旁边的山洞安置。一下来了5户人家，一个山洞恐怕住不下。哎呀，想不到这里那么好，你们还盖了木屋子。我怎么还闻到肉香味了？这可比我们好过多了。可不是嘛，
上来享福也不告诉我们。行了，都闭嘴吧！让你们来，你们敢来吗？孙礼正听到那些人说话来火，直接吼了一声，这一下才算是清静下来。大兄弟，我男人怎么样了？孙九州指了指旁边的山洞。哦，在那个山洞里，血止住了，好好养着就行。其他人听完都往那边的山洞跑。老根媳妇儿和孙石墨媳妇儿袁氏则是吧嗒了嘴，想看看那边厨房里放了什么。还不走？看什么看？就算有肉也是人家的，敢想什么乱七八糟的，都给我滚下山去！老根媳妇儿一听，不能跟李正叔他们住在一起，想到那边厨房有肉，生怕他们吃不到，立马站起来反对。我不同意，为啥我们要去那边住啊？我也要住这边山洞。这山洞是你找的，还是你打扫的？没人让你上来，来了就得听指挥，不然就滚蛋。崔兰花一听老根媳妇儿作妖，立马一顿反驳。老根媳妇儿被这话冲得直接接不上话了。袁氏见崔兰花说的那么好听，憋了憋嘴说道：说的那么有道理，你怎么不去那边住？这里是我安排的，不满意的都滚蛋，别在这儿影响病人休息。王小夏讨厌看到这些人在这里闹，也会影响病人。听到九州媳妇儿说话，崔兰花高兴地扬了扬嘴角，回头叫自己男人：杆子，带着孩子去找柴火。这么冷的天儿，没柴火不行。好的。孙杆子听话的带着孩子站起身来。老根媳妇儿和袁氏瞅着九州媳妇儿，气得牙痒痒，也不敢说什么，毕竟这是人家的地盘。二虎，带他们去那边山洞歇脚，记得在门口挖个小沟子，免得雨太大水渗进山洞。从今儿开始，我们给大家供2天的饭，2天之后你们自食其力。山上冷，趁着没下雨，都去捡柴火堆在山洞口。王小夏一脸严肃地把事情吩咐下去，那口气就像这里的头，不容谁人有半点反驳。孙礼正看着九州媳妇儿那么霸气的样子，忍不住笑着叹了口气。哎，好啊，以后啊，我们都听九州媳妇的。你看，他把青毛他们几家安排的好好的，他们现在呀，可比我们过得好。李正老哥说的没错，这地方就是九州媳妇之前上山挖药找到的。一开始我们也不敢上来，你们不知道，前几日那些狼啊……三屯把前几天打狼的事情给大家说了说。他们2口子若不是跟着上来，多半得死在山下，所以他们都默默地做事，不给大家惹麻烦。孙九州见媳妇儿出了山洞，便是悄咪咪地跟了上去。王小夏记得这山洞后面还有一片林子，那时候看到也有绿色，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没走多久，发现后人跟着，不用想就知道是孙九州。孙九州大步地跑到媳妇儿跟前，一脸真诚的道歉：媳妇儿，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我是怕我身份一旦暴露，会给大家带来很多麻烦。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一口气把发生的事情跟媳妇儿说了一遍。王小夏听完止住步子，好奇地看着孙九州，心里却想着原文的情节。原文记载着孙九州故意投敌，是为了去对方卧底，最后拿下一个很大的城池，立下战功，凯旋归来。现在投敌这件事儿居然发生在他副将的身上，他还因此差点丧命。剧情真的是因为他的出现被改写了吗？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一时间也琢磨不透，冷冷地看着孙九州问道：难道你打算一直待在山里？自然不会，我身上有伤，还中了毒，只能等开春下山再去看看情况。孙九州发现媳妇儿是一个很有主意的人，
说出来说不定还能给自己拿个主意。你身上的确中了毒，要完全清除毒素还需要一些药材，这些药材只有春天才有。说是你没事儿，就多教孩子们习武、练剑、练刀，免得出去送死。王小夏说完继续往前面走。孙九州心中窃喜，媳妇儿是担心他的安全，这是想留他下来住上一段时间。看来娘说的没错，媳妇儿跟他一样，也是个外冷心热之人。王小夏自然不知道孙九州怎么想的，他想的是剧情变了，他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既然孙九州能活下来，那就好好活着。等那些小崽子可以独立的时候，他也可以离开，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许有什么机缘还能让他回去。总之，他要让自己羽翼丰满，可以独立的活在这个渐渐熟悉的鬼地方，而不是需要依附谁活下来。另外就是等强大之后，他还得去把女主真正的身份拿回来，可不能便宜了那朵恶心的白莲花。等他们背着背篓回到山洞的时候，午饭已经做好了。因为人多，中午吃的是稀饭，但是肉却做了不少，都是一个村子的。孙青毛知道大家肯定好些日子没吃上肉，所以做了不少。孙立正他们没想到上山逃难还能吃到肉，一个个都非常高兴，连那2个找茬的婆娘也都闭上了嘴。中午过后，王小夏又给孙立正熬了一碗药，让他吃了就躺下休息，剩下的事情等着年轻人做就好。孙立正见有人带头做事，也安心地睡了过去。李正媳妇儿见老头子总算是睡安稳下来，忍不住在旁边抹了把眼泪。九州媳妇儿，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若不是有你啊，你李正叔都快喘不过气来了。说哪里话，都是一个村子的人，你也好好休息，我回去睡会儿。王小夏有些累了，中午不睡会儿，她也有些顶不住。这天是越来越冷，也不知道大家还能在外面活动几天。看到媳妇儿走了，孙九州跟了上去。孙阳明看着孙九州的背影，总觉得有些熟悉，而且这人怎么老是跟着九州媳妇儿？二虎，这人怎么老跟着九州媳妇儿？他忍不住问了二虎一声。二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旁边的孙青毛开了口：那是我们认的干儿子，我那大儿子没了，这孩子不错，若他们真能走在一块儿，也是好事。既然孙青毛他们没有意见，其他人自然也不会多嘴说些什么。不过老根媳妇儿和袁氏就不一样了，刚才听他们说是那叫老九的带着他们去杀狼，而且人家还会功夫。他们心里妒忌王小夏，那么丑个女人怎么会被那么好的男人看上？老根家的，找个机会跟那老九说说。袁氏小声地跟老根媳妇儿说道。说什么啊？老根媳妇儿一时没反应过来。你说呢？袁氏坏坏一笑，他就是不想看到那个丑八怪过得太好。哟，你们家现在可是富裕了呀，还养着一只猫呢。孙老根看了一眼花花，嘴里一点没客气。小丫头看着那人一脸厌恶，上前把花花抱在怀里，生怕被坏人抢走了。老根媳妇儿则是转悠着眼珠子，等着吃饱饭之后，她故意留下来帮忙收拾，然后她偷偷地看看2间木屋。厨房里挂了不少的狼肉，那边木屋子里挂了不少猪肉，看得她心痒痒的。等那些人离开之后，孙青毛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了会。人多眼杂，你们也看到了，白眼狼哪个村子都有。以后大家若是有钱财什么的，可要收好了。还有那些狼皮子，千万不能被他们看到，那都是大家用命拼回来的，我们谁都不送。他首先表了态，出手只是不想看到李正老哥没个落脚的地方。
至于其他人，他原本是不想管的。王氏也同意老头子的话，叮嘱七周媳妇儿和方氏：大家身上的褂子都做得差不多了，白天就别弄了，晚上稍微赶一会儿，再有几天就好了。方氏和周氏都点头答应下来。孙清毛又看向刘屠夫一家，说道：村子里的人没见识，小肚鸡肠的太多，你们也别往心里去。青毛叔，您放心，我们不是计较的人，只是那2个妇人真不是好东西，以后大家还是小心些。张姐跟刘屠夫在镇上摆摊儿，形形色色的人看了不少，一眼就看出那2个长舌妇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啊，那2人有些心术不正，反正大家保护好自己的东西，可别让他们钻空子就对了。睡吧，今晚也不知道还下不下雨。昨天那样的雷雨天，我活了这么多年，就见过2次。孙清毛说到这儿，似乎想到了什么，可他并没把想到的事情说出来。王小夏很有兴趣听下去，见公公没有继续说，也不会追问下去，只能以后再慢慢打听打听。而且他发现公公说这事儿的时候，二叔和三屯叔的脸色很不好。他猜想，恐怕上次这样的雷雨天气可能发生过什么。孙九州也发现了爹的不对劲儿，这件事儿他得私下问问，或许这个村子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孙清毛嘱咐完就去睡了，他觉得自己要好好养着，尽快让身体好起来，这样才不会成为大家的拖累。王小夏忙了一天，也有些累，不过他还是带着小团子去了一趟那边的山洞，看看大亮的伤口，再看看李正书的情况。他说爹那样的情况最好还是让九州伯娘看看，又不好再去麻烦人家，所以他一直在山洞口等着。听说九州媳妇儿过来，大家停止了说话。王小夏带着小团子进山洞的时候，感觉气氛有些奇怪，不过他也没有多问，先过去看看大亮的情况。九州嫂子，大亮睡过去一直没醒来，会不会有事儿啊？袁氏很是担心，晚上有肉也没吃几口饭，还把肉都给留了下来，想等着自家男人醒过来之后给他吃。王小夏过来给大亮把了把脉，随后扎了几针，就见人缓缓地醒了过来。醒了，我家大亮醒了！九州嫂子，你真是太厉害了！袁氏高兴地大叫起来。图图，你先去把灶上的粥端过来，吃了东西休息半个时辰才能喝药。王小夏吩咐小团子一声，拍拍激动的袁氏，微笑地起身去给李正书看看。袁氏连连点头，吩咐豆子跟图图一块儿去帮忙。没一会儿的功夫，豆子端着温热的粥回来了，母子俩给大亮喂下了一碗粥。大亮看上去精神好了些，但还是因为太虚说不出话。九州嫂子，他还不能说话呀？袁氏又担心的过去问了一声，流血太多，身子太虚了，说是晚上发现他额头发烫，一定要过来找我，今晚是最难熬的。王小夏知道伤口太深，这里没有消炎药，晚上大多都会发烧，还是给他们提了个醒。谢谢您了。袁氏连连给九州嫂子道谢。没事儿，都是一个村的。王小夏回了一句就回去了。有人鬼鬼祟祟的躲在小厨房那儿，不过看身形像是老跟媳妇儿，他装作没有看到的去了厨房一趟。小团子在里面熬药，走到门口就闻到了药味儿。娘，大亮说这药快熬好了，一会儿我就给端过去。您累了，回去休息吧。图图见娘回来了，催促娘赶紧回去休息。好，你也小心一些，娘去睡了。王小夏从厨房出来，刚好碰到往门口走的孙九州，他直接无视的往里走。孙九州想把人给叫住，见他很累的样子，张了张嘴又把嘴给闭上。随后他去厨房看看能帮上什么忙。老九说您回去休息吧，我一会儿把药端过去就好了。
图图看到老九叔，不，应该说爹来了。孙九州蹲下身来，认真的看看图图，那种熟悉感又上来了。他之前听娘说了，这孩子是媳妇儿捡回来的，而且还失去了记忆。我去端药。图图有些不习惯，因为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奇怪了。孙九州没有阻拦，因为他察觉到外面有人，即便是有话要问图图，也不会在这个时候。等着图图把药端出去的时候，他也故意走出厨房。看到图图走远之后，他低声说道：出来吧。老跟媳妇儿听到这话，从厨房后面走出来，随后一脸狐媚地看向这个男人。多么精壮的男人，怎么会看上那个丑八怪呢？哎呦，老九兄弟，我跟你说啊，你可别被王小夏那个坏女人给骗了。那女人跟村子里面的张秀才不清不楚，估摸着早就不是姑娘了。他一脸献媚地说着，还不停地给人家抛媚眼儿。张秀才，媳妇儿能看上那个文弱书生？孙九州皱了皱眉，显然不太相信老跟媳妇儿这话。你可别不信，这事儿呀，估摸着你干爹干娘都知道，不信你回去问问。总之呀，我也是为了你好，大兄弟，不如……老跟媳妇儿说着，想要挽住他的手，却是扑了个空。想不到老跟媳妇儿如此不守妇道，自己男人还在附近，就想勾引别的男人。孙九州觉得实在是太恶心了。这位嫂子，九州媳妇是哪里得罪你了？需要你这么来说她的小话？可不是他。老跟媳妇发现自己差点被带进沟里，反应过来之后，他马上把嘴闭上，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道：爱信不信，反正又不是给我戴绿帽子。哼！孙九州原本还按捺住怒火，听老跟媳妇这么一说，真想一巴掌把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给拍死。收到孙九州那杀人的眼神，老跟媳妇咽了咽口水，比兔子还快的赶紧溜了。孙九州有些后悔把这样的长舌妇带上山，他郁闷地转身回了山洞。孙老跟媳妇想着自己刚才想要勾引那男人，人家不仅没上钩，还一脸厌恶地看着他。他摸摸自己的脸，一边走一边喃喃地说道：好歹老娘是姑娘的时候也是个大美人儿，这都什么眼光啊！袁氏迎面走过来，刚好听到了老跟媳妇的话，忍不住笑出声来。被人听到，老跟媳妇有些恼怒，不过看到是袁氏，他倒是没生气，而是阴阳怪气地说道：那小哥儿估计是被九州媳妇儿给迷了心，老娘说的话一句没听进去，有本事你去试试。袁氏眼珠子滴溜溜地转悠着，那叫老九的确不好忽悠，只能找机会再去说说。现在去做这件事儿，他怕挨锤。嘿呦，别去了，估计现在正是刚刚开始。当初你跟你男人的时候，不也只会觉得你男人最好，说什么都听不进去？等机会吧。他劝了劝满脸怒火的老跟媳妇儿。老跟媳妇儿那是有苦说不出，她是童养媳，从来就没有觉得自家男人好。她觉得谁家男人都比自家男人好才是真。不过这话她不能说出来，说出来会被人笑话，而且还会让自家男人暴揍。她坏坏地看了袁氏一眼，问道：你就甘心过这样的日子？天天被他们欺压着？还得看他们眼色才能吃到肉。我都看到了，那2间木屋子里面挂满了肉，真是小气。你确定2间木屋子都挂了肉？可不是，看得真儿真儿的。老跟媳妇儿很是确定地说道。袁氏听完，哈喇子都出来了，拉着老跟媳妇儿回山洞，他们要商量商量，再从长计议。午夜，
按照平时一样换班守夜。今晚上是二虎和雷子，两人坐在木屋子里烤着火，饿的时候就烤些肉来吃，肉香味扑鼻飘了出去。屋子外面4个脑袋鬼鬼祟祟的在附近藏着，闻着肉香的时候，4人都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老根媳妇儿一脚将孙老根踹了出去，孙老根则是把孙石墨给拽了出来。2个大男人扭扭捏捏的来到木屋子前面。谁？二虎警觉的喊了一声。是我呀，二虎兄弟。晚上不是要守夜吗？我和石墨睡不着，就过来看看。孙老根说着话，凑了个脑袋进去，看到是孙老根，二虎把嘴里的肉给咽了下去，淡淡的说道：不必了，今晚我和雷子就行，回去吧。附近有陷阱，若是有事我们也能知道。雷子看这2人就知道来者不善。没事，反正我们也睡不着。孙石墨看着雷子手上的烤肉，恨不得扑上去咬2口。雷子听二虎说他们又懒心眼又多，对他们一点好感都没有，3两口把烤肉给吃了，把串烤肉的棍子扔在旁边，棍子上还沾着肉末，闻着香味儿，孙石墨都想去舔2口。孙老根儿用手肘撞撞孙石墨，随后又开始找别的话题，2人像门神一样站在门口东扯西聊。二虎倒没觉得什么，可雷子已经意识到不对劲儿，因为他听到旁边有了动静，不过他也不吭声，反正到时候倒霉的肯定不是他。果然，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听外面传来尖叫声。哎呦，救命啊！他爹，快来救我！两边的山洞听到叫喊声，纷纷出来看个究竟。月光下，孙老根媳妇儿和袁氏手里拿着2块大肉，身后跟着2头豹子，吓得他们哇哇大叫。看到这一幕，谁还不知道这2个婆娘都干了什么？孙礼正气得直咳嗽，随口大喊道：快把手上的肉给扔了！扔肉！孙老根媳妇儿不舍，可他也害怕，手用力一甩，大肉被扔了出去。袁氏眼泪都快出来了，看着手里的肉不甘心，为保命也只能扔了出去。孙礼正这边山洞的人不敢轻举妄动，另一边山洞的人也不吭声。没一会儿的功夫，就见2头豹子叼着肉回到厨房的门口，把肉扔进去之后，又朝孙老根他们2个吼了几声。老花跟班，回去睡觉。孙九州喊了一声，老花和花跟班乖乖地走过去，在孙九州身上蹭了蹭，被拍了拍脑袋，乖乖地进山洞睡觉去了。这2头豹子是你们养的？是啊，怎么了？难怪你们敢住在山上，原来有豹子守着你们。孙石墨咽了咽口水，今晚他们是失策了。孙礼正看着这4个人，气得身体颤抖。孙阳光给爹手里塞了个棍子，那4个人就该好好的揍一顿，居然去偷人家的肉，那可是人家用命换回来的食物，实在是太不要脸了。你们这4个不要脸的，实在是太可恨了！绑起来，给我绑起来！孙礼正气得喘着大气，还是扯着嗓子吼了一声。甘子和孙阳光几人听话的拿了绳子过去，先把孙老根和孙石墨给绑起来。风呼呼的吹，下半夜更冷了。4人被绑了，跪在门口的草地上。青毛兄弟，这4个人你们看着发落吧。若是要赶下山去，我们也不会有意见。孙礼正都觉得脸臊得慌。不要赶我们下山呢！求求大家了，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孙老根一听说要被赶下去，吓得在地上猛磕头，还大声地哭了起来。山下什么状况，别说能吃到肉，什么时候没了性命都不知道。村子里不能住，大孙山下更不能住，
保不定哪天雷大就像那2个人一样被劈死了。他就算是死也不会下山的。不去，我也不去。你们爱怎么罚我们就怎么罚吧，求求你们了。孙石墨也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心里痛恨地看向旁边的2个婆娘。老跟媳妇儿低头不敢看那些人，跟着自家男人磕头，袁氏也是一样，磕头不吭声。孙青毛看了九州媳妇儿一眼，说道：九州家的，你看怎么处置他们？王小夏根本不想管这事儿，可是看着大家信任的目光，他也只能好好思考一下，把这几个人弄下山，他们随时会死在下面。不是他热心肠，这些人若是死了，会败坏他的名声。可说是要把这些人留在山上，那就不能让这些人闲着。如今山上也没有什么事儿需要他们做，倒是有些为难了。图图见娘为难的样子，凑到他的耳边低声说道：娘，让他们做苦力吧。老九叔说后面还有很多笋子，让他们去挖笋子、劈柴火都行。王小夏摸摸小团子的脑袋，觉得这样也不错。他便是看着4人说道：要想留在山上，必须听从安排，你们可愿意？不愿意行吗？4人脸色都不好看，却也只能乖乖答应下来。二虎，明儿开始你带他们去后面挖笋，挖回来的一半给他们留下，另一半我们收了，作为他们留下来的租金。王小夏把自己的心思跟大家说了说，老跟媳妇儿怕吃亏的赶紧接了话：那他们呢？他们不是也住了你们的山洞，不用给租金吗？孙阳光看得火冒三丈，正要大骂的时候，却被爹给止住下来。我们也叫。阳光、阳明、杆子，明天跟着二虎他们一起干活。这块地方是青毛老弟他们用命拼回来的，能收留我们，还给我们看病，我们不能老占便宜。孙立正即刻发了话，他觉得这样挺好，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他心里会舒坦很多。王小夏见李正书如此大义，心生敬佩，他上前扶着李正书：天冷，您还是回去睡吧，明儿我会让二虎安排大家做事的。在这山上不比山下，很多事情都得提前做准备。还是你想的周到。好，以后大家都听九州媳妇的，不满意的就滚下山去。孙立正这火爆脾气，是啊，不听话就让他们滚下山。走吧，回去休息。今儿天晴了，王小夏想出去碰碰运气，他把脑袋包得严实，只露出了一双眼睛。王小夏走出来没多久，脑海里的地图闪现出不少药材，他走到一半的时候就岔路了，一直穿过一片林子，来到另一片林子面前。这片林子看上去已经枯萎，可为何空间地图却显示里面还有药材？难道是系统出错了？他满心好奇，怕遇到危险，便是进了空间。从空间进入林子，林子很深，即便是很多树叶枯萎，光线还很不好，越往林子深处走，就越觉得有种不安。大概半个时辰之后，他来到一条小溪边，小溪边上搭建了几间木屋，几个男人正在溪边收拾猎物。莫迪，里边住了不少人，要不要把那些人都杀了？一个满脸胡子的男人手里拿着锋利的匕首，正在给狼开肠破肚，他手上沾满了鲜血，看上去凶神恶煞的样子。别胡闹，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这山又不是我们家的，再说他们那么多人，身边还有2头豹子，光是对付那2头豹子就够呛了。莫迪很头疼森木这家伙，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打杀杀。溪边还有一个男人，男人从背篓里拿出了不少药材，将这些药材洗干净，然后放在旁边的筐里晾着。男人叹了口气说道：唉，怎么办？主子的药还是不够啊，这边地方我都看过了，就是找不到。格桑、莫迪，我们可能还真得去他们住的那片地方看看。可是
莫迪有些迟疑起来。什么可是不是的？哈尼都说药材不够，我们不去弄回来，主子的病怎么办？走走，现在就去。森木是个急性子，一说这话就要站起身来。糟糕，他们若现在去住的地方，剩下那些人可不是他们的对手。王小夏认真地分析了一下，他们敢在这片山上住下，而且明明知道有2头豹子还敢去冲，说明什么？说明这些人很强。这可怎么办？他有些心急地在心里想主意，却见一间屋子的门被推开，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身着华服的男人。男人像是一个病人，脸色苍白无色，看上去状态也不太好。格桑慵懒地打了个哈欠，看向3人说道：不用去了，只不过是老毛病，如今这样就挺好。不过我们还是得找个山洞，免得像那晚的大风，实在是有些吓人。是啊，那简直就是妖风啊！若不是我们的屋子用藤子围了一圈，估计屋顶都没了。莫迪觉得主子说的很有道理，起身拍拍身上的灰尘，他又嘱咐了一声：你在家保护好主子，我去看看就行，别再胡思乱想。出门在外，我们尽量平和一些，别老做那些没脑子的事儿。主子，你看他就知道长他人志气，灭自家的威风，幸好没有让他带兵上战场，若是真的去了，绝对丢脸。森木不满地冷冷说道。格桑看了2个随从一眼，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说道：莫迪说的对，出门在外收敛点好。去吧，早些回来。是，主子。莫迪领命，背着剑出了林子。王小夏没有继续停留，他用最快的速度离开林子，努力跑在莫迪的前面，找到孙九州他们。怎么了，小夏？孙九州觉得，既然让媳妇儿知道了身份，不能叫媳妇儿，那就叫名字。王小夏愣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跟他说起了林子里看到的情况。孙九州听完，意识到情况严重，回头喊雷子带着这些人小心一些，他则是跟着媳妇儿回去看看情况再说。雷子知道肯定有什么急事，干脆不再干活，而是留意着附近的情况。孙九州和王小夏往回没走多远，便是看到一个身影从不远处窜了出去。孙九州拉着王小夏赶紧躲了起来。不远处的莫迪突然扭头看了一眼，感觉有人跟着，却没看到人影。他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了一段路，随后一个闪身跳到一棵大树上。他想要看清楚到底是谁跟着，可惜他的2个对手都不是善茬。王小夏早就注意到四周的情况，也猜到那人若是要藏，只能藏在树上，所以没看到那人，就下意识地拽着人躲了起来。孙九州看着被媳妇儿拉着的手，羞涩地从脸红到脖子，身体也都僵了。王小夏不敢说话，这年头有内力的人几乎都是顺风耳，很小的动静都能听得到。只是他扭头看了一眼孙九州，吓得赶紧把手给收了回来。明明都已经娶了一个媳妇儿，搞得像小黄花一样，这还真能装。媳妇儿的眼神好像不太对，孙九州想要解释什么，却是怕惊动那人，不敢吭声。王小夏受不了这个男人看自己的眼神，立马转头看向莫迪所在的方向。不对，人走了。他意识到这一点，赶忙冲了出去。孙九州这才回过神来，在后面追了出去。2个人跑了一段路，发现人真的跟丢了，他们也不敢耽搁，先跑回山洞那边看看情况如何。你再不跟他说实话，当心哪天你睡着的时候，他会拿斧头直接把你脑袋给剁下来。孙九州一阵无语，他的女儿有那么残暴吗？答案是有。老二昨天已经把斧头给磨好了，说是这个不要脸的男人再继续如此纠缠后娘，他就一斧头砍了他。孙九州对上老二的眼神，长长的叹了口气。说话就说话，叹什么气呀？
老二怂了一句。孙九州这回真是有些上火，看着这个丫头实在是有些欠揍，黑下来脸问道：你这丫头，对你亲爹也这个态度吗？我亲爹当然不会，是……老二没说完，心里咯噔一下，他看看老九叔，又看看后娘。九州，老九，不会吧？娘，是真的吗？他扯了扯后娘的衣角，王小夏看着老二无奈地说道：娘也是刚刚知道，你们聊吧，我去附近看看。老二好受伤，心口好痛啊，小心一些。孙九州担忧地说道：我不会走远。王小夏回了一句，沿着几个山洞附近走了一圈，暂时没有发现有陌生人，他就进山洞看看大亮的情况。而莫迪一直藏在暗处，观察着这些人的一举一动，发现他们很勤劳，这画面让他觉得很是舒服。他没打算打扰这画面，悄悄地离开。他在附近找了条路可以绕过这片地方，回去给主子复命。傍晚的时候，大家在山洞外面集合，之前他们都没有多想，以为山上除了他们不会再有人，若不是王小夏误打误撞，他们都不会发现这些。孙九州刚刚把话给说完，就听孙老根猴急地说道：啊，还有别的人？什么人啊？他们会不会对我们不利啊？我们住在这里是不是已经不安全了？不安全啦，老根叔，你下山吧，这山上除了有人还有熊瞎子，当心哪天熊瞎子把您给拍没了。老二今天因为爹隐瞒身份的事情本来就很上火，听到老根叔这么一说，直接对了一句：下山？下山可能死得更快，这里至少还有2个会功夫的，还有2头豹子，至于那2只狗崽子可以忽略不计。孙老根脑子飞转，已经想得明明白白，如今被九州二娃一怂，他赶紧把嘴给闭上。孙李正听说还有别的人有些头疼，赶上小孙山的都不是普通人，一旦发生抢地盘的事情，打架是很正常的。只是他们大多都是老弱，哪会是人家对手？好不容易找个安身之所，这可怎么办？这是我藏起来的粮食，既然你们来了，我们去把剩下的都搬到山洞里去。辛苦了，媳妇儿。孙九州想不到媳妇儿那么聪明，把粮食分散了那么多个山洞。谁是你媳妇儿？别胡说！王小夏不满地瞪了孙九州一眼。老二一听，着急地问道：娘，您是不是不要我们了？没有的事，别胡思乱想。既然你是我娘，当然是我爹的媳妇儿，除非你不要我们了。老二说的那是头头是道。老二性子耿直，倒是弄得王小夏不知道如何回答了。孙九州心里偷笑，高兴地摸摸女儿的脑袋。真是爹的好闺女，去把你雷子叔和二虎叔找来。若是其他人问起来，就说这边还有些笋子，你娘说挖完再回去。老二应了一声，先把娘的背篓给背了回去。现在他们离山洞不远，王小夏也不会不放心，只是剩下他们2人站在这里有点尴尬。孙九州见媳妇儿沉默下来，支支吾吾地说道：媳妇儿，我不会说话，不过我保证，等我的事情处理完了，一定给你一个交代。交代？交代什么？王小夏满脸不解地看着眼前这彪汉子，为何这么容易脸红？我一定不会让你再过苦日子了。等我把这件事办妥了，不说荣华富贵，至少不会像之前那样吃不饱穿不暖。我要给你买最好的衣裳，住最好的宅院。孙九州见媳妇儿狐疑的目光，说出心中的许诺。哼，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女主还没出现呢，人家长得漂亮还有权有势，
王小夏可不相信这样的许诺，实在是太没有信任度了。媳妇儿，我发誓。孙九州见媳妇儿不信，又举起2根手指。不用，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王小夏立马止住他的话。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出声，说完之后有些后悔。明显这男人看自己的眼神变得含情脉脉起来，这误会到底是有多深呢？媳妇儿真好。孙九州还真觉得媳妇儿是心疼他，所以才不让他发誓。哎呀，这媳妇儿多好呀，又能挣钱，又能护着孩子，对爹娘也孝顺。他真是积了几辈子德，才会有这个福气。王小夏看着傻笑的孙九州，不敢再解释什么，免得越说人家误会越深。反正等到光环女主出现，他就会成为路人甲，到时候……算了，想那么多费脑子。他懒得继续想下去，就是觉得两人站在这里像2个傻子，主要是那傻子还红着脸，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出来偷情呢。没一会儿功夫，二虎和雷子来了。如今大家都知道孙青毛认了孙九州做干儿子，也知道老两口是要撮合两人。即便是他们真的出来干什么，也觉得是正常的事情。不过雷子看着将军脸红成这样，倒是让他很想偷笑。王小夏带着他们来到竹林深处的那个山洞，把几袋粮食背上，又把扔在地上的那些竹笋给装好背回去。然而这次他们却有些大意了。等他们离开没多久，几个衣着普通的男人从暗处走了出来。他们进了山洞，很快又从山洞出来了。跟着他们看好位置，晚上带人把粮食给抢了。发话的是他们的老大郭13。他们原本是附近金银山上的土匪，奈何这世道太乱，很多流民被迫上山，他们原本的地盘昨晚被另一个狠人给占领，他只能带着一群土匪换地方。老大，那边林子那几个怎么搞？独眼龙问了一声。郭13想着那些人穿着很不一般，肯定是有钱人，绝对是肥羊。这样的乱世，肥羊可不多，遇上了自然不能放过。那今晚就先抢他们，我看他们都带了兵器。耗子，你去准备一下，那几个人可不能硬来，上半夜搞定他们，下半夜咱们再去抢粮食。他心里很快有了打算。老大放心，我身上的药可不少，即便是毒不死他们，弄晕也是没问题的。耗子一脸自信地说道。这耗子长得很像他的外号，一双三角眼，身材矮小，这形象给人就是贼兮兮的感觉。独眼龙去打探消息，我们先回去。郭13说完带着耗子走了。独眼龙沿着这一条路往前走，很快找到王小夏他们住的山洞附近。他没有急着靠太近，而是在附近打探情况。看了好一会儿，他才转身离开。而出来帮主子挖药的莫迪刚好看到这么一幕。昨晚他们就听到动静，知道肯定是有人上山了，只是他们不愿意招惹是非，所以就没有去多管闲事。现在看来，那些人恐怕是附近的土匪，这是看上这些村民的地盘了。他很喜欢这样的画面，不想被那些土匪给破坏了，可他又不想暴露身份，于是他便纠结地站在了原地。啊，瞧瞧，瞧瞧！小六滚着手中的藤球，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了山洞。突然，有人用脚踩住了他的球球，他瞪圆了漂亮的大眼睛，抬头看着眼前的陌生叔叔。哎，赶紧回去，外面很危险。莫迪微微一笑，将藤球拿起来，拍了拍上面的泥土，才给了小家伙。小六坐在地上抱着藤球，想要把人家的脸看出花，眼睛都不带眨一下。小六，你怎么跑出来了？图图转身就没看到小六，赶紧跑出来找。
小六虽然能走路了，但是晃晃悠悠的，很多时候他就在地上爬。通过爬行的痕迹，很快找到了小家伙，却发现小家伙面前有个陌生叔叔。你不要伤害我妹妹。他小心翼翼地走上前，把小六给抱在了怀里。莫迪看着这孩子脸上的疤，皱了皱眉头，解释道：放心，我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只是帮他捡球。你去告诉你们家大人，刚才有土匪来踩点，你们晚上可要小心了。图图半信半疑地看着眼前的陌生叔叔，眼见这人没欺负小六，他还是感激地给叔叔鞠躬感谢。谢谢叔叔，我这就告诉我娘。说完，他抱着小六赶紧跑了。莫迪看着这孩子十分礼貌，倒是多了几分喜欢。不过他背着背篓没有继续停留，转身就投入了林子里。图图抱着小六直接找到了娘，把刚才见到陌生叔叔的事情告诉娘。娘，刚才有个陌生叔叔说我们被土匪盯上了，让我们晚上小心一些。土匪？王小夏这才想起来，战乱四起，土匪猖獗，四处抢夺，也有很多流民因为缺吃缺喝，便是落草为寇。这小孙山对附近村民来说是个很危险的地方，但是外面的人不一定知道，真要出现土匪不足为奇。他让图图形容了一下看到那人的长相、身材还有穿着，听完之后他就能断定来的人是莫迪。说是那叫森木的，即便是有土匪要攻打他们，恐怕还想坐收渔翁之利。至于那个叫哈尼的，未必会多管闲事。娘，这个怎么办？来了2群人，我们要对付起来恐怕很吃力。图图像个小大人一样，满脸担忧起来。王小夏回过神，摸摸小团子的脑袋，微微一笑，说道：别太担心，我们外面挖了那么多陷阱，想要攻打我们不容易。你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我得去准备一下。不用去找我，一会儿我就会回来。娘要小心。图图知道娘有秘密，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王小夏背上背篓，拿上一把小锄头，从山洞里出来之后，绕着去了后面，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进了空间。他想过了，说是土匪太多，他现在的人手肯定不够用，所以他必须配出一些毒药，到时候可以给孩子们拿上，也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于是王小夏失踪了1个下午。孙九州回来，发现媳妇儿不见，又要出去找，却被图图给拽住。娘说了不用找，等着他回来。可是附近太危险了，你娘太弱了，不能让她一个人带着。不，我相信娘，娘很厉害的，比你还厉害呢。图图可不许这个便宜爹说娘弱，在他心里，娘是天底下最厉害的娘，谁都不能比。看着图图眼神中的坚毅，孙九州突然明白媳妇儿为何待这孩子那么好了。这孩子说到媳妇儿的时候，眼神中是尊敬、崇拜的光芒。好，你娘是世上最厉害的娘。那我们到路口等她好不好？他安抚了图图的火气，拉着他走到那条路口等着。众人还没有看到王小夏的身影，就连图图都有些担心起来。娘回来了，嘿，是娘回来了。老四在一棵树上远远看到了娘的身影，大喊起来。孙九州听到这话，一个箭步就冲了出去。没跑多远，看到媳妇儿背着一背篓的东西回来，他上前把背篓接过来，心疼地看着他说道：媳妇儿，辛苦了，我背你回去吧。不用了，我还能走，先回去，我有事跟大家说。王小夏可不想承认自己是个弱鸡，虽然身体不如前世，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练，比刚刚来的时候好了不少。老二他们看着爹娘如此恩爱，也都完全放心了。唯独图图看出娘眼中的不快，他紧了紧小拳头，心里想着，即便是亲爹都不能逼迫娘，更何苦不是亲爹。
山上来了2窝土匪，除了土匪，还有几个功夫很厉害的人。从今天开始，大家要打起12分精神。王小夏下午把药配好之后，又到处转悠了一圈，没想到又发现了1窝土匪。孙石墨听到这个消息，土匪还是2窝，这消息可把所有人都给吓怕了。周氏有些担心地说道：若是实在不行，我们回村子住吧。孙清江立马反驳道：不可，你们想想，其他地方的土匪都被逼着上了小孙山，那山下这得有多乱啊！显然孙清江的话是对的，既然连其他地方的土匪都被逼了上来，山下恐怕是不能看了，说不好村子还在不在都不知道呢。孙立正叹了口气，心里难受地说道：即便是那一次大乱，也没到这个程度，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孙九州和雷子眼底划过深深的焦虑，他们其实猜到山下发生了什么，恐怕不止边疆暴乱的问题那么简单。那个畜生多半是想多制造一些混乱，到时候才能拿到皇上更多的赏赐。可怜了那些平民百姓，等他身上的毒解开，第一件事就是除掉那个畜生。王小夏察觉到2人脸色的异常，他心里也有了一些猜测，不过也得等着这些人离开之后再问。好了，大家稍安勿躁，反正都是乱，要在乱世中活下来都不容易。我下午出去找了药，做了些药粉，这些药粉我会分给孩子们，说是碰到有陌生人靠近，孩子们可以拿这些药粉防身。他把下午做出来的药粉拿出来，然后让图图和老二分给孩子们。当然，像小六就没有了，小六太小，怕小家伙会误食。老跟媳妇儿见孩子都有，可他们家没有孩子，连个防身的东西都没有，觉得吃了亏，便是不满地说道：像我们这些没有功夫的，难道不分点儿？你还要点脸吗？没看到老人现在都没有，你年纪轻轻身强力壮，即便是一拳打不死老虎，打趴下一个男人那是没有问题的，亏你还能说得出来。孙阳光开口就对出了口，老根这媳妇儿真是个懒货，做事的时候没见人，怕死绝对是第一个。孙老根也觉得他们没有孩子吃亏，可没有媳妇儿那么大胆。听到孙阳光这么说，他缩了缩脖子。可不是，做事的时候没见你出力，才做多久，就在那儿坐上半个时辰，要点脸吗？崔兰花也忍不住了，这2天干活她都有些火大。老根媳妇儿像鹌鹑一样缩在那儿不敢再吭声。王小夏也想每人身上都有药粉防身，可是他手上能做毒药的药材有些少，之前主要是采摘治病需要的，现在看来他得另外找一些回来，关键时刻这些药粉可以救命。等我这2天出去挖些药回来再做一些，大家尽量在山洞里别出来，还有就是积极把门口的陷阱给刮多一些。我今天去偷偷查看了一番，那2窝土匪都是20来人一窝，我们未必会战胜不了。至于另一个地方的那几个人，只要我们没有利益上的冲突，他们多半不会对我们出手。他继续说了说今天打探到的情况，众人听完又是身体一紧，2窝人加起来那就是40多个，还不加另外的那些。孙礼正倒吸了一口凉气，咳得那是更加厉害了。李正说：不用心急，从明儿开始，老九带大家习武，所有的人都要学些防身的本事，那都是为了你们自己，偷懒就是找死。王小夏说着这话，看向孙老根儿和孙石墨，说是他们还听不进去，那就怪不得他了。众人听完连连点头，就连女人们都决定明天早上跟着孙九州好好练练，说不定有可能需要自保。这天晚上所有人几乎都没睡着，到了半夜的时候，在树上放风的雷子看到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地朝这边走来。今晚守夜的是二虎和雷子，还有阳光和孙石墨。
其他人看到雷子跳下树，知道肯定是有情况发生的。二虎，我们去前面看看。阳光、石墨，你们在门口看着，也都小心一些。雷子嘱咐了一句，让二虎带着弓箭往敌人来袭的方向悄然而去。孙阳光有些害怕，还是操起了家伙，在附近查看。嗖嗖，拉弓射箭，黑夜之中，尖叫声划破长空。姐夫，你带着他们，我和老九带着老花他们过去看看。刘屠夫应下声来。九州嫂子，我也去。孙杆子拿着一根木棍冲了过来。好，其他人都记住要在一起。若真是有敌人，你们手上还有药粉。王小夏最后叮嘱了一句，带上老花和花跟班过去了。孙杆子有些害怕，却还是勇敢地跟在了后面。前方几个土匪中箭，独眼龙带着另外几个人又冲了上来。二虎杀野兽还行，但是杀人却从未有过，所以这些土匪他只是打伤，可那些被打伤的土匪很快又爬了起来。才一会儿功夫，二虎就觉得有些吃力。二虎，对敌人手软就等于是自杀。王小夏看得火冒三丈，想不到二虎如此不懂保护自己。听到九州嫂子的话，二虎顿悟，手中的斧头朝其中一个土匪砍了过去。被砍伤的土匪身上血淋淋的，看上去有些可怕。孙杆子看到这一幕，腿有些软。杆子，去帮二虎，别愣在那儿。你不动手，到时候死的就是你。想想你媳妇儿，还有你的孩子。王小夏说完，朝不远处的一个土匪砍了过去。孙九州征战沙场多年，即便是现在不能动用内力，他手上的功夫也不差，拿着大刀对那些人一顿砍。外面的林子里，郭13并不知道前面的情况如何，他刚带了一群人把不远处林子里的人给抢了。因为他们手上有毒药，那些人被他们打伤，可惜还是让人给跑了。此时他回来打算跟独眼龙会合，没想到他们的人还没杀进去，就看到一男一女骑着豹子杀了过来。老大，他们骑着豹子，那是豹子呀！一个胆小的喽啰浑身打着哆嗦，直接就被吓尿了。王小夏挥舞着手中的斧头，上来都砍了。看到不远处的土匪头子，他大喝一声：“老九哥，抓住那个尖嘴猴腮的，那是土匪头子！”郭13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脸，他长得如此英俊，这个丑八怪是瞎眼了不成？知道那是土匪头子，孙九州干掉旁边的土匪，从花跟班身上跳下，骑着刀冲了过去。郭13似乎意识到什么，他转身就打算逃跑，却被人从背后一脚踹在了地上。让你的人住手，不然现在就废了你。孙九州轻而易举的就抓住土匪头子，可他没想到自己大意了。哼，好啊！郭13阴险一笑，抬手撒出了一把粉末。孙九州只觉得眼睛一阵火辣，他闭上眼睛，被人踹了一脚。该死，这小子使诈！他意识到这点，拿着大刀一顿砍，还是让人给跑了。王小夏眼见孙九州被土匪头子给阴了，他随手捡起地上的一石头飞出去。咚！郭13后脑勺被打了一下，他踉跄几步子摔了一跤，他则是跑过去拽起地上的土匪头子。不想死就让他们停下来，不然先割你的脑袋！不要杀我！都住手！住手啊！郭13吓得大叫起来，土匪们都停下了手，耗子却是悄悄地溜了。土匪头子被逮住，他则是逼着土匪头子要解药，把解药交出来。我没有解药，解药都在耗子手上。耗子……郭13扫了一眼，哪里还有耗子的影子？那小子多半是溜了。完了，这下他死定了。这些人看上去好凶猛，
王小夏一听没解药，让二虎他们先把其他人都绑了起来，然后拉着孙九州回去清理那些药粉。幸好这不是很厉害的毒药，他手上的药可以配出解药，若是孙九州的眼睛瞎了，那可就麻烦大了。回到山洞坐下之后，他就像个木偶一样任凭摆布。老九怎么了？孙青毛和王氏担忧的都跑了过来。幸好不是什么很厉害的毒，休息1个晚上应该就没什么事儿。老五，你看着他。图图，拿着药箱跟我过去帮忙。王小夏没有多做停留，干练的带上图图去给二虎他们包扎伤口。20几个土匪跑了7、8个，剩下10来个不是被砍死了，就是被砍伤了，场面非常血腥。可王小夏也顾不了那么多，他们的人必须要保存实力，还有一窝土匪随时可能进攻，而且乱世之下落草为寇，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保不定明天后天还有新的土匪上来。图图看到这场景，吓得脸都白了。老四跟在后面，吓得在原地打颤。终究是孩子，这么血腥的场面实在是太为难他们了。别怕，该死的人没什么好同情的。来，先帮我们的人处理伤口。2个人异口同声地应了一声。老二跟在后面，他也看的是心惊肉跳，却是比老四和图图要镇定许多。他上前帮忙把活着的土匪都绑起来，那些要死不活的先扔到一边，总之是不会浪费他们手上的药材。就在王小夏刚刚站起身的时候，不远处出现了一个眼熟的身影。那人浑身是血，吃力地朝他们跑了过来。那人摔了一跤，倒在地上，久久没有爬起来。虽然这人满脸都是血，可图图看到这身打扮，便是认出了此人。娘，这就是白天给我报信的那位叔叔。王小夏听完，上前把人给翻过来。这人伤得很重，他本想给他止血，却见这人猛然睁开了眼睛。求求你们，求求我家主子，求求你们了！他们在哪儿？就在前面，我主子旧疾发作。莫迪硬撑着站起身来，捂着身上一处很深的伤口，一步步朝那个方向走去。王小夏叫了一声二虎和阳光，然后才跟着一起往前走。走了不到半炷香的时间，果然看到身受重伤的3人，其中2人已经处于昏迷状态，而那个清醒的森木手里拿着宝剑，看到有人过来，还是很护主的挡在前面。别动手！莫迪害怕这个憨憨乱来，赶忙大喊了一声。看到是莫迪，森木提到半空的心落地，整个人都跌倒在了地上。起来，别给恩人添麻烦。莫迪吃力的又喊了一声。是。王小夏看着森木身上伤口可不少，能支撑起来不容易呀，倒是条汉子。二虎、阳光，把他们先背回去再说。一行人回到山洞口之后，王小夏把他们安排住进了一间木屋。终究不是熟悉的人，多少还得防着点。能有个地方疗伤，莫迪已经很是感激。为了能让他们有个地方可以躺下，王小夏还让图图回去搬了床单和被子过来，这是他们闲置下来放在里面山洞的。老二不明白娘为何要浪费东西救一个外人，不过娘说的话他还是乖乖去办的。二虎、阳光，你们去把那些活着的土匪赶到附近绑到树上，死了的残了的全都往山下扔，我们不能浪费手上的东西。王小夏吩咐完老二，又吩咐起旁边的二虎和阳光。二虎愣了一下，很快就想明白九州嫂子能有这样的心思，也是为了大家着想。阳光之前没有经历过杀狼的环节，刚才看到杀人心有余悸，
如今九州媳妇儿还把他们的尸体和受伤的土匪都扔下山，他有些反应不过来的傻站在了原地。傻愣着做什么？听九州媳妇儿的。孙阳明回来拿东西的时候，刚好听到九州媳妇儿说话，一巴掌拍在弟弟后脑勺上。木屋门口站的何止是孙阳明，老跟媳妇儿和袁氏也都站在那儿听着，他们脸色都很难看。想不到九州媳妇儿那么狠心，受伤的也全扔下山。你们两个婆娘还愣在这做什么？过去帮忙收拾，不做事一会儿把你们也扔出去。孙阳明看着这两个不省事儿的婆娘，真想趁机把他们都给扔出去算了。去，我们马上要去帮忙。老跟媳妇儿嘴角抽了抽，拉着袁氏就跟着二虎他们去身后帮忙。另一边的山洞里，孙九州听老二说媳妇儿救回来了几个人，他想要去看看，却被老大给拦了下来。爹，你这样过去只会帮倒忙，别到时候惹娘生气了，得不偿失。老大赶忙拉着爹又坐下身来，可孙九州还是不放心媳妇儿，执意要过去看个究竟。王小夏先给他们主子查看了伤口，发现他除了身上的伤的确有旧疾，其实他的旧疾跟李正书差不多，只是他因为身上还有其他的余毒，所以在治疗旧疾之前还得把余毒给清了。这位嫂子，我家主子怎么样了？莫迪心急地问道。图图在旁边给他包扎伤口，见他动作太大，赶忙喊道：叔叔，你别动，一会儿伤口又得流血了。辛苦了。暂时死不了，先把外伤处理了，其他的得慢慢来。王小夏说完，开始处理他们的外伤。这几个人的外伤都有刀口，需要缝针。他让老四给图图打下手。门口，孙九州已经过来了。他见媳妇儿在给那些人处理伤口，没有吭声，等着他弄完之后，才把人给叫出来问个究竟。这些人来路不明，为什么要救他们？他直截了当地问道：看到图图处理伤口那个人了吗？是他报的信，不然今晚我们也会死人。王小夏这话说得很大声，让大家都能听得到。如此一来，大家便是明白了九州媳妇儿出手相救的原因。孙礼正让老婆子也去帮忙，反正谁能帮得上忙的都去帮着。王小夏看着李正书还在这儿，赶忙催促道：李正书，你还是回山洞里待着，外面风大，血气太重对你也不好。放心吧，今晚应该没什么事儿，我们会处理好的。辛苦了，九州家的。孙礼正真的很感激九州媳妇儿，说是没有他，这里就像是一盘散沙，别说是抵抗外敌，恐怕山上的那些野兽都能把人都给啃了。王小夏扭头看向孙九州，语气有些不太好的说道：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就赶紧滚回去。哎，我这就滚。孙九州知道了那些人对大家有恩，心里倒是放心了不少，赶紧听话的回山洞躺着。屋子里的格桑慢慢醒了过来，他看看四周，看到好几个陌生人，而他们四个全都躺在了地上。莫迪一直撑着，看着主子醒来之后，终于顶不住疲惫，睡了过去。睡吧，诊金等好了会给你们结算的，当然那个小哥就不用了，你们三个都得给。王小夏看到他们的主子醒来，冰冷地说了一句。格桑嘴角扬了扬，能活命就好，至于银子他有的是。旁边的森木则是很不服气地说道：为什么他就不用斩金，我们就需要？没等王小夏开口，图图就给了答案。因为那个叔叔白天的时候告诉我们被土匪盯上了，我们做了准备，他救了我们。娘说知恩图报，不收他的诊金不是很正常吗？听到这孩子说话像个小大人那般，格桑不免多看了一眼。行了，现在你们最重要的就是睡觉，先休息好了，伤口才好得快啊。
王小夏把最后的伤口处理好之后，让李正婶子和和儿看着，他和图图拿着药箱出了木屋。打扫战场的事情对王小夏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别说这些完整的尸体，以前那些被炸得稀巴烂的他都见过不少。如今留下来的土匪还有6个，这些人身上也有伤，不过都是小伤。他和图图把他们的伤口处理了一下，随后看向他们说道：想要活命，自己去砍树盖木屋子，从现在开始你们要为我干活，还有去把你们的粮食搬过来，不然你们也会饿死。给他们松绑吧。郭13看着眼前的妇人，他居然还放过了他们，这不合理啊。果然身上的绳子刚被解开，就听王小夏继续说道：你们可以一去不回，反正我这毒有点厉害，一般人解不开，不信你们可以试试。还有你，把你们那个会下毒的找回来，不然第一个死的就是你。下毒？最毒妇人心，果然他们被下毒了。滚吧，天亮之前不回来的，即便是回来也只有死路一条，我这里可不养废物。王小夏踹了郭13一脚。是，我们一定回来，一定回来。郭13做了那么多年的土匪，第一次被人打劫，这若是传出去，他哪还有脸出去混呢？不过现在命比面子更重要，他得尽快把耗子找回来。于是他带着自己剩下不多的小喽啰灰溜溜地跑了。天亮了，除了郭13之外，剩下的5个小喽啰回来了。为了让大家好使唤他们，王小夏给他们取名奴1、奴2、奴3、奴4、奴5。现在赶紧自己去把房子盖了，盖在我说的那个地方。吃过早饭，王小夏又挨个的去看了看所有人的伤口，眼见大家都没事儿，就开始安排所有人分批休息。他们那个叫耗子的，还有没回来的郭13，说不定会去请外援，搞不好下午就会来偷袭，所以他们必须保存实力。娘，您去休息，我不困。昨儿睡了一会儿，我给大家定时去检查伤口。图图乖巧地看向脸色不好的娘。好，辛苦了。王小夏没有推辞，关键时刻他还得跟着那些爷们儿去杀敌呢。对了，娘，那个土匪头子会不会不回来了？图图有些担心地问道。王小夏一脸淡定地说道：放心吧，肯定会回来的。中午的时候，郭13灰溜溜的一个人回来了，因为他没有找到耗子，整个人看上去像斗败的公鸡。听说那位姑奶奶去休息了，他也不敢去打扰，只能乖乖的跟着手下那些喽啰扛木头。老大，你怎么又回来了？奴1好奇地问道。那个死耗子跑了，不回来等着毒发攻心吗？郭13一肚子苦水，这个土匪头子咋就做得这么窝囊呢？小喽啰们都苦着脸，而奴5说了让郭13更想吐血的事儿。老大，你若是早回来半个时辰就好了。刚才他们发饭，我们都吃饱了。奴5是个憨憨。咕噜咕噜，郭13肚子早就扁了，听小喽啰这么一说，更饿了。没饭吃，他只能去讨了几碗热水喝。王小夏之所以给那些小喽啰们发饭，是怕他们动作太慢，晚上若是没个屋子睡觉，他们这些人就算不饿死也会冻死。另一窝土匪还不知道是什么实力，他们需要人手。晚上的时候，除了格桑之外，其他3个人都醒了。哈尼的伤是最轻的，而且他懂医术，起来之后就给大家查看伤口。你别动，我大伯娘说了，你们的伤口不能乱动。和儿看到有个叔叔起来，赶紧在旁边喊了一声。哈尼顺着声音看过去，看到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她微微一笑，说道：没事，我也是大夫。和儿一听这叔叔是大夫，那是一脸的好奇。
看到小姑娘的眼神，哈尼有些受伤的说道：“我功夫不好，所以也受伤了。就算叔叔是个大夫，现在也不能动。娘说了，你们至少得养几天。”和儿还是上前把人压着躺下。哈尼无语了，好吧，那就躺下再睡会儿。不过他现在很饿。正想着，门口就有人送饭过来了。年轻人，醒了就吃些东西，这天太冷，不吃东西会受不了。王氏说着话，把一碗饭端给了和儿。谢谢。哈尼满心感激的道谢。吃吧，和儿。若是一会儿其他人醒来，你到厨房来端饭，他们的饭都热着。王氏说完，端着剩下的饭去了旁边的山洞。大亮今晚没吃饭，孙礼正也没吃，他端着进山洞之后，就回去做自己的事情去了。夜渐渐深了，郭13他们的木屋终于盖好了。虽然有些丑，至少能挡风避雨，锅碗瓢盆被褥都有，只要用得上的，他们也都搬了回来。此时大家累得一塌糊涂，全都在地上睡着了。王小夏站在木屋子前看了一眼，就这做工，若是风大一些，雨大一些，崩塌率可谓是100%。媳妇儿，你在看什么呢？孙九州发现媳妇儿站在木屋面前发呆，很是好奇地问道：“明儿让雷子带着他们把这屋子给固定好了，崩了可就浪费我们的粮食了。”王小夏吩咐了一句，转身走了。孙九州看着媳妇儿还是对自己冷冰冰的，心里很是不好受。老二见爹愁眉苦脸的样子，上前低声说道：“娘就这样，外冷心热，以前我们也会误会他，其实他真的很好。是爹做的不够好，爹会努力做得好点儿，让你娘态度改改。”孙九州说着话，心里却很茫然。他也没哄过女人开心，也不知道该怎么哄。爹，我知道你肯定行的，我们都帮你。老二给爹做了个加油的手势，父女俩人都笑了起来。